小引子，这是哪家妃子？回皇上，是南国和亲的灵妃，刚刚产女。居然刚刚生了女儿，怎么一点婴儿的啼哭声都没有？奴才这就去打听打听。贵妃娘娘，贵妃娘娘饶命啊！叫你给我偷皇子，一个快要死掉的女婴拿来做什么？既然这个孩子没有用，那就和他娘一起下地狱吧！大胆，皇上的骨血都敢杀害！皇上，臣妾冤枉，臣妾没有。你当朕好糊弄？皇上，求求您救救灵妃娘娘吧！娘娘她快不行了。小公主，你怎么在这里？你竟然背叛主子你！来人，把这贱婢和梁贵妃押下去。回陛下，灵妃娘娘恐怕没救了。玄月月，皇上，这小公主怎么安置？这个孩子朕亲自抚养。这似乎不太合理吧，陛下？朕就是理。一排排的奶娘很惆怅，这个小公主怎么都不愿意吃奶。娘娘怎么办呀？小公主她不吃不喝。怎么了？怎么了？求求尹公公了，救救小公主吧！小公主她不吃不喝，可能是生病了。奴家瞧着这小公主怕是饿坏了。参见皇上。情况如何？这小公主可能那天被掐窒息了一段时间，刚出生的婴儿窒息了一段时间，极大可能……继续说。可能会影响智力。她为何不吃不喝？皇上恕罪，臣并不知为何。尹公公，去准备碗热牛乳或者热汤。月月，你是不是和爹一样有洁癖啊？皇上，热牛乳和热汤来了。皇上，还是奴婢来吧。您尊贵的身躯怎么能为小公主呢？朕自己做什么需要你来指点？请皇上恕罪啊，是奴婢逾越了。竹林外的酒家传来边关外。你起来吧，哎，以后小公主给你照顾，务必照顾。谢皇上，谢小公主，这事儿属实。娘娘，千真万确呀。当时奴婢就在一旁呢。母妃，为什么父皇看都不看我们三兄弟一眼啊，却偏偏这么疼爱这个小公主？说不定是个讨人喜的妹妹，你不可以把这些话说到外面听。暖冬哥哥不好啦，林妃非要说来看望小公主。怎么就不好了？娘娘恕罪啊，只是奴婢一时口误。见过林妃娘娘。哼，都起来吧，我来看看这孩子。哟，这还睡着呢。娘娘，小公主身体不好，请不要这样碰。怎么，本宫还碰不得了？不是的，娘娘身体尊贵，怕染了公主的病气啊。哼，本宫倒是不嫌弃这病秧子。你不要过来啊！小公主怎么了？小公主不哭不哭哦。好你个林妃，来人，将她压下，顺便让太医来看看。皇上冤枉臣妾了，这粉末不过是臣妾的香料子罢了。慌着解释做什么？待会儿张太医就来了。皇上，这是让人脸上起泡子的毒药。从今以后，任何人没有朕的准许，谁都不能来探望小公主。林妃图谋不轨，谋害小公子，品行恶劣，罚闭门思过3个月，任何人不得探望林妃。末将见过皇上。这孩子叫什么？我是阿云。阿云啊，你喜欢你父亲吗？阿云当然喜欢父亲啊。这孩子身骨如何？可有练武天赋？小家伙，
你想像你爹那般成为能承担大任的将军吗？小，很好，那以后你要跟着你爹好好习武，我带你见见小公主妹妹。小阿云喜欢朕的小公主吗？那以后朕就让你做小公主的贴身侍卫。皇上，这怎么行？朕和你儿子说话，你插什么嘴？赵希云，你可愿意好好保护小公主妹妹？我一定要好好习武。不错，真不错。想成为你父亲那样的将军，就从保护好小公主做起。月月学会大笑了。母妃，凭什么连个护卫都可以骑在我头上？行了行了，哭什么哭啊？你母妃我还在关禁闭呢，我都没哭，你哭什么哭啊？你这是在给你娘找麻烦。你看看你多大的人了，还这般哭闹。玉儿，母妃有办法了。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让皇上立刻把这个小公主给丢弃，怎么样？回娘娘，臣知道怎么做了。皇上，这小公主出事那日，月明星稀，星鬼紊乱，预示天下将大乱呢。而且这陆续下雪，定会有雪灾的，这将会是生灵涂炭呢。说完了吗？陛下，忠言逆耳利于行，请三思，请皇上三思，请皇上三思，请皇上三思。朕看是你们这些大臣无用。朕的月月怎么可能会是灾星呢？朕的月月分明是自己的北极星。皇上，您再不去翻牌子，后宫里可是会闹得乌烟瘴气了。随他们，要是待不下去，冷宫还挺空的。哦，对了，天冷了，赐杯酒给梁贵妃。真是昏君，小公主真会迷惑君心。杀死灾星，杀死灾星，还我天下太平！钦天监父呢？还有钦天监的其他人呢？皇上何必如此挣扎呢？怎么，张爱卿的意思是朕只能听你的？微臣不敢。不敢？我看你挺敢的呀！去把钦天监的人给我叫上来。何大人，您在朝堂上把实话说了便好。尹公公放心，我不是小人之辈。臣何子义见过皇上。何爱卿，你说说，朕的小公主可是灾星？回皇上，小公主出生当日确实月明星稀，但是这天象与小公主的出生并无瓜葛，只是平常冬日里的一个迹象罢了。至于钦天监正说的陆续下雪，臣可以肯定，今日正午过后，雪不仅会停，还会有日照。至于天下大乱的话，若是某些扰人心的臣子有此想法，天下自会是大乱。何子义，你别以为和皇上一起说好了就可以平步青云了。大胆！皇上岂是你能污蔑的？皇上恕罪啊，臣只是不想让你被这妖人迷惑了。妖人？先是说小公主是灾星，现在又说我是妖人。我说你是狗，你就试了吗？你不过就是个妇的，看也看不懂天象，就在这儿瞎说。我虽说是从一介书生走上来，但也研读了《干石心经》《通志天文略》《淮南子异书卷3》《天文训》。我北楚国如此人才，当真稀有啊！西明王来了，快来。臣已见过皇上。都起来吧。想必西明王已经听了这场闹剧许久了，你可有什么看法？那就看看正午过后是谁说的对吧？是陆续下雪，还是出现日照？众爱卿，且在正午后看吧。如果朕知道是有心之人意图不轨，朕绝不轻饶。哇，这小公主也太可爱了吧！瞧我这弟弟，还是头一回见，对一个小妹妹如此痴迷呢。皇上，您接下来打算如何安排我们？西明王，你愿意留在京城吗？不过你得帮朕解忧分担。臣自然愿意为皇上分忧。小公主困了，我们出去谈谈吧，留下来用膳。雪已经停了。太好了，看来公主并不是灾星，并不会带来不幸。月月怎么了？月月，不哭不哭。这会不会太过于奢侈了？见过皇上，见过小公主。多谢小公主，小公主如此聪颖。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天见证乃国之气象明灯，
却不思其职，迷惑民心，令天下百姓人心惶惶。为以告天下，传谣乱民心者，应当斩之。念其苦劳数年，特下旨流放北疆，无军令，永生不得入京。当今圣上召集百姓，目的有三：一，乃以告天下百姓，天霞公主同样是普通的女婴孩童，应以法而护之。天下百姓同样如此。以法护人，头一回听说。二，则百姓应以身边时事而平定身处局势，不可自乱民心。乱民心者，当论其轻重，入狱亦或斩之。三，为天下百姓，皇上视如己出子女，应当齐心协力，创安居乐业之国。钦此。草民接旨，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哈哈哈哈，好热闹啊！老朽见过天安帝。是启明道长。老身前来是为了小公主而来的。老身的意思是，此女不凡。启明道长是何意？老身的意思自然是这孩子现在便能看出聪明优质，长大后必定不凡。或许这孩子会给天下带来福音。多谢启明道长提点，赏。请皇上责罚，都怪奴婢。暖冬，朕让你照顾月月，是因为你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人。请皇上责罚，若不责罚奴婢，奴婢心里会愧疚难当的。罚正华殿偏殿长侍姑姑暖冬清扫宫内公统3月，念小公主之情，3月后继续回来服侍。小公主，暖冬姑姑3个月之后就回来了哟。哟，这就是暖冬啊！长侍姑姑变成了洗衣服、洗公桶的宫女。几位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我便先离去了。谁让你走了？往日的长侍姑姑还这么威风啊！哎呀，桂平的茶不小心被暖冬姑娘给撞洒了呢。宁公公，暖冬那边。回陛下，暖冬姑娘在洗衣局被安排了许多活，后面好像还被桂平给收拾了。月月不生气了，都是爹爹的错。陛下，刚刚奴才好像看到了哪位皇子在正华殿门口站着。皇子什么？关朕什么事儿？是谁？奴才没看清楚，不过身形来看，身高差不多有奴才腰部了。明日下朝后，把3个皇子都召来，你明天看看到底是谁。大皇子，昨日见到了您，还未行礼，你便走了呀？尹公公，你在说什么呀？怎么会遇到我呢？2皇子、3皇子，你们且回去吧。陛下对大皇子有话说。父皇，长儿臣有什么事啊？朕听说你去了正华殿。父皇，儿臣在前日只是想看看小妹妹，就出去的时候被侍卫们看到了，所以儿臣知错了。皇上，臣已经把这些折子给你简化了。不错。听闻小公主受伤了，臣可以去看看吗？走吧。尹公公，你且在这里看着大皇子，让他跪到朕回来为止。朕的儿子身体若是连这种程度都跪不到，那便不是朕的儿子。父皇，儿臣知错了，让儿臣去看看小妹妹吧，儿臣去道歉好不好？你就是玄阳义。大胆，你怎么可以直呼本大皇子的姓名？这是西明王，按辈分来说，这是你皇叔。说吧，你对月月做了什么？我那天就是想来看看小妹妹。朕曾经下令过，没有朕的允许，不许任何人入内。你如此大胆闯入，没有朕的允许，你这是在挑衅朕的权威。大皇子玄阳一目无王法，伤及小公主，罚其10大板，且面壁思过3个月，不得出入其房间。陛下，是玄阳义。你们在对大皇子做什么？义儿！嫔妃娘娘，这是皇上的命令。我要见皇上。皇上，
义儿也是您的孩子啊，您怎么能这样重罚义儿呢？朕的孩子？难道月月就不是朕的孩子了？皇上息怒啊，是臣妾一时爱子心切，能不能告知臣妾，为何要如此重罚义儿？爱子心切，重罚？朕已经从轻发落了，你还说重罚？如果林妃不满意，那朕就真的重罚吧。皇上息怒，皇上息怒啊！是臣妾多罢了。加罚10鞭，日后用盐水给大皇子冲洗一下。回皇上，正是我们10人在这里把守，你们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怎么回事。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大皇子怎么回事。啊！爹爹，福啊！爹，月月会叫爹爹啦！传福啊，福啊！罚？看来小公主都认为你们罪过太深。爹，皇上啊，这新上任的西明王就这样拿回了军权，当心此人不轨呀！哦，你的意思是兵权应该给你？臣不敢。你是在骂朕眼瞎，还是个傻子？臣可不敢。你懂个屁！赵爱卿，莫要吓到老人家了。老人家是先皇的得力助手，自然不可亏待。谢皇上恩典。沈贤弟，你可有何看法？臣自然认为金大人的说法是对的。作为君子，应当防不轨之心。臣承受了先皇的恩典，同样也承受了皇上的恩典，这都是皇家赋予我们沈家的恩典。虽说不同姓，但沈家与皇家心中早已是一家了。就是，还说你是先皇的得力助手，结果还抗着先皇的旨意。你都不知道，西明王可是我大北楚国未来的希望，绝对有可能超过项羽之大将军。皇上，快出来喝一杯。看来你今天心情很不错啊。哎，你儿子训练的如何了？哈哈哈，算了，看起来你不想喝酒。那我回去了啊。皇上，臣被赵将军叫来的，不过可以顺便来看看小公主。也好。笑，太神奇了，小公主果然就是一个神童吧？皇上，臣想请教一事，项大将军究竟是怎样的人？是臣失礼了。倒也没有失礼之处，不过他应该快回来了，毕竟那个女人已经去世。既然如此，臣还是等项大将军回来之后再去了解这位人物吧。月月乖，饿了吗？姑姑，不要水了。娘娘，您听到了吗？小公主会叫我了，我一定会叫她，让她不会忘记您的。暖，怎么这么多的太医啊？皇上，这小公主是怎么了？身上起了疹子，太医们治疗效果不怎么好。我家小侄女儿怎么能长疹子呢？这么可爱的小侄女儿。不过我记得我家弟弟有一种很神奇的膏药来着，我之前脸上长痘，偷偷抹了一下就好了。沈爱卿能否为朕分忧啊？自然会的，这个膏药我直接拿去给小侄女涂一涂吧。沈爱卿不必难过，朕自知这东西贵重，就算是朕欠你的人情。不是，既然是给小公主用，物有所值。小侄女醒了，叫姑姑哦。姑姑，这，还以为她不会说话，谁知道就这样叫她了，而且这个声音也太软太奶了吧？这就是美女的脸吗？小侄女儿，姑姑好喜欢你哦。爹，不担心。月月，以后不管发生什么，爹爹最希望看到的是你能够好好活下去。妹妹，你要好好的活下去，要做你自己，不要哭，不要怕。哦，月月不哭，爹爹在。皇上，这件事臣会处理准备，不过或多或少都会和别的部门打交道，肯定会将此事传到各大臣耳里。朕办宫宴可不需要他们同意。可是皇上，您如此，那几位皇子的周岁都未办过，是否有些过于偏心了？更何况
那只是一个公主而已。哦，你的意思是朕的女儿就不是人了？你还看不起公主了，还是如何？臣不敢。不过，相对于几位皇子来说的话，大胆！公主是你可以这样轻视的吗？天霞公主乃南国皇族以及北楚国皇族的血脉，南国皇族会在小公主周岁宴会时前来祝福。如若是在下带领军队与南国军队匹敌，7成是会败。项羽之大将军，各位爱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朕是已经决定了这事儿了。项某还要向皇上汇报。各位大人，项某失礼了。皇上，项羽之将军和沈小王也来了。回来了，有何打算啊？草民还未有任何想法，或许暂时待在这里一段时间。既然如此，你就先待在京城吧。小引子，皇上有什么吩咐？你让赵律去查查北疆那边的给胡人的书信是否与这边一致。暖冬哥哥，柿子，柿子！小公主，御花园里的柿子不可以随意乱摘的哟。为什么不可以呀？因为除了皇上，没有人可以乱碰御花园内的一花一草。什么嘛！可是柿子都被鸟儿们吃了呀！小公主，这很危险，不可以！哎呀，暖冬哥哥不担心，月月给你摘柿子吃。你看不起我，暖冬哥哥，你一定要知道哦，这个柿子一定很好吃。3、2、1。小公主，你还好吗？暖冬姑姑，我没事，柿子我有保护好的哟。小公主没事就好，多谢这位大人相救。谢谢这位叔叔。小公主客气了，以后可不要独自一人面临危险了。小家伙，你没事吧？漂亮大哥哥。小公主，你应该叫西明王小王叔。哦，小王叔。小公主倒是有趣的紧。不是，这位叔叔是谁呀？草民项羽之见过小公主，是在下失礼了。项羽之，就是那个之前爹爹和漂亮大哥哥说的那个人。叔叔，你可以讲讲你的故事吗？哦，你怎么认为在下会有故事呢？因为你的眼睛啊。皇上。发生什么事了？回皇上，刚刚小公主差点摔下树，幸好项大将军及时接住了小公主。月月过来。爹爹，你就不能晚点再来吗？月月以后不能随便爬上树了，想吃柿子，让工人给你摘就是了。既然小公主无事，臣等便告退了。项羽之，你可还有什么事啊？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皇上，小公主小年纪便有如此的行动能力，倒是个好身骨，说不定适合习武。爹爹，我想学轻功。好，月月想学，那就依月月的。那我要跟项叔叔学。小公主，项大将军可不是谁都能收徒的，现京城里可是家家户户都想拜项大将军为师啊。那漂亮大哥哥，你也想吗？我倒不必。那我不可以吗？月月，你若是想学，爹爹也可以教你。哎，爹爹也会吗？算了，月月不想让爹爹教也罢。项羽之，从今往后你便是小公主的师长了，每日进宫教小公主习武。月月若是吃不了这个苦，不愿意学了，你就停止吧。哼，爹爹就是看不起我。不过项羽之，你打算在京城待多久啊？在下也不知。陛下，您放心，小公主的话，鄙人会尽心尽力的去教导，也不会带小公主走的。臣见过皇上。赵熙云见过皇上。何事？阿云都带来了，是来入职了吗？皇上，听说小公主也要习武了。说吧，你想干什么？嘿嘿，自然是想让云儿同小公主一起作伴啊。想让项羽之叫你家阿云就直接说，如此说话真是让朕浑身发寒。
是，皇上说的都对。那以后云儿每天都入宫陪伴小公主。It's me。暖冬姑姑，银杏果做菜吃。小公主，快擦一擦。好臭啊！阿云，你的眼睛怎么了？你昨晚哭了？没事，小公主今天也要加油哦。师傅，下雪了。怎么了吗？确实下雪了。阿云，我们去玩雪呀！冬天来了，很快就是我的生辰了哟。我知道了，父亲跟我说了，小公主生辰那天会有很多的大臣进宫去吃宴席。那阿云也会来吗？这个我还不清楚。你怎么了？我爹娘。乖，哭够了，再好好说话呀！不愿意说，就好好哭过了，就一起玩啊！阿云，你一定要来我的招岁宴啊！你不来，我就去找赵叔叔算账。吼！月月，爹爹，慢点儿，碧华。见过皇上叔叔。你爹让我转告你，以后你就是月月的贴身侍卫，所以一并住在宫内。我只是来看月月，顺便转告的。一定是昨天爹爹觉得我碍事，都不让我回家了。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怎么？不是吧？难不成昨日玩雪，还把自己玩感冒了？小公主，你醒啦！暖冬姑姑，小公主莫不是染了风寒？奴婢这就去找太医。小公主得了风寒，桂枝汤。小公主是怎么知道桂枝汤的？师傅，你来啦。还请张太医先去配药吧。说吧。你都不给我讲你的故事，我为什么要给师傅说？算了，是我想多了。今日小公主暂且休息吧，养好病再来练武。在感冒初始症状或者是受寒的情况下，熬一碗桂枝汤，好好睡一觉，会有奇效哦。桂枝、白芍、炙甘草、生姜、大枣。叮咚，科普结束。好冷啊！你在这儿做什么？皇上叔叔，我想坚持练武。好，练习抗寒。皇上，我看赵小公子也冻坏了，不如带回偏殿，好好休息一下。你过来。如若是练功，可以直接在没有雪的地上练。哦，小公子，雪地里多冷啊，身体结实了再去雪地里练，不然身体吃不消的。小公主受风寒了。要不行，不约很多。爹爹，你来了呀？来看月月了。爹爹，我没事的，我会乖乖喝药的哟。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你会不会也敢受风寒了？不可能，我才没有小公主那般。知秋姐姐，给阿云还有爹爹他们一碗姜汤去寒吧。谢过小公主啦，小公主真是懂事喜人呐。爹爹呀，银杏果可不可以让工人们拿着厚布去采摘啊？那是个好东西哦。好吧，看来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小公主莫急，你先说说要求，皇上他肯定是想帮小公主做到这些的。你慢慢说，我们听着呢。好，还是爹爹和尹公公最好了。爹爹，我想吃狮里银杏。这玩意儿真的能吃吗？怎么像茅厕里的东西？那个皇上说按照小公主说的做法来做，这是皇上亲自记下来的。妙啊！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做法。这些果子不浪费吗？你别说，这玩意儿那么臭，弄熟了包着糖衣吃起来还挺香的。哎呀，皇上说不可以吃太多，不然会中毒。哎呦，糟了！真是的，不是说了不能多吃的吗？小公主啊，这些奴才都不知好歹，您说怎么办呢？我太难了，老弟，
最近我压力很。你们这些人给朕拎清楚！皇上，不好了，不好了！急躁作甚，懂不懂规矩了？乳皇慢慢说，冷静些。回皇上，是宫内传着小公主毒倒了整个御膳房的事儿，越传越邪乎。传令下去，若谁还在传此等谣言，直接斩了。哎呀，爹爹，这也没用的，这只会越传越远。确实，皇上莫要着急。爹爹，你放心啦，这事儿没什么，让御书房的人溜达溜达，直接传播事实，也不会偏差多远了。溜达溜达，哼，恐怕不妥。小公主不必理会，谣言自然会破掉。为何？您放心，不出2日，自然会破。阿云，你感冒了？感冒是什么呀？哎呀，就是风寒。你还说你没得风寒？你看看你，快成鼻涕虫了。好啦，你别不好意思，生病是人常有的事。暖冬姑姑，你去帮阿云熬一碗桂枝汤吧，她明显没有喝知秋姐姐做的姜汤。你也别逞能了，得了风寒就好好休息，不要吹太多的寒风。闭嘴！现在的重点，你们这些人给朕拎清楚。那个皇上，您不是说要办小公主的周岁宴吗？还有不到1个月了，你且着手准备吧。不如交给秦贵妃来准备吧。秦贵妃是谁啊？秦贵妃是2皇子的母妃，为人还算是稳重，不似林妃那几人那般。那也行，办不好直接砍了便是。皇上，您是下旨告诉他，还是今晚直接翻他的牌子吧？贵妃娘娘，太好了，皇上对您还是有情的。有情不可能，娘娘，今晚您可要好好的打扮呐。娘娘，陛下来了，陛下真的来了。见过皇上。秦贵妃啊，朕有事找你。陛下请说。你是个聪明的。臣妾惶恐。长话短说，朕想让你主持小公主的周岁宴，必须做到完善无缺。皇上，为何选臣妾？那皇上能否满足臣妾的一个条件？说。给臣妾更多的权利。为何？臣妾既然要为小公主办周岁宴，自然是需要权力，否则什么也做不成。若是你办不好，你自己明白什么后果。皇上，如何了？自然是谈妥了，不过秦贵妃这个人必定有野心。哎呦，这是2皇子吧？2皇子瞧着可真是讨人喜呢。贵嫔妹妹见笑了。杨儿，过来。秦贵妃可真是有福气，已经有了一个皇子了，又被皇上宠幸了。要是以后还能够再添哟，我瞧着真是有皇后的气派了。怎的，这么多嫔妃来请安了？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母子俩都被皇上罚过的灵妃啊！你们以为什么呀？至少皇上还关心大皇子。不就是被皇上给宠幸了吗？难不成还能给你一统后宫的权利不成？给不给权利我不知道。灵妃姐姐，你怎的也来了此处给秦姐姐请安了？暖冬姑姑，秦贵妃是谁啊？见过小公主，奴才说的秦贵妃正是昨日被圣上恩宠的人儿呢。秦贵妃还会为您主持周岁宴呢。好了，你们该说的不该说的也莫要说了。是。难不成小公主意识到了吗？师傅呀，你盯着我这么久，我的肱二头肌都快不行了。什么不行了？没什么没什么，说我的腿好酸。休息吧。你这小身板抵抗力太差了，你今天晚上必须喝了这碗鸡汤，还有把里面的白果吃了，不吃完不准睡。暖冬姑姑也吃，这样就不怕冷啦。快点喝。小公主，周岁宴那日的流程你可记得？记住了，就是好生繁琐。小公主不可以如此说话，
此等行为属实无礼。你是哪位？老奴是秦贵妃安排来的管教嬷嬷，目的正是管教小公主的行为举止的。哦，好吧。甄嬷嬷，小公主的管教还是明日再开始吧。小公主今日有些许的累了。那怎么行啊？行为举止是生活中一举一动，老奴自然是跟着小公主及时止损呢。小公主，明日一早便开始学宫内的礼仪。不行，每天早晨我都是要跟师傅练武的。小公主如此说话，实属无礼。我哪里无礼了？说话就无礼的话，那我就不说了。是不是爹爹不要我了？连个嬷嬷都可以欺负我。林妃娘娘啊，您保佑保佑小公主啊！唉，我们的小公主命也太苦了。皇上叔叔，阿云有事找你。尹公公，去把赵家那小子带进来吧。见过皇上叔叔。阿云，有什么事？皇上叔叔，我就是你为什么要让小公主妹妹受委屈啊？你说说怎么回事？暖冬，你好大的胆子！皇上来了还不行礼？皇上恕罪啊，奴婢一时恍惚了。行了，月月呢？小公主她哭过之后便睡着了。皇上，看来秦贵妃心情还算不错。皇上若是心情不好，便与臣妾说说吧。那倒不必，后宫不可参政。不过朕的小女儿不是你想如何就如何的。是臣妾的错，臣妾立刻让甄嬷嬷回来。聪明倒是聪明，做事的时候就不聪明。皇上说的是臣妾一时糊涂了。若是有下次，你就是这杯子。去把甄嬷嬷叫回来。小公主，你醒啦！暖冬姑姑早上好，我好饿啊。暖冬姑姑，今日心情怎么如此美好啊？小公主，你不知道昨日皇上来看你了，而且他还去了芳月殿，直接找秦贵妃。没过多久，甄嬷嬷就被叫回去了。哦。戴上浓妆，好戏开场，台上悲欢皆我独吟唱。什么？皇上竟然让我的小徒弟受委屈了？嘘，小点声。向大将军，你没有看到小公主还是很不开心吗？阿云，你去跟小公主说说话。说什么呀？小公主明显不想说话呀。叫你去你就去，快去啊！做什么呀？小妹妹，你不开心吗？我为什么不开心？我又为什么要开心？可是大家都觉得你不开心啊。好了，你们都别乱担心了。月月，今日不适合练武。为什么？因为月月不诚实。什么嘛？既然月月不诚实，那为师只能先走了，以后都不用教习了。师傅，我就是想变强呀。想变强，就得先学会保护自己。那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医术呀？待你会识字、会读医书的时候也不晚。那师傅，你现在教我识字，给我念医书。今日先把几个步子练好了再说。师傅，师傅，我们练完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像师傅那样飞起来呀？你可以试试能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内力不够啦，要很深厚的内力，越积越累才可以。是月月心急了。有人。
阿云的内力都累积得很厉害了，说不定很快就可以成功了。那师傅，下午你是不是就可以给我念医书啦？恐怕不行呢，为师还得找一找自己的遗书藏哪里去了，明日再说吧。皇上，向大将军有事找您呐。鄙人确实有事想找皇上，可是自然是关于小公主的事。鄙人听说小公主在宫里受了委屈，朕已经处理好了，你大可不必多管朕的家事。可是为何小公主今日的情绪更加低沉？这一副你的女儿受委屈了，讨要说法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月月是朕的女儿。皇上如若真的疼爱女儿，那未必如此让月月低沉，还想着要变得更强大。既然月月想强大，想独立，鄙人带着月月归隐山林便是。你站住！陛下还有什么吩咐？朕想和你好好谈谈。皇上，您说便是。想必你是为了月月好，朕也是为了月月好，那你与我自然是同路人。你倒是说说，朕该如何做？为何月月想自己变强大？是因为宫内的风波让月月觉得她和秦贵妃的性质是一样的？嘘，小妹妹，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啦？朕明白了，是朕错了。看来皇上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你对月月，向某认为是不一样的。多谢提醒，向师傅也是对月月这般上心，让朕有些自愧不如啊。若是这北疆的战事能够取消，朕自然不比向师傅差。皇上，鄙人不是不想管国家大事，只不过需要新的血液罢了。西冥王当真不错。这是哪里啊？月月，我以后也会多去照看，毕竟月月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女儿。月月是我的徒儿，自然关心。屏风处的2个小人儿全都听到了。原来他之前费了这么多的心思，以为小妹妹会像他一样可怜，小丑竟是他自己。人家小妹妹哪里会比他可怜了？有个皇帝爹爹这么爱他，还有个战神师傅这么宠他。小公主可是身体有不适，怎么去了这么久？我便秘，拉着小阿云等我一起出来的。暖冬姑姑，我要睡午觉了。月月，我以后也会多去照看，毕竟月月是我的女儿，不是你的女儿。月月是我的徒儿，自然关心。秦贵妃，向大将军，好久未见。小影子，这御书房是拿来当茶会了吗？皇上说笑了，妾身来只是想与皇上商讨小公主周岁宴的事。讲。皇上，您觉得如何？除了宴会应该用男女宾同坐，其他的都准了。臣妾知道了。去，阿兰，把甄嬷嬷叫来，本宫有事问她。贵妃娘娘，请您饶了老奴吧，是老奴该死。谁说本宫是责罚你的？不过你既然擅自针对小公主，确实该死。娘娘饶命啊！你说说，小公主是什么样的小女娃？小公主简直是不合规矩呢，顽劣不堪。闭嘴！本宫是问小公主日常喜欢做什么，有什么喜欢的？老奴只知小公主早晨会去练武，好像还有一个师傅。其他时候呢，小公主午睡后喜欢去御花园。老奴正是在御花园的路上与暖冬他们碰面的。行了，你退下吧。阿兰，今日傍晚去看望小公主。小公主醒了，吃水果呀，追秋姐姐一起吃呀。阿云，要是北方真的要战乱了，你爹爹很有可能会去那边打仗呢。你确定不回去陪陪你爹吗？可是我爹爹不想见我。真的吗？我怎么不信呢？嗨，我批准你放假了，还是回去看看吧。啊，你别说了，我决定了，我去找尹公公，派人送你回家。尹公公，你快去派人送赵熙云回家吧。小公主是不想看到赵小公子了，还是小公子欺负您了？哎呀，不是的，就是爹爹现在忙，只能请你帮忙了。阿云想他的家人了，我才给他放假的。
冯骥，你说说，你查的军粮去哪儿了？请皇上治罪，臣无能未查出军粮哪里不对。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把这百姓慌乱、粮食涨价的问题解决。是，臣定不负皇上的期望。3日后，朕要看到结果。师傅，就这样念，我也好看。好。我自比寒气，里头花凉不停流起，从清寒到明清。秦贵妃来了，秦贵妃前来看望小公主了。多谢阿兰姐姐提醒。这个人暂时不能得罪，好好相处。就算针对你，你也得忍着，不能给爹爹添乱。要是他得罪我，看我以后怎么报仇！哼！见过贵妃娘娘，这便是小公主吧？小月月住的地方好生温馨啊。小月月长得可爱的紧，让秦母妃看着都好生欢喜呢。这个阿姨长得好看，为什么身上的熏香这么熏人？为什么还有口臭呢？好难闻啊！人好看，香品不太好。秦贵妃也好看的紧，小月月的嘴真甜呐。秦母妃过来是给你瞧瞧周岁宴的衣着首饰，你看看喜不喜欢呢？月月都喜欢，谢谢秦贵妃。只要这孩子能在她的膝下，所有恩宠与后宫的地位都会是她的。小月月喜欢，母妃心里也欢喜。对了，这儿还有些母妃亲手做的点心，你可要尝尝啊。贵妃娘娘，月月可以晚点再吃吗？月月的意思是，月月要吃晚膳，不然长不高高。小月月真懂事儿啊，不会贪嘴。小月月要好好吃饭饭，长高高哦。哼，真是不识好歹，杨儿不得无礼。哼，这个小哥哥好像不喜欢月月。他已经找到在秦贵妃面前做个乖宝宝的规律了，卖萌撒娇呗。小月月别难过，这是你的二哥哥玄杨儿。杨儿，你今天太让母妃失望了。母妃现在是当今最得宠的妃子，何须怕一个小公主？杨儿，母妃就是偏心，父皇也偏心。二皇子，罢了，让他去吧。哎，这么晚了，还在加班吗？当皇帝果然好累啊，要不还是去探望一下？毕竟现在能抱抱大腿的只有爹爹了。那东姑姑，我去一趟御书房，你不要跟上来啦。你们在这儿等着会冷，先抱着这个小暖炉哦。小公主放心去吧，我和知秋不会冷的。嘘，害羞害羞。月月，这是做什么？爹爹，你做你的事情吧，我坐在这儿陪着爹爹。好。我们深情的对望。爹爹，怎么啦？没事。皇上，冯首府求见。宣。爹爹，我是不是该走了？不要，月月想怎样陪着爹爹就怎样陪着爹爹。见过皇上。你起来嘛！没听到小公主叫你起来吗？谢过小公主，谢过皇上。长话短说，回皇上，臣是来汇报情况的。臣把自家的20几家粮食铺都拉低价格贩卖，以至于其他商铺也跟着降价，阻断了粮食上涨问题。至于战事，我让兵部尚书写了通告，基本已经安稳人心了。冯首府当真好能耐啊！我自比寒气。爹爹，当首府这么有钱的吗？20几家的铺子哎！玄月月也想赚钱，也想开铺子，先开个医药铺，再开一个火锅店，再来个美容店，岂不美哉？月月乖，
当首辅能不能有钱，爹爹不知道，反正我们家不缺钱。回皇上，这些铺子只是前妻留下的嫁妆，交给我打理了而已。行了，朕也没问你，你急什么？没什么事的话，赶紧去解决军粮的问题，可以滚了。爹爹，看来你很讨厌这个首辅啊。月月觉得这个人如何？老奸巨猾，不对，他也不太聪明的样子，反正不像是个好人。皇上，赵大将军和西明王来了。皇上，边关调查的结果还要等个半个月，这个也太慢了，到时候可就来不。急什么急？赵律，你还是那般不沉稳。西明王，你说说。回皇上，臣等收到边关消息，说查处这些需耗费大量时间，因而可能是在公主生辰的时间左右才能收到消息。尚可，若是那个时候才知晓，岂不是太晚了？做两手准备。所以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个无用的消息？皇上，项大将军根本不肯回战场啊！北楚国不可能一直依赖于一个大将军。如果真的打起来，放心，不是你上阵。西明王可是项羽之最看好的下一任。那我岂不是白给阿云放假了？既然如此，传明日便让阿云回到小公主身边。没别的事，你们就退下吧。Let's go。爹爹辛苦了，月月也要回去乖乖睡觉了。好，月月要做个好梦啊。爹爹也要乖乖的好好休息。好，听月月的，我让尹公公送你回去吧。不要，我要漂亮大哥哥送。走吧，漂亮大哥哥，你送我回振华殿吧。暖冬姑姑，你们先回去吧，暖炉你们用就够啦。漂亮大哥哥，我们去逛一圈再回去，好不好呀？好。大哥哥，你一个人带头去边关的话，你不害怕吗？不怕，就算怕，你会有办法吗？沈梦离看着眼前的小家伙，这小家伙是在担忧自己吗？你很厉害。要是你害怕的话，我可以让赵叔叔陪你，他有经验。还有，这样阿云也就没有白回去啦。最简单的思路，透露着魔鬼的想法。赵律听了可能会直接吐血。不过大哥哥，你得平安回来啊，不然姑姑可是会很难过的。姑姑她一个人。不会的。还有啊，在你父皇面前还是叫我小王叔。怎么我的姐姐你叫她姑姑，又叫我哥哥，岂不是乱了辈分？我才不要叫你叔叔呢，这么好的人才不是我叔叔。为何？我就是喜欢漂亮的大哥哥。哼，这小家伙说的话总是惊人，小小年纪哪里知道什么是喜欢。等等我，皇叔，等等我呀！沈梦离停顿下来，转过身，等着小家伙追上来。他刚刚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明明之前一直对他叫着漂亮大哥哥，甚至还有些好听。他刚刚确实叫他叔叔了。皇叔，对不起。好了，别哭了，是皇叔不好。皇叔要抱抱。是皇叔不对，对不起。皇叔叫什么名字呀？沈梦离。哦，真好听啊。哎，为什么不是姓玄呀？那皇叔，你也会像师傅那样飞起来吗？自然是会的。那作为补偿，皇叔带我飞一遍，飞回振华殿吧。好，现在回去吗？不要，我想问姑姑怎么样了，能不能叫她进宫看看我呀？我好想她。主子，是我。何事？说吧，小孩子罢了。凤影楼有人要郡主的命，有人接了。为了避免引起怀疑，掌柜的接了。好，就这样晾着吧。是。皇叔，我们回去了吧？外的酒家传来电话皇叔，你放心，刚才的事情我会给你保密的。回去乖乖睡觉。哇，皇叔真厉害，看来不用担心皇叔了。小公主到，开始入宾客。
最先进来的是冯首府。北楚国首府冯骥，携妻李霞曼，女冯玉宁、冯玉洁参宴。见过皇上，见过小公主。直接呈上来吧。这是一朵琉璃所做的莲花，寓意小公主人如莲，将来亭亭玉立。琉璃寓意富贵而又令人敬仰。南国太子蓝诗锦，携长子蓝玄义参宴。玄月月是根本没有想到南国人会来。暖冬姑姑说过，自己的亲生母亲曾经可是南国的公主。这样一想，南国人来可能还真是冲着自己来的。哎，都没有带个下属，这也算是外国人参加国家级宴会吧。见过天安帝、天下公主，祝小公主周岁安康、平安喜乐。南国太子别来无恙啊！上次见面是我送三妹妹出嫁北楚国，月月招待尊贵的远客，要过关行礼。哦，见过南国太子和小太子。月月不必见外，叫舅舅。还有我，叫我表哥。舅舅、表哥，你们安好啊？月月真乖，我们南国为你准备的礼物可是非常珍贵的哟。不过礼物还在路上，要等到别人都送完后再给你哦。后面的人陆陆续续的前来送礼，基本上都是珍宝，有长命锁、玉佩、珠宝。心中想着，要是这些拿出去变卖，应该可以有不小的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可以用来开医馆、开火锅店、开美容店，然后钱生钱，无穷尽也。妙啊！皇叔、姑姑，你们来啦！舅舅、表哥、皇叔、姑姑，等一下，为啥这些好看的人都是自己的亲戚啊？嘤，月月，姑姑想死你了。月月也想姑姑。哎，师傅，你也来啦？之前徒弟让他参加，他一直拒绝。现在好了，打脸打得啪啪响，谁让他放心不下那个小丫头呢？项将军来了便来了，无需躲藏。有妖气。这是本宫加上爽口的果肉，在地下冷冻库保存，得以能够在冬日品尝到夏季的蜜桃之味。这不就相当于现代的蜜桃乌龙？这秦贵妃还挺会玩些花样啊！小公主，请慢用。师傅，这个可是秦贵妃家乡的特产呢，您喝酒喝不到，你也尝尝。小公主真懂事啊！林妃心中暗道不妙，身体有些按捺不住，想去阻止，被发现了毒，也查不了是你下的呀。幸好萧玉居拿起了碗，闻了闻，眉头微蹙，什么人这般狠毒？不仅仅是草木的毒，还有毒蛇的剧毒。哎呀，师傅，对不起，我的手不小心划了。无碍，徒儿没受伤就好。那臣妾再让工人们准备一碗。那就麻烦贵妃娘娘啦。去，再下一次毒！你怕不是疯了？这小蹄子都已经发现了，你还故技重施？你当我傻吗？秦贵妃没害成，小公主还活着，你今天做到什么了？于是林妃开始了故技重施，母妃差点害死了小妹妹，现在没得逞，还想要再来一遍。正当玄阳义想要冲出去阻止玄月月喝的时候，小太监毒倒了。这桃汁有毒！快来人！快来人啊！玄月月满脸淡定，看了一眼自己淡定的师傅。秦贵妃呆愣在原地，她想到过林妃这些人会在宴会上做手脚，谁知竟敢对小公主做手脚，她也是千防难防。看来是端菜的人被收买了。玄阳儿深知母妃不会做这样的蠢事，有人想害母妃。杨儿，待会儿你不要说话，母妃可能必定得遭一趟罪了。秦贵妃，你好大的胆子！秦贵妃，你怎么这般狠毒？小公主得罪你什么了？可怜的小公主。玄阳义一言不发，他知道真相，但是他不敢说，他不想害死自己的母妃，自己最骄傲的东西成为了自己的毒药。某些人当真是好手段啊！来人，将秦贵妃关押地牢。玄阳儿呆愣在原地，自己要失去母妃了吗？玄天为恨不得立即处决了想害自家小团子的人。父皇，且慢，先让秦贵妃主持完宴会吧。月月不想宴会这般糟糕，但是觉得有些奇怪，秦贵妃的面部表情不似是干了很毒的坏事被抓之后的表情，而且她为何不为自己辩解？玄阳儿感激地看着玄月月，或许这个小妹妹还不错。好，那就让秦贵妃为小公主试毒吧。蓝诗婷和蓝玄义已经是满脸愤怒，这些人就这么想害月月吗？对了，舅舅表哥，你们南国带来的礼物到底是什么呀？各位大人，且等待一下，本宫的礼物马上就到了。蓝玄义心中好笑，默念着待会出来了，你们可别吓着。
时针到，抓周即时到。玄月月是知道抓周的，虽然他们都是让他随意抓一个，白给你的，为啥只能选一个？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好，全都是月月的。小公主自然是未来可期，福气美满。小公主未来可期，福气美满。这些人还可以这样祝福拍马屁。看来还未到祭祀的时辰，本宫先献上南国的大礼了。这会是什么？看起来挺吓人，说不定他还真的喜欢。各位猜想的没错，这正是南国的虎兵。看来南国是交出了诚心来祝福公主的。天安帝果真好眼力，此虎不仅仅在别的国家少见，在南国也同样少见。不过南国太子如何能确保这野兽能够在北楚国也同样听话呢？你们且放心，此虎会听令于天下公主，毕竟小公主也有南国皇族的血脉。舅舅，我想看是什么样的家伙。月月别急，你先过来一下。月月，你不怕吗？这可是一只几口就把你给吞掉的老虎，我怕的话，你们送来干嘛？你们敢送，说明就是肯定不会伤害我的呗。表哥，月月不怕的哟。月月，你伸手轻轻抚摸下它，让它熟悉熟悉你。哇，是白色的毛皮，是白虎。白虎不屑地偏过头，哼，没见过世面的小屁孩。玄月月听到了，还听懂了。舅舅，他看不起我。不要紧，他会听你的话的。你好呀，大白虎，以后我是你的主人。白虎发出了舒服的咕噜声。以后这是你主人，一切听命于他了。就这个小不点，哼，你看不起我没关系，一顿饱和顿顿饱，你总能分得清吧？伤了我，你可就没命了哟。白虎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个小不点极其危险。于是乎，在蓝氏父子都还很懵逼的状态下，白虎已经开始对小奶团各种蹭手手讨好了。这当真听小公主的话了？父皇，月月想把小白养在振华殿，小白可乖了。天安帝，小公主已经驯服了这头白虎了，尚且放心。万一呢？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先把这虎收着吧。祭祀时辰到，祝月月平安喜乐，生辰快乐。月月，谢谢爹爹。什么东西爆炸了吗？发生了什么？会有人受伤吗？啊！杨儿，杨儿！林飞和尤平，你看看我看看你，他们确实想过在祭祀上动手，但是最后否定了这样的决策。不过二皇子死了，自己的儿子不就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不过这是谁做的呢？爹爹，放我出来！向月之走上前去，准备查看受伤最重的玄阳儿的情况。师傅，你快点，他再不止血就要死了。所有人都傻愣愣的，有些慌。这个孩子可能没救了。秦贵妃也听到了，整个人瘫坐在地，也不挣扎了。玄月月沉思着，对了，御花园的软藤条是空心的，韧性柔软度正好。来，你们赶紧去御花园扯几10根软藤条，越快越好。你快去准备有木塞的瓶子，还有你赶紧去拿木塞和木桶，还有你赶紧去拿高浓度的酒，还有针线。向月之不知自家徒儿要做什么，你们再给我跑快点，快！师傅，你先按着，如果他呼吸不畅，赶紧跟我说。沈梦离带着一行人检查着。皇上，是祭祀用的大瓷器，因为里面含有少量火药而炸爆裂。由于祭祀时用的香燃烧殆尽时，火花掉落进入，直接引燃瓷器内的火药，瓷器炸裂。这就是一起谋杀案，背后的人想杀的是谁？难道就真的是要杀二皇子？皇子们的争斗已经开始了吗？一群人暗暗猜测着。听到了沈梦离的推断结果之后，满脸恨意，眼泪根本就止不住。究竟是谁想害他的杨儿？杨儿若是死了，他该怎么办呢？恨不得是自己躺在那儿，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儿子。独自面临误会与危险时，即使是白头莫辩，他也能够淡定下来。可是自己的儿子面临危险，危及生命时，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淡定下来。玄月月仔仔细细、淡定地将空心而有弹性的藤条消毒，用木桶与木塞做了一个简单的针筒，
师傅可以松手了。向玉芝松了口气，自家小徒弟这么厉害。玄阳儿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师傅，酒和小刀，你拿藤条浸泡在酒里备用。玄月月毫不犹豫地在玄阳儿的右下胸肋处划上去。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还有这种方法通气，怎么有种他才是小徒弟的感觉？师傅，先把他挪到安全的地方，其他的待会儿再说吧。你们其他人都出去，这里不适合有太多人。月月，现在要做什么？清理瓷片，然后缝针。玄月月很头痛，因为缝合血管得用人体能够吸收的线。师傅，你还有个重大的任务，快去找杨长啊！快去！向玉芝，里面如何了？小公主让我去找杨长。沈梦离听了，直接命人就去找了。二皇子暂时无碍，不过需要今夜守着他。爹，父皇，你还是把秦贵妃放回来吧，让她照看自己的亲儿子比较放心。玄月月不是什么菩萨心肠，只不过秦贵妃看着自己儿子生死一线时，那悲戚是真情实感。作为一个母亲的情感，让玄月月的内心有些触动。好，听月月的，爹爹会给你个交代，臣会查找出此事的凶手。月月，月月，你快告诉为师，这些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好生神奇！师傅，你还要不要面子了？你可是我师傅。师傅呀，你能不能淡定一点？这些东西呢，可是我自己想的。向月之直接傻在了原地。不过徒儿，你是怎么做到那般娴熟淡定，下刀那么果断？也就当时想着救人吧。小公主，南国太子和小太子来看您了。玄月月一听，简直是救星来了。师傅再这么问下去，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编了。蓝玄义左瞧瞧，右看看，打量着小表妹的住处。向月之识趣的离开了偏殿。对了，小公主，陛下让奴才来告知您，那只白虎被陛下关在了正华殿的后院。小白好可怜啊，一直被关着，可不可以把它放出来啊？可以啊。小白被玄月月带回了偏殿，玄月月也开心极了，自己养猫了。小团子身上是有着南国皇族的秘密的。月月，舅舅来是有话和你谈谈。舅舅，我发现了，你们也会和动物说话。他早就发现了，从白虎出现的那一刻。不是和动物说话，是御兽术。月月很聪明，不过月月，这是你母妃身世的象征，也是南国皇族人的秘密。我知道了，月月会保密的。所以月月尽量不要在别人面前和白虎说话，知道吗？简单的命令也可以，当作是驯化过的老虎，这算是你与舅舅的约定哦。小表妹，皇爷爷很想见你，等你长大了，你要来南国玩呀。蓝玄义很喜欢这个小表妹，比南国皇宫内的那几个花瓶顺眼多了，而且救人的时候还有一点帅气。这么快就要走了吗？不在北楚国多玩一会儿？南国还有要事处理，以后再来看月月，等月月来南国玩哟。还有，要记得我们的秘密约定哦。小表妹，记得想表哥啊。调皮的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的看着玄月月，这就是传说中的美人 Wink 吗？玄月月看呆了，觉得时间静止了一般。哎呀，我怎么忘了这事儿？原本说去复查玄阳耳的暖冬闻声进屋，发现正在揣手的小白，有点吓人。暖冬姑姑，快陪我去一趟芳月殿。玄阳耳静静地躺在床上，秦贵妃的双眼又红又肿。贵妃娘娘，小公主来了。秦贵妃抬起头，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小奶娃。醒啦！多谢小公主救命之恩，阳儿她……秦贵妃的眼睛红得像兔子眼睛。贵妃娘娘莫要担忧，我既然救了二皇子，自然是会救到底。秦贵妃僵硬地扯出了一张笑脸，笑得比哭还要难看。你感觉怎么样？如果伤口还很疼的话，我去找太医开止疼的药。玄阳耳的眼珠子一直跟着玄月月转动。谢谢你。贵妃娘娘，我有话和您说。请说。那日下毒的人不是你吧？小公主，请您一定要救救贵妃娘娘，贵妃娘娘不会害您的，阿兰保证。你先出去。小公主，你是怎么样认为的呢？你不至于在自己主持的宴会上公然的让我毒倒，更不可能在自己最骄傲的特色饮品上动手脚。是啊，小公主说的极是，那自然是敌视你的人在里面动了手脚。皇上表面上恩宠，除了地位升高，还会换来其他人精心策划的阴谋。
小公主，我想与你做个交易。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个孩子绝对不一般。玄月月静静地观察着，这就是在深不见底的后宫内，如果她的母亲还活着，是否也是如此？母爱这个东西，当真有些奇妙。好，你要交易的内容，我自然知道。秦贵妃喜极而泣，玄阳儿的内心更加确定了，这个妹妹其实心地善良，人如其貌，美好的紧。她曾经竟然很厌恶这个妹妹。不过，既然是交易，我也要有我的利益。我帮你解决问题，但是从今往后，无论你有多受宠，你都得和父皇一样护着我。如果父皇不护着我，你也得护着我。好，她现在明白了，小公主是个有能耐的，这绝对是一条正确的路。只要能活着护着阳儿长大，她都可以。你若是敢反悔，我就有能力收了你儿子的命。秦贵妃连连点头。好了，记住我们的交易，我绝对不是善良之人。二皇子要是实在痛得受不了，记得去太医院开止疼的药。多谢小公主，我走啦，你们等着吧，等着害你们母子俩的凶手被抓出来。毕竟是漂亮大哥哥办案，他这么厉害，自然能把凶手给抓出来的。哼，反正他很相信沈梦离。爹爹，抱！尹公公抚了抚额，玄天维将小团子抱在了腿上。女儿陪着自己真好。爹爹，你休息吧，月月陪着你。看着满脸困倦的玄天维，良心发现的小团子有些心疼。玄天维抱着小团子坐在自己的龙椅上睡着了，怀里的小人儿让他多了一份安全感。在尹公公的眼皮子下，父子俩就这样睡着了。尹公公悄咪咪的去点了几个暖炉子，便安心的退出了御书房。时间静悄悄的，在父女俩香甜的睡梦里，一点一点的流逝。静谧的时光总是经不起一惊一乍。皇上，边关来消息了！玄月月被吓得一激灵，好像心率直接上升，差点从玄天维的怀里掉了下去。玄天维自然也醒了，竟然被人吵醒了，太不爽了。皇上，请您顾目。玄月月眨巴着眼睛，和玄天维一同看着书信，见自家爹爹的眉头越来越紧皱。赵律，立刻赶紧去让沈梦离过来，还有通知户部、布政司立即封锁胡人的资源出口。月乖，爹爹会让人去查的。那爹爹你去忙吧，月月回去啦。开开心心的奔着个小短腿出去了。哎，等等，赵希云呢？玄月月总觉得少了个什么，原来是少了个跟屁虫。正想着这事儿，回到偏殿就发现赵希云在偏殿门口。你怎么又回来了？哦，小公主也嫌弃我，阿云就是到处被嫌弃。什么呀？我没有嫌弃你，回来了就回来了，我带你去见小白。小白听到那边的动静，知道是小不点的主人回来了，一个猛扑，直接把玄月月扑倒在地，收起舌头上的倒刺，轻轻地舔舐着玄月月的脸。赵希云小心脏突突突的，怎么办？不行，他得保护公主，他可是小公主的贴身侍卫。阿云跑去，扯着小白的大尾巴。可恶，恶虫，有本事冲我来，不准伤害小公主！小白下手知道轻重的，白虎吃痛，转头朝着赵希云怒吼一声。赵希云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双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好啦，不生气，他只是想要保护我，才这样做的。阿云，你好勇敢啊！小公主，这是小白，我养的大猫哦，你别怕。他刚刚只是在迎接我。哦，所以他刚刚干的事儿反而是在做蠢事了。不过也谢谢你啊，阿云，你有在好好的保护我呢，贴身护卫。阿云见月月灿烂的笑容，有些不好意思的笑了笑。小白想要翻个白眼，我有这么恐怖吗？待赵希云和暖冬与小白熟悉之后，发现这白虎温顺的不得了，很听小公主的话。玄月月的脑子里满是母子俩亲情羁绊深厚的情景，再想想自己一来到这个世界，苦命的亲生母亲就没了。暖冬姑姑，我的娘亲是什么样的人啊？林妃娘娘啊，她是个极好的人，长得可好看了，有着一双和南国太子一样的蓝色眼睛。玄月月感觉自己陷入了暖冬的回忆，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回忆。现在封锁资源可能迟了，西明王，明日你便带上军队前去戍守边关。赵律深思着，至于宫内的事件，
只能交给审刑院了。西明王就要率兵前去戍守边关的消息传遍了北楚国，玄月月直接傻了。那怎么查出来是谁想要搞事情？那他的案件怎么办？他明明还是个小少年，姑姑会不会更担心自己的弟弟啊？玄天为为了让自家小奶团没有给赵希云白放假，赵律也被派去了，这个理由让自己有点想谋反。皇上，臣等惶恐，恐怕是朝廷内早有间谍。皇上，之前的消息传出，人心惶惶，民心不稳，定然是有心之人所为啊！皇上，现在封锁边关，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定是有间谍在作祟呀！胡人生性淳朴，只晓得用蛮力，确实不会心机阴谋。此次种种来看，属实有些蹊跷。不过奸细是不是在朝廷内，臣自认为是不确定的，也有可能是有人在为胡人指点。何爱卿所言极是，你们其他人又是怎么断定朝廷内有内奸的？给朕说说。随后，一群大臣齐齐看向了冯骥。好家伙，看来首辅的职位是被人给盯上了。冯骥只觉得全身冰凉，那一双双眼睛宛如锋利的刀，正对着自己。皇上冤枉啊！臣绝无二心。皇上，内忧必定是大患，臣认为先待首辅软禁观察，其余的且看发展结果。尚可。京城高高的城墙上，玄天为居高临下，老弟慢走不送。沈梦离听到自家亲姐的声音，差点一个踉跄。看来亲姐还是你亲姐，她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姑姑的担忧呢？月月，太好了，终于没有人管我了。这是亲姐吗？你们怎么了？姑姑，我一个1岁小孩都知道，戍守边关是极有可能上战场的。对啊，我知道啊。玄月月原本很担心姑姑会难过，所以特意和沈梦如一起去送行，哪知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皇叔，小家伙。沈梦离看着眼前的小家伙，心里想着自己回来的时候，这小家伙是不是都长大了？这小家伙长大了必定好看。皇叔，你要平安回来哟，月月会每天都想你的。小皇叔在边关守护着北楚国，守护着月月。玄月月笑得灿烂，但是心里莫名的有些酸楚。他也算是在守护着这小家伙呢，心里莫名的软了起来。赵希云正在与自家爹爹道别，强忍着眼泪，满脸不舍地看着自家爹。虽然爹爹对他不太好，但是还是很担心。玄天为看着自家女儿，怎么就这么稀罕沈梦离呢？没看到你亲爹正在上面看着你吗？玄天为有点酸了。沈梦如根本不担心沈梦离，因为他的弟弟足够强悍。月月，你今天都没看到爹爹。满脸的委屈。爹爹，今日是去送别，城门口的将士们才是大家的关注点啊。玄月月眨巴着眼睛，更何况爹爹在这么高的地方，月月自然不会仰着头看城楼上有什么，爹爹已经被高度缩小啦。吧唧一口安慰着吃醋的老父亲。沈梦离那小子是不可能像他这样得到月月的安慰的。往后的日子里，玄月月一边认真的跟着师父学习，一边等待着审查宫宴事件的结果，时不时也会去方月殿看看玄阳耳的恢复情况。小白喜欢挨着偏殿的暖炉睡觉，玄月月时不时的逗逗大猫。小白，不要在暖炉旁边睡了，你看看你这一块皮毛都焦成黄色了。小公主，南国来信了。娘娘还在的时候都是3个月一次信。哎，居然是表哥来信。太后，南国的太后薨了，那应该是她的外祖母吧？暖冬姑姑，南国的太后是什么样的人啊？太后嘛，南国的太后是个极其慈祥的老人呢。那北楚的太后呢？这个奴婢也没有听说过。小白，玄天为刚下朝，便往偏殿赶去。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自己的月月了，已经整整1天没有看到自家的小奶团了。见过皇上。面色苦恼的小团子看着自家爹爹进来了。月月，怎么了？
爹爹，怎么还没有破案啊？他最近可闷了，除了学习，逗猫猫就无事可做，漂亮大哥哥的消息也不知啊。这日子，月月莫要着急，爹爹一定会找到背后的人。对了，爹爹，南国的太后薨了。玄天维听到太后这一词，脸色立马变得有些难看。月月，你想见皇奶奶吗？没有啊，就是南国小太子给我来信了，就说了太后的事。虽然他渴望亲情，但也不至于傻乎乎的去热脸贴冷屁股。北楚的皇太后正在皇家别院养老呢，那里适合养老。玄月月总觉得不对劲，但也不想深思。爹爹，那任的桃枝你还留着吗？自然留着，以便查案。那我要去查案。好，月月想去便去，爹爹这就带你去。爹爹，等一下，要带上小白，还有阿云。不是吧，不是吧，这么多天了才想起来把我弄丢了。玄天维抱着小团子，带着一威武的白虎出发了。小白懒洋洋的跟着这父女俩，有些莫名。查个案，带他去做什么呀？恭迎皇上，小公主。玄月月打量着眼前为首的人，左眼有着一块极大的伤疤，恐怖极了。小公主莫怕，是臣不该露出伤疤的。我又没怕，曹叔叔，你的伤疤很好看。谢过小公主的夸奖，不知皇上亲驾是？我来查案呀。你们先说说，现在查得如何？是，目前御厨房内并未搜取到毒药，而且御厨们都说上菜前都有试毒，因而推断出极有可能是送来的路上下毒的。可是第一次的饮品毒是在粉末中，所以试毒的小太监并无中毒表现。玄天维瞬间皱起了眉头，看来这次的事件有些复杂。这也证明了，如皇上所说的，不是秦贵妃下毒。爹爹，我打碎的碎片还有吗？当时有没有人离开了现场？当时并未有人离场，不过端菜的宫女儿倒是来来往往。小白打着哈欠，却被一股火药消食的味道吸引住了。快！小白，你做什么？别吓到曹叔叔了。玄月月眸子一亮，曹叔叔，你把当日的用具给我看看。曹胜便带着玄月月进去了，小白也默默跟着玄月月。小白，给你闻闻，这是把它当成犬来用了吗？不过这里面确实混合着几个人的气息。你带我去这东西可能经过的几个地方吧。一行人便开始在皇宫内奔波着。首先，御厨房，小白找出了端出桃汁的御厨。尹公公，让人问问这是谁，就这么走了。爹爹，这都好几天了。玄月月满脸失望。皇上，这些宫女都说这个人名旭儿，有个浑身赌债的弟弟。让住这里的宫女进来，朕问你们，这个旭儿可有和其他宫女接触过？能说出线索的人，重重有赏。皇上，奴婢有一晚起夜，见到旭儿正在外面和谁说话。继续。那个人，奴婢没有看清，不知。该说的就说完，不然直接斩了。奴婢偷听了一段话，他一直谢那个人，好像叫那人会救姐姐。曹生，赶紧去查这个会救。好吧，曹生叔叔，你要加油哦，我等着你的消息呢。爹爹，那日瓷器炸裂也是同一个人吗？月月不用担心。好吧，不担心就不担心，但是你都快要担忧死了，这很明显哎，亲爱的爹爹。曹生，冯首府那儿有什么发现吗？回皇上，臣在首府的暗格内发现了与胡人的来信，昨日才发现书房内有暗格，正准备向皇上汇报。爹爹，首府为什么要叛国呢？这对他有好处？玄天维冷冷笑着，是啊，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莫不是胡人能帮他做皇帝不成？按照法律办事吧。等等，你们先去审讯冯骥。玄月月总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可是他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不出2个时辰，首府叛国一事轰动了京城，冯家大大小小皆入狱。项羽之听闻，直接杀到了御书房。冯家大小姐，可否保他一命？这个男人一点都没有变，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权与利，现在为了那个女人的女儿，竟然如此走一遭。若是月月无辜被牵连，你也会放任不管吗？月月是我的女儿，不会受牵连。冯玉宁不会因为你斩杀了他爹而记恨你的。朕知道
你答应这一个要求。玄天为心中暗爽，终于有一回能够压制在他的头上了。你说，朕要你随时保护好月月的安全，不用你说我也会。朕说的是随时。向玉芝瞪大了眼睛，与玄天为互相瞪着。他这是被坑了吗？所以每天都要住进宫里？行了行了，我会保护好你的宝贝女儿的。两个男妈妈再一次达成协议。玄月月回到振华殿，小小一只趴在小白的身上，快要睡着了。明明今天查案很顺利，为什么总觉得思绪很乱？小不点，我有事跟你讲。怎么了啊？曹胜的身上有消食味，不过想想曹胜是查案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小白急了，得去告诉爹爹。玄月月有着不好的预感，曹胜这个人伤疤让他看起来面色不善，但是他不会以貌取人。哎呦，徒儿，你跑那么急做甚？哎，师傅，你怎么来了？为师从现在起在宫内负责你的安全。哦，师傅，我要去找我爹。找他做甚？向玉芝想来就有点气，急事，玄月月直接就跑走了。很深情的对望，不是有但你爹爹，这一叫把尹公公吓得差点魂都飞了。月月，怎么了？爹爹，急事！刚刚跑得太急了，肉嘟嘟的小脸蛋泛着红皇上又来了边关急报，有种不好的预感。胡人称北楚言而无信，边疆对经商封锁不满，故行报而乱之。玄月月眨巴着眼睛，他还记得爹爹之前下令封锁的时候，他也在。难不成爹爹中计了？朕知道了，让沈梦离继续镇守边关，战术下达则与胡人一战。玄天为不想让战争爆发，可是心里没有办法。月月，你有什么急事？爹爹，有人在使诈。怎的？如此认真的话语，听着有些可爱。爹爹，差点忘了大事。爹爹，你要注意一下曹胜。月月说说为何？因为他身上有股味儿，就是那天爆炸过后的味儿，你懂了吧？我就不信你还不懂。可能是因为他调查了瓷器炸裂的事件而留下的。玄月月想打人，可是怎么这么大？那天炸裂的味道都没有这么大。爹爹，你好笨！自家小团子这都发现了，自己竟然没有发现，一切都这么巧吗？爹爹，为什么之前你那么信任曹胜啊？为什么？因为他以为给了一个被逼进绝路的人一个被认可的机会，所以他以为是他在利用曹胜，反而是曹胜在利用自己。见自家爹爹的眼神有些可怕，玄月月觉得自己说错话了。爹爹，你快对比一下那个手抚的书信的字迹，只觉得自己还没有女儿那般灵敏，自己最近越来越糊涂了。小引子，去把何子义叫来。玄月月有些困，又有些心疼自家爹爹，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的大事要处理，好像除夕又快要到了，所以除夕又会像之前那般吗？向玉芝一直在外面等着，一点儿也不想见那狗皇帝。边关到底怎么了？师父，爹爹中计了。狗皇帝不是利用威胁我，用的挺精的吗？怎么还中计了？胡人应该是与某些狡诈的人合作了。曹胜有这么狡诈吗？你可知曹胜是被谁逼进绝路？太后。太后？怎么又和太后有关系了？爹爹，你和太后的关系不和吗？向玉芝笑出了声。月月真聪明。皇帝和太后的纠葛可是北楚国的大禁忌，谁也不敢谈论，就只有这小丫头能活着在玄天为的面前问了。为什么呀？向玉芝摇了摇头，示意不要再问。难不成自家爹爹并不是太后亲生的？爹爹，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亲兄弟啊？现在爹爹的心情好像不太好，但是除了西明王，他怎么就没有见到别的王爷啊？东征王玄天征。爹爹，对不起，月月不该多说话的。不，月月，你说的对极了。东征王的存在，微弱的差点让人遗忘了他，当真能和那个男人有关系。不过他竟敢叛国。
皇上，何大人来了。何爱卿来得正好。玄天维拿出了成交的书信。这是曹胜查出来的冯骥与胡人的书信，朕要你对比一下书信字迹是否是真实的。原本面无表情的他皱起了眉头。玄月月看得起劲，这就是一身傲骨的书生人吗？皇上，这里冯首府习惯连笔，连笔顺畅自然，而书信里的连笔可以看出是故意模仿。冯骥被人冤枉了，身为帝王，又该如何给百姓一个交代？我就知道冯骥那贼人怎么可能有这个胆儿做这种事。冯玉宁，你可以放出来了。师傅，冯玉宁是谁啊？向玉芝瘪了瘪嘴，没有心情回答自家徒儿的问题。玄天维觉得这几日的事情有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玄天征，幕后之人真的是他吗？玄天维突然陷入了回忆。阿征，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有弱点。都怪你，玄天维，我恨你，玄天维，总有一天会让你失去最珍贵的人。项羽之，你帮我保护好月儿。项羽之看着从恍惚当中幡然醒悟的玄天维，点了点头。幕后之人想要对月月下手，所以他又变成了别人的猎物，爹爹的宠爱。他怎么感觉自己有点受不起了？能不能让他过上普普通通宁静的小日子呢？殷公公让暗卫们去查东洛城东征王有什么动静，到底是不是他，还是个猜测。月月，你和项师傅回振华殿吧。还未来得及答复，便被项玉之带出去了。玄天维并没有打算放出冯骥，将计就计。曹胜接下来要做什么，可是重大的线索。自从项玉之无时无刻和玄月月一起之后，玄月月开始打起设计制造的主意了。项玉之根据玄月月的描述画出了设计图。妙啊，徒儿，你的小脑瓜可真厉害啊！玄月月僵硬地笑着，反正你不知道我的小脑袋瓜在想什么。小公主，是曹大人说案件有进展了。一听到曹大人这3个字，原本放松下来的氛围又变得凝重起来。这人随时都有可能对自己下手，看来自己得小心一点。走吧，我们去看看。怕啥怕？你师傅我罩着你。小白，你也跟上。曹大人，你好闲呢。向大将军，见过小公主。曹叔叔，不必多礼啊。会救这个人是有品的宫女。谢谢曹叔叔啦，麻烦你跑一趟。小公主客气了，这些机密，臣实在有些不放心其他人来，便来了。说完，曹胜便准备转身离开。知秋姐姐，麻烦去告知一下我爹，让他不要动尤平等人。小白打了个哈欠，那个人的身上还是有很重的硝石味，难不成某个角落还会藏有火药？小白，走，排查去。月月，你这是去哪儿啊？排雷。驾！还不快给我爬走！驾！一男童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大皇子饶命啊！奴才的腿真的受不了了！大皇子饶命啊！没用的玩意儿！玄阳义很不满，直接一鞭子往小太监的身上抽下去。这个熊孩子他还记得，就是差点要掐死他的那个，必须得给他颜色看看。捡起了一块小石子，注入内力，瞄准目标，砰！哎呦，是谁？是谁这么大胆？你再不出来，老子就把你给宰了！玄月月有了个主意，拍了拍小白的屁股，伴随着一声兽吼，一头白虎冲了出去。啊！你不要过来，我可是会功夫的。幸好没有吓尿，不然多污染环境啊！小白，吼他！来人啊！救命啊！切，这就吓哭了。
外面一行的侍卫听到了大皇子的呼救，是小公主的白虎。小白，回来吧。小白乖乖地蹭了蹭玄月月的小肉腿。小公主，吓死了，还以为真的要和这老虎打一架。你们都在这站着。随后满脸坏笑地看着玄阳逸。小妹妹，小妹妹差点被母妃给害死。玄阳逸有些心虚。小妹妹，你在这儿做什么呀？你不是挺喜欢让人做马吗？那当然了，我可是大皇子。哦，那我可是父皇最宠爱的小公主，我要你来做我的马。我可是大皇子，怎么可以？这样传出去会被人笑话的。我可是父皇最宠爱的小公主，你让不让骑？玄阳逸看着这凶狠的白虎，又想到被父皇罚的那日，吞了吞口水。好，这个给我。玄阳逸愣了愣，这个打起来很疼的，快点！于是乎，某个小奶团爬上了玄阳逸的背，玄阳逸艰难地爬行着。快点，这速度好慢啊！玄月月催促着，一个鞭子打在了玄阳逸的屁股上。驾！快点，快点！玄阳逸露出了痛苦面具，屁股火辣辣的疼，手掌和膝盖简直都快要废了。小妹妹，你轻点！玄月月见差不多了，停了下来。玄月月跳在了地板上。切，你看看你，还不如那个小太监。向玉之原以为是自家小徒弟真的学坏了，但是在观察完整个过程之后，才发现这小丫头是在教训大皇子。很痛吧？很痛。那你还让人这样做，你可真是个凶手。玄阳逸点着头，但听到凶手一词，连忙摇摇头。哼，别以为我不记得你以前干过的好事，你要是再敢，我就让小白咬你。小妹妹，我之前那事是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改过自新了。就这改过自新，你确定不是熊孩子？你这模样，我瞧着不像是改过自新啊，是在做更可怕的事。向玉之笑了，用熊孩子的方式来教训熊孩子。熊孩子，我最讨厌你这种熊孩子了。你要是再让我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直接让小白吃了你，不开玩笑。小妹妹，可不可以不要讨厌我呀？他很喜欢小妹妹，之前都是他混账，他多么想要和那群兄弟炫耀自家小妹妹多么可爱。你能不能搞清楚重点？你要是再这样做，我不仅仅更讨厌你，还会杀了你的。用最可爱最奶的声音说着最狠的词。小妹妹，哥哥知道了，是哥哥错了。哎，这么乖的吗？小白这么厉害的吗？这熊孩子可真不错。那你以后得乖乖听我的话。玄月月仰着小脑袋。好，小妹妹，我可不可以牵着你出去玩啊？不可以。为什么呀？你娘还想着怎么杀我呢，我躲你还来不及。玄阳逸瞬间脸就垮了下来。小妹妹，我？玄月月有些懵。你一定要小心我的母妃，她……玄阳逸还是满脸的纠结，整张脸都快要拧成一团了。我知道啊，不仅要小心她，还要小心你。这熊孩子居然还让自己小心他的亲生母妃，脑子没有坏掉吗？小妹妹，我绝对不会害你的，请你相信我一次。玄阳逸有些着急，玄月月用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玄阳逸，不是他不相信，是这个后宫里头，他可不敢相信任何人，除了暖冬和阿云，爹爹他有时候都不敢信，毕竟他是帝王。师傅，你有没有药呀？向玉芝看着面前的小团子，一脸坏笑。什么药啊？就是嘿嘿。小团子的面上笑得灿烂，向玉芝觉得这真是个小祖宗。小白，继续走，排雷去。我曾在雾中迷惘，海上流浪，跌跌又撞撞，时过贪婪，剩下涟漪。怎么了？
师傅，你知道那里面是哪里吗？玄月月仰着小脑袋。这里是电视堂，是有什么发现吗？师傅，这里面好像有东西。进去看看吧。向玉芝直接走上前去。哎，师傅都不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吗？这里面虽说每日都会有人前来打扫，这布局怎么有些变动？很明显是有人碰撞后的痕迹。小白，你找到了吗？粗壮放大版的猫爪拍了拍墙壁，竟是木板做的，而且还是空心的。在这里面吗？师傅，你快把里面的东西给弄出来了。火药。向玉芝皱着眉，随后小白又发现了些许，整个电视堂有10处装上了火药。这是想要做什么呀？炸掉电视堂？不可能这么简单吧？玄月月头一回走这么多的路，累得都快要走不动了。皇宫真的是太大了。随后一虎二人又在神圣的朝堂内也发现了火药。向玉芝踏上了屋梁，认真地清理着火药，风风火火地逛完皇宫，清理完火药，都已经快要到太阳下山了。玄月月有些疲惫，用了晚膳便趴在了床上。小白直接挨着炉子就睡了，一股毛皮烧焦的味儿直接把玄月月的瞌睡给赶跑了。小白，你的毛都焦了。玄月月不知道自己说了多少遍了，这家伙就是不听，都不在意自己的皮毛吗？这些重大发现自然得上报。师傅早上好。月月起了。师傅，昨天和我爹爹商量的如何啦？后续可能还需要借用你的白虎去查有没有火药。啥？借小白？啥？师傅早就知道是小白查到的。向玉芝有些奇怪玄月月的反应。好了，快过来练武。练武之人不可怠惰，每日都要坚持。练武人，练武魂，练武都是人吓人。没有阿云还有点无聊。算了，毕竟都快要除夕了。师傅，东征王是什么人啊？东征王啊，你还是自己问你爹吧，你爹了解的比我清楚多了。毕竟人家可是同父同母亲兄弟。哦，玄月月开始脑补了，子嗣的友谊妙啊。向玉芝看着眼前的小家伙，嘴角流出了不争气的眼泪。小脑袋瓜在想什么呢？练武要专心，要体会体内的内力游走。嘤，师傅好凶啊！师傅，你都这般年纪了，为什么你还未娶妻啊？既然自家爹爹的故事听不到，那就打听你的故事。月月，练武要专心。好吧，他不问了，啥也不是。安静了半刻钟，玄月月又开始了。师傅，那个冯玉宁小姐姐，你为何那般关注她呀？向玉芝抬起头，看着这不安分的小家伙。见师傅不说话，玄月月觉得无趣，终于开始专心练武了。月月，玄天为难得的来到了偏殿。哎，爹爹，你真的来了？你不忙吗？来看看月月。爹爹最近有没有进展啦？玄天为见自家小奶团一脸担忧。月月放心好了，爹爹不会让你出事，也不会让北楚国出事。那爹爹，油瓶还没有处理吧？月月想怎样处理它？爹爹交给月月处理，月月可以的。玄月月可兴奋了，终于有人可以给他磨一磨了。好，玄天为做好了帮自家女儿杀了油瓶的准备。谁也没有想到，这小奶包狠起来，没有他玄天为的事。师傅，药你弄好了没有啊？向玉芝笑着拿出了一个玉瓶。到现在，油瓶和惠舅都以为下毒案件铁定是秦贵妃的问题，因此都安心的过着舒坦的日子。
然而，某个小祖宗正满脸灿烂地靠近他们了。哇，暖冬姑姑，这里好多的芭蕉叶呀！暖冬笑着点了点头。小公主是想要做什么呀？她可以肯定，这里可是尤平住的地方。暖冬姑姑，那里面穿得花枝招展的妖艳人是谁啊？小公主，那位身着绿色、绯色、粉色的女子，正是我们的尤平。这个颜色搭配可以堪比东北的翠花了。会救，去，把小公主请进来。小公主殿下，我们娘娘想要请您进殿一叙。有好吃的吗？没有吃的我不去。玄月月满脸天真，心中暗道：嘿嘿，来了来了，她来了。自然是有的，小公主还喜欢吃什么？奴婢也为您准备上。玄月月二话不说，直接就跑进了殿内。看来这个尤平也不死心啊。香玉芝就静静的看着自家的徒儿表演。尤平看着小小的一团跑了进来，心中窃喜。你就是尤平啊？玄月月打量着眼前的女子，穿着的太没品了，脑袋上叮叮当当，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脑袋是个插花瓶呢。小公主来了呀，小公主想吃什么，我这就让人去准备。我要荷花酥、桂花糕、蝴蝶酥、龙须糖。这小妮子真能吃，浪费了。要下手，自然不会让这小妮子死在自己的店里。惠就端了糕点和果茶，暖冬正准备尝一块糕点试毒。暖冬姑姑，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不相信尤平娘娘呢？玄月月满脸严肃，她可不想暖冬姑姑受害。小公主快吃吧，这些可是上旭摘的糕点，味道绝对比别家的好吃。玄月月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哎，真的吗？玄月月面上全是好奇，手上拿了一块糕点，拿着反反复复的打量着。尤平有些紧张，期待着这小妮子吃下去。尤平的嘴角都快要咧到耳后根了。玄月月一个顺手，将荷花酥塞进了尤平张大的嘴里。尤平娘娘的嘴巴张这么大，一看就是很想吃。尤平还未反应过来，梗塞在了咽喉处，被憋得满脸通红。哎呀呀，暖冬姑姑，快给尤平倒杯茶。不要，那东西他可不能吃下去啊。惠就吓得有点不知所措，灌入了茶水，梗塞住的糕点总算是被冲刷入味了。尤平娘娘，你看看你这么贪嘴，都把自己给噎着了。尤平双手有些颤抖，她很想催吐。尤平娘娘，你怎么了？没事，小公主你快吃吧，我有些饱了。尤平满脸僵硬的笑容。暖冬姑姑，桂花糕好香啊，可是月月还是饱的呢，又有些不想吃了。她就是不吃，你还能咋地？尤平气得脸都黑了。尤平娘娘莫生气，月月看着你好像很喜欢呢。我才不和你抢呢。尤平脸上挂着笑，小公主若是想吃，就多吃点吧，我这儿还能买到的。你倒是吃啊。父皇说要多吃饭，少吃零食，多睡觉，不然不能长高高的。我什么时候说了？呵呵，小公主真是懂事啊，自己被这小蹄子摆了一道。玄月月就等着尤平倒下，心中一直在数数，199、200。尤平捂着肚子倒下了。太菜了吧！哎，尤平，你怎么了？哎呀呀，你看他疼得脸都白了。哎呀，暖冬姑姑，快去叫太医吧。玄月月依旧装傻，暖冬正要去。不用了，小公主，不用了。尤平颤抖着疼痛，这只是我的救急，歇会儿就没事了。玄月月点了点头，惠就松了口气。小公主，今日娘娘不太方便接待您，您看，原来是开始赶课了。玄月月见也差不多了，带着暖冬就出去了。嘿，接下来就是这对主仆的悲惨故事。娘娘，快，这是解药。尤平一口吞下了解药。我好痒，好痛啊！
师傅，你做的真不错。向玉芝已经在绘就端上糕点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解药换成了毒药。暖冬姑姑，现在去叫太医们去油瓶那儿吧。虽然你们破坏宴会时没有留下确的证据，看看现在还想要再下手的油瓶，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玄月月的心情美好极了，哼着小曲和暖冬师傅回到了偏殿。没过半个时辰，慧就被捕，油瓶在痛苦折磨当中死掉了。玄天为见油瓶死的模样，七窍流血，皮肤溃烂的不成人样，死得真好。自家月月这么厉害的吗？玄月月经历了这次的事，开始慢慢研习毒药了。向玉芝帮忙设计，托匠人制作的工具也做好了。这对师徒就在偏殿快乐地研究着自己手中的东西。尤平的死给了林飞一丝侥幸心理，如果查到是他岂不是和尤平一样？玄阳义自然知道这是小妹妹对尤平的惩罚，他有些担忧自己的母妃。边关急报，边关急报！请，西明王已经解决了军粮问题了。玄天微笑了，他就知道沈梦离是个有能耐的，只不过这一战真的是避免不了了。好，你让西明王随时注意胡人的战术，让他小心东征网以及胡人的消食。没过一会儿，玄月月也知道了漂亮大哥哥的消息。看吧，漂亮大哥哥好厉害！玄月月心里有些崇拜沈梦离，只希望漂亮大哥哥一定要平安归来。他会的。姑姑也真是的，就像个没有心的姐姐，自己还去游山玩水了，都不带上她。她也想游山玩水。暖冬姑姑，离除夕还有多久啊？小公主，还有3日便是除夕了。若是林妃娘娘还在的话，一定会陪小公主过的。暖冬又有些伤感。暖冬姑姑，北楚国的百姓在除夕会做什么呀？据说京城的百姓会举办庙会，几乎都齐聚在京城内的关童庙，迎接新春，一起烧香火，祈福新的春天。听起来好生热闹，是不是城内都是灯火通明，四处都是喜气洋洋的呀？玄月月开始想象了。月月是想过除夕？我当然想了。向玉芝笑了笑，这丫头是想和玄天为一起过吧？师傅，可不可以除夕那天带我出去玩呀？向玉芝扶额，要是你爹知道了，不把我给千刀万剐？不可以。小公主别难过，要不我们去问问皇上，说不定……好吧，向自家爹爹撒娇卖萌的路越走越远。怎么了？爹爹，月月想过除夕，你要给我压岁钱那种，嘿嘿。月月想怎么过？就像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一样过的呀。爹爹，那日晚上我们一起出宫，和老百姓一样去过呀。不可。见自家小团子难过的眼里都快要有泪花了。也不是不可以，不过你不可以到处乱跑。我哭了，我装的。爹爹最好啦。爹爹，月月知道的，到时候我们俩都装成和老百姓一样，乔装打扮一下再出宫呀。月月说的极是。就看着自家徒弟把这个狗皇帝哄得团团转，好家伙，幸好这家伙不是个妃子，亡国都可能吧。那日你要负责月月的安全，朕还会带几个暗卫。行了，皇上您忙。温馨的时刻，向玉芝永远都是多余的。爹爹，你放心，月月会多带一些防身的毒药。除夕至，沈梦离能够体会到，明明是一年当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却不能够与家人团聚。赵将军，随我去打野猪。北疆以南有一片极大的森林，沈梦离直接找到了野猪群，运着轻功躲在高树上，随后去叫人拖回去，给将士们犒劳。谢过西明王，谢过西明王。将士们，今日除夕，本王与你们共饮，共度此难关，都是保家卫国的好男儿。军营内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家人。望着天上的明月，沈梦离想到了月月，不知那个小家伙过得怎么样了。爹爹就是个骗子。且等等吧，时辰还早。大不了他自己带自家徒儿出去，他就不信他堂堂战神还能保护不了这小奶包。来了，皇上来了！爹爹，小公主慢点跑，地滑。
走吧，出宫。项羽之便跟着这父女俩出了宫。他已经许久未在京城度过除夕了，上一次在京城度过，还是灵儿与他一起。那日的华灯下，那个女子依旧那般美好。师父怎么了？项羽之，该走出来的也得走出来了。今日庙会有风铃祈福哎，快来买风铃！小师傅，我来一个。小师傅，我也要。风铃伴随着风动，发出清脆的声音，寓意美好的祝福伴随风而传向远方。玄月月睁着漂亮的眸子，觉得这些风铃的寓意真的很美，让风带着家人的思念吹向边关。爹爹，月月也想买。好，这就去买。叮铃铃的响着的风铃在玄月月的手中发出清脆的响声。怎么了？爹爹，待会儿月月也要去祭风铃，他要为漂亮大哥哥祈福。哇，是糖葫芦！爹爹，我要！月月啊，这些东西太低贱了。爹爹，我就要糖葫芦才不低贱。好。随后，项羽之的手上多了一样法宝，插满糖葫芦的木棍。项羽之想打人，他又不是下人。吉时到，迎新春。爹爹，师傅，春节快乐！红包拿来！不会吧？他们不知道红包是什么？就是压岁钱啦，长辈给后辈的压岁钱。哦。随后扒拉出一堆银两，放在玄月月的手中。怎么连个红包都没有准备啊？好重，草率了。谢谢爹爹和师傅，够了。祈福时辰到。月月要去拜吗？不用了，我们去祭风铃吧。这里的人都安安静静的为家人祈福，愿平安。哎，小公主妹妹，阿云，这是我娘亲。将军夫人好呀。妇人十分有礼，轻轻地扶了扶身子。赵丽恐怕是想念极了这个女人。小公主妹妹，你们怎么在这儿啊？她和娘亲是来为爹爹祈福的。娘亲总是偷偷哭泣，总是担心着爹爹。我当然也是来祈福的啦。还有，不要叫我小公主，要叫我月月，不可以引起别人的注意。阿云果然有点憨。玄天伟点了点头，抱着玄月月前去祭风铃。玄月月就这样骑在了自家爹爹的肩膀上，藕节般的手肘也因向上举着而露了出来。漂亮大哥哥，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回来哦。还有，千万不要伤了脸啊，不然我会伤心的。香桃。月月！项羽之一个劲儿地追着那个戴面具的人，把月月给抱走了。哎，不就是之前那个人吗？对不住了。玄月月失去了意识。这是人贩子吗？皇上，你先去和巡逻兵一起查。随后，玄天伟便离去了，带着轻功朝着皇宫的方向去了。皇上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月月？不对，这声音明显不对，难不成当真是这个人来了？可恶，自己竟然被骗了！你有什么发现？东征王，他还真敢来，真的是他掳走了月月。皇上，赶紧集结人马，围住整个京城。项羽之握紧了拳头，咬着牙，是他不好，直接让月月在自己的面前被掳走了。揉着惺忪的睡眼，玄月月看着眼前坐着的人，哎，爹爹！玄月月一个猛扑，打量着自己所抱着的人，和爹爹一模一样的五官。怎么看傻了？这是看出来了，这完全不是爹爹，爹爹都不会这样说话的。小玩意儿，过来。爹爹，你在说什么呀？原来还是没有看出来啊，还以为这小玩意儿机灵的紧，原来是个傻的。玄天征眼里瞬间就没了兴致。爹爹，这是要去哪儿啊？月月想尿尿。前面有个村子。这位叔叔，你就不能温柔点吗？玄天征笑了。爹爹，快放月月下来。我说，这位老爷，女儿还是好好抱着，莫要摔了小丫头。王爷，曹叔叔，你来了呀？
玄月月一点也不意外曹胜会来。玄天征看着手上拎着的小团子，继续演戏。老爷，还是对小姐轻柔一点吧。玄天征一手松掉，玄月月安稳落地。练过？玄月月哼了一声，偏过头不理会。京城里面都办妥了？曹胜点了点头。好。曹胜果然才是最大的奸细。老人家可否招待我们？请各位老爷进来吧，这儿呢有些破，莫要嫌弃。老人家，这是给您的。这个叔叔看起来也没有这么坏，老人一直不愿意收。老人家，麻烦您做早膳就可，我们再在这里收取一点干粮赶路。里面的人快滚出来，欠钱不说，还赖在屋子里。是隔壁陈老二，才定居不久，被这些高利贷给缠上了。哦，原来是个借钱不还的人。唉，只不过这陈老二也真够倒霉的。这位奶奶，是发生了什么事吗？这陈老二呀，买的房子，前房主是一个赌鬼，这欠的债是前房主的。小玩意儿，过来坐好。你才是玩意儿，你全家都是玩意儿。那现在那个前房主在哪儿呢？唉，一直在赌坊呢。玄月月跳下板凳，帮着老人家端上热乎乎的粥和鸡肉汤。小丫头真懂事。小玩意儿，过来坐好。玄月月做了个鬼脸，用完早膳，一行人正道别，准备离去。哎，那个坏叔叔呢？去办事了。谢过恩人，恩人呐，恩人，且慢，这是些干粮，你们带着吧。地契之事，俺真的感激不尽。玄月月一直盯着眼前和爹爹一模一样的人，这个人把他掳走了，可是他又帮了那老实人。小玩意儿，莫要盯着本王啊！你才是玩意儿，你全家都是玩意儿。我全家，那你不也是吗？那个，你说说，我们是要去哪儿啊？我又不会跑。北原。北原，胡人的地盘，不是吧？你还真的是个叛国贼？骗你的。自家爹爹并没有追上来，玄月月已经妥协了。行吧，反正暂时不会伤他。京城内，玄天为急的已经好几次掀翻案桌。玉芝，皇上，你也暂且不用担忧小公主，他们暗里不会伤害她。你到了北疆后，先去见沈梦离，把这事告知他。说不定那少年能够将月月给救回来。冯玉宁，你帮我照看着，莫要让她受了那个庶女的欺负。哎，你怎么进来的？是人类，快逃！哎，等等，我不伤害你。这个人听得懂？我听得懂。好神奇啊，头一回遇见你这样的人。我现在好无聊，你陪我说说话吧。他还饿着呢，准备去吃草。这屋子里有食物的香味呢。哎呀，这好办，我把我的食物分给你就是啦。土拨鼠正准备过去拿。停，你别过来。那个，我们近距离接触对双方都不好，我把食物放地上就是。对不起了，我不是歧视你，是真的对双方都好。你身上不会留下人类的气味，我也不会生病。小公主是在跟谁说话呢？难不成关太闷了，关出问题来了？嗨，真是可怜，对她好一点吧。还是小孩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呢？接下来的数十天里，越来越多的土拨鼠从后墙进入了小房间。玄月月也吃不了多少，这里的饭菜肉好多。玄月月都觉得自己胖了，土拨鼠们也胖了，不过只能聊天也很无聊。小一、老二，你们可不可以帮我溜出去玩啊？好的，土拨鼠小分队现在开始行动。小一、小二开始悄悄接近士兵们。拿来吧你！小一叼走了士兵身上的一串钱币。该死的，站住！你们还不来帮忙？老二开始爬上了门，正好需要磨牙的老二觉得极度舒适，没一会儿门就自己开了。快救我！玄月月赶紧冲出了门，老二便自己跳了下去。好了，玄月月自由了。你们带路啊，哪里好玩？哎，土拨鼠不应该会冬眠吗？怎么都出来蹦跶了？谁让他们一家都没有存够粮食呢？现在好了，有了大靠山，粮食不用愁了。算了，看在你们这么冷的份上，我自己走。王爷，小公主逃出去了！没用的废物！
玄月月逛了一圈，觉得疲了，唉，困了，回房间睡觉。王爷，小公主又自己回房间了。这小玩意儿还挺聪明，知道自己逃不出去。本王去看看。小小的房屋，门半开着，锁链全坏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小奶包躺在被窝里，睡得很是香甜，红扑扑的小脸蛋，微颤的长睫毛，让人不忍打扰。要不，王爷，我们下次再来。下次吧，这锁不要也罢。哎，门是半开的，今天天气真不错啊，很是爽朗。小公主醒了，这是早膳。月月歪着脑袋，眼里全是打量。小公主，是早膳不合胃口吗？啊，怎么不把我锁起来啦？王爷下的命令，我也不知道为何。你叫什么名字啊？叫我阿良就好了。玄月月已经发现了，这里根本没有一个女性，除了她，全是一群大男人。阿良啊，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些医书和药材啊？我好无聊。这个也不是不可以，我去问问王爷吧。当我没说，算了，我自己去问他。小公主，等等我。那个，玄天真也没有想到这小玩意儿会过来。哎，这个人生病了。玄月月走了过去，艰难地踮起脚尖。你没事吧，坏叔叔？玄天真看着玄月月，这小玩意儿真是可爱的想掐死。你离我远点。你生病了，得好好吃药。你们这山上都没有大夫的吗？如果大夫有用的话，怎么会没有？张嘴啊！玄天真咬牙切齿，叫你张嘴啊！你是人质，莫要忘了。你听我说，我在给你看病。看病就不必了。一个小奶娃看什么病，还未说出口，他又想到曹胜当时叙述的，这小奶娃救了濒死的二皇子。你说说，你救玄阳儿的手法怎么来的？好不容易把自家师父给忽悠了，当时救人心切，也没有想这么多的后果。唉，能怎么忽悠就忽悠吧。我是跟我师父学的，你信吗？不信。我自己想出来的。小骗子。哼，真的是我自己想到的。你不过是一个1岁的奶娃。玄天真下意识看看自己的衣服有没有弄脏，玄月月被吓到了。你没事吧？这个叔叔明明不坏，却要和爹爹作对，背上叛国的坏名声。老毛病了。你咳了多久了？割血多久了？从小便有。天生的？不可能啊，应该是小时候身体太弱了，才会染上这种病的吧？是不是渗透汁了？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何事？你帮我弄些医书给我看呗，顺便把皇宫里我的工具箱给我弄来呗。别问，问就是我知道你在皇宫内还有卧底。玄天真一脸你看我会答应你吗的表情。好吧，我还想为你治病来着。哼，要不然你把我师父拐来，救我的同时给你治病。阿爷去弄些医书，小公主还需要什么药材就补给她。谢谢你啊，坏叔叔。身为一个故事收集爱好者，竟然连一个故事都没有打听着，师父的、太后的，现在还有亲爹和这个双胞胎兄弟的，他一定要一一打听。给你，自家爹爹是个凉薄漠然的俊美男，这个双胞胎叔叔就是个邪魅的病美人。不用了，免得脏了你的帕子。快去，快把俘虏押进监狱。哎，这个士兵看起来好凶哦，要不就让他来当小白鼠。您的恶魔小公主已上线。那个叔叔。小公主有什么事儿？叔叔，你可以喝了它吗？士兵见小公主笑得很是好看，连连答应。小孩子有什么坏心眼呢？二话不说，直接喝光。谢谢叔叔。味道怎么样啊？有怪味吗？士兵怕小公主伤心。没有，很好喝，谢谢小公主。你不准骗我。没过一会儿，士兵发现不对劲了。他拉肚子了，再继续研究吧，反正也要不了人命，拉几回就行了。你好坏哟，我好喜欢。废物，还能被一个人质欺负了。走吧，是该给那小玩意儿一个教训了。身为人质，竟然如此猖狂，陷入熟睡的小奶团，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陷入了香甜的美梦。要不还是下次吧。玄天真握紧拳头，太嚣张了。一行人又回到了自己的原位。阿良，你进来一下呀。阿良端着早膳进来了。阿良，你会识字吗？我从小就跟着王爷的部队习武，但是没有学过识字。那你们这里面谁识字啊？他只知道曹大人和王爷会识字，好吧，只能去请教这两位大反派了。小公主真是精力旺盛呢。曹叔叔，这个字念什么呀？火麻仁、虎杏仁、白芍。这完全就是通便秘的药嘛，该问的都问了，该溜了。小玩意儿想跑？两位叔叔好像有事儿要商议，月月在这里不太好呀。你听了又能如何？王爷，你也该坚持喝药，至少可以缓和些。不能根治，喝药有何用？玄月月撅了个小嘴，最讨厌这样的患者了，不听医嘱，只会把自己的小命给丢掉。玄天真勾了勾手指，示意让玄月月过去。玄月月乖乖的过去了，谁让这是人家的地盘呢？听说你昨日把我的士兵给毒了。不就是试了一下吗？而且只是通便的药而已。你给我记住，小玩意儿，你是人质，不再是什么公主。阿野，把本王的鞭子拿来。这个坏叔叔真的要打他。曹叔叔，曹胜看着楚楚可怜的小奶团。王爷，小公主只是个孩子。玄天真瞪了一眼曹胜。小公主，你自求多福吧。阿野慢吞吞地取来了鞭子。对不起，爹爹，是月月脑子有毛病，才惹了这个坏叔叔。漂亮大哥哥，你这么厉害，怎么还没有来救我呀？还有师傅，说好的保护我呢？玄月月小肉腿开始颤抖，玄天真一甩，玄月月捂着脸，一声巨响，一旁的木柱上甩上了深深的痕迹。玄月月睁开一只眼，偷偷看眼前的情景。王爷，适可而止吧，小公主还是个孩子。坏叔叔，你等我一会儿。曹叔叔，可不可以带我下去一下？曹胜二话不说，便把玄月月抱下了血流阁。这小玩意儿倒是有趣，玄天真想着，嘴角不经意间翘起来了。你把衣服脱了。玄天真微眯着眼，满脸危险地看着玄月月。你只需要把胸膛露出来，我给你诊断。胸膛露出，岂不是等于随时毙命？他并不坏，却是爹爹的敌人。他这样做是在给爹爹捣乱，可是他也是爹爹的亲兄弟呀。你吸气，现在呼气。我有80%能够治好你，但是你得配合我。你说说，你为什么想治好我？虽然我知道这样在坑我爹，但是你也是他的亲兄弟，爹爹说不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小玩意儿，你可知你老子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人不可貌相，你自己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吗？玄天真满眼的仇恨，是他杀死了他的阿禄。坏叔叔，你讲讲，你为何这么讨厌我爹爹呀？讨厌吗？他还从未讨厌过这个哥哥，曾经有多爱，现在就有多恨。你可知你那看起来公正的爹，竟做着最魔鬼的事？这小玩意儿要是听完了，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玄天真将曾经的过往缓缓道来。先皇时期，皇后生了一对双胞胎，皇宫内是不允许双胞胎皇子的出现，更何况是嫡子。王后的夺位亦被相同的外貌混淆。皇后原本应该掐死的体弱的孩子，随后留下强壮的孩子，可是她不忍心，这都是活生生的生命。皇后秘密地将体弱的小儿子送出了宫，玄天真成了玄天维的影子。有时候皇后会牵上玄天维去看望双胞胎弟弟，兄弟二人原本都是情愿地过着自己的生活，一个在宫内拼死挣扎，一个在宫外天真烂漫的成长，只需要等玄天维登上皇位，将自己的弟弟封上王，前去较远的封地，便解决了这个问题。皇后一直等着这一天。皇后本是对小儿子是满满的愧疚，不能让他享受本该有的权利与福气。
身为玄天伟影子的玄天真，依旧学习着帝王之道，练武习文。皇后打着一手好算盘，如若玄天伟在夺位的征战当中失败，丢了性命，玄天真便可以顶替着玄天伟的位置。直到有一天，年少的他遇见了阿露，一个宫里出来的宫女，成为了他的婢女。阿露是个可人，长相清秀，天性善良，那也是他年少时懵懂的悸动。那个女子淳朴又善良，永远刻在他的心里。那个女子的笑宛如盛开的桃花，美得让人觉得时间停止了。可是玄天伟却在他面前亲手杀死了阿露，说着什么我们不能有弱点的话。身为他的影子，就该像他一般没有弱点。随后玄天伟在夺位之争中存活，其他的皇子皆死在了他的手下，唯有他这个亲兄弟存活在他的影子里，做着他最黑暗的一角的人。你今日尝试一点，看看是否会过敏。玄天真看着玄月月手中的药包，有些好笑。你试一下，没有过敏症状，继续用7日。他可不会乱吃这小玩意儿弄的东西，好心被当驴肝肺。待玄月月走后，玄天真拿起了小药包，吃了一点。你现在是人质，怎么可能你有什么要求就答应你？看吧，白来了。你要是不舒服，记得找我哦，不然谁也帮不了你。不让他试剑，那他就自己造，不就是个准头吗？阿良叔叔，可不可以帮我折一些树枝下来呀？太高了，月月够不到。阿良点了点头，便爬上树。阿良叔叔，你要小心一点。我的领地。阿良叔叔，你快下来！阿良见一影子突然攻击自己，一个飞跃平稳落地。喂，我就只是想折树枝而已。管你呢，不准进入我的领地！玄月月气鼓鼓，猴子的领地意识太强了。阿良叔叔，你不用爬树啦。玄月月爆出了自己的零嘴儿，香蕉、苹果、酥饼，猴子被引诱出来了。有妖要是你帮我弄些树枝，我就将我的食物送给你。竟然和一只猴子说话。叔叔，你们有多的礼衣吗？小公主，我们有的，7日换一次呢。这个天气，衣服也不容易干。你们可不可以拿多的礼衣给我？我帮你们重新设计。所有人都傻了，小公主这是要干什么呀？随后，一行人拿着礼衣排着队，等着小公主试准头。玄天真身体有些不适，正在找玄月月。玄天真差点被气笑了。这群士兵是被这小玩意儿收买了吗？哎呀，小公主画得真好看。玄月月有些不好意思，她就是练手。王爷，见过王爷。见到鼻尖有些许墨水的小花猫玄月月。怪叔叔，放开我，我会走路。玄天真手一松，玄月月有些没有反应过来，膝盖着地，所有人都吸了口冷气。玄月月吃疼，她才不是一摔就哭的人。玄天真看着，心里莫名的有种负罪感。士兵们拳头都握紧了，小公主太可怜了，王爷好生过分。往事多牵肠，铭心如昨，怎得世上。小玩意儿，本王吃了你的药后胃痛。啊，你刚刚说什么了？玄天真叹了口气。你没过敏就行，消化道受损是正常的。玄天真微眯着眼，盯着眼前的小团子。你放心啦，月月会给你调理的。说吧，你给我下的什么毒？所有人都吸了口凉气。你不懂，以毒攻毒，彻底放狂。解药。此药无解，除非你坚持服用完，把这病给治好了。
他就与你体内的毒气相抵消了。玄月月也不得不佩服自己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能力，不就是个青霉素吗？看来得教教你什么是人质了。你们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全部把衣服脱了，在雪地里抗寒训练。还是王爷更可怕。火影，你放过我们吧。火炎王居然有这种称号，听起来好厉害啊！这些人伤得好惨啊，怪瘆人的。玄天真满脸邪笑，这才是人质该有的样子，小玩意儿，懂了吗？玄月月抿着嘴，懂了懂了。到了晚上，小公主，是我曹胜叔叔。玄天真就站在曹胜的背后，就像个邪魅的鬼一样。不忘前生的迂回曲折，可这往事多牵扯，铭心如昨，怎的施舍？是否被人重视？把你的作案工具交出来，没收。他本是给小公主送擦伤药的，哪里知道王爷就在背后。我的伤好痛，您不要过来。小公主这么小，还是个孩子，这么善良的孩子，怎么可以吓到她？怪我喽。玄天真正准备向前走一步。王爷，咱们还是先走吧。哎，不知道小公主给王爷下毒是不是真的？我怎么觉得不是真的？小公主那般可爱纯真，人不可貌相。你看咱们王爷那般恐怖，实则对我们不错。沈梦离嘴角抽了抽，我操，无情！你懂个屁！我看呐，小公主就是被咱们王爷给逼的这样做的。小公主还是王爷的亲侄女呢，王爷竟然狠心吓唬小公主，不是把小公主给逼急了吗？沈梦离心中有些好笑，这小家伙是把这些士兵都收服的差不多了吗？也是，不过我觉得小公主帮我画的礼衣比你的好看，要不要换啊？10串铜币来换。你都说我的好看了，还换个屁啊！小家伙，这是做了些什么事啊？沈梦离的直觉告诉他，小家伙就在这里。借着月光，小小的屋子的门并未上锁。沈梦离悄悄地进了屋子，小家伙正在被窝内做着香甜的梦，嫩嘟嘟的小嘴唇时不时地抿一下。可这坏叔叔，我是不会给你没收的。哎，怎么好像还在做梦？竟然梦到了漂亮大哥哥。好的，还在做梦，继续睡。沈梦离有些忍俊不禁，这个小迷糊，用手戳了戳小肉脸，他很困哎。哎呀，坏叔叔，不要碰我！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猛地一睁眼，哎，小家伙，皇叔，走吧，离开这里。满满的安全感啊！等一下，他就要离开这儿了。皇叔，我的宝贝箱子要带走。沈梦离有些无语，你已经变得很沉了，真怕带不出去你不说，还把自己给搭进去了。玄月月看了看眼前迟迟不回应的美人，人家能来救你都不错了。好吧，皇叔，我们走吧。小公主，小公主，你在哪儿啊？阿良慌了。玄天真收到消息之后，只是冷冷地笑了笑，看来还是有些有能耐的人啊。啊，好像昨天还骗了那个坏叔叔说自己没了他就会死，那岂不是这个坏叔叔快急坏了？他要是再继续在这待着，会给漂亮大哥哥和边关将士们带来很大的麻烦。不行，他自己回去。他也不想回去，为了少这些折腾，还是回去吧。哦，王爷，小公主自己回来了。
何？お前はもう死んでいる。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太难了。搞错了，再来。如影，你好呀，可不可以带我回昨天那里啊？主人还要骑着它上战场呢。那个，我跟你讲。突然觉得这个人类幼崽说的没毛病，他继续留在这儿，才是会给主人带来最大的麻烦。我让其他空闲的马带你去，我会告诉他路线。玄月月打量着一路的风景，真是高原的美景啊！云卷云舒，风儿吹动着草地，背后圣洁的雪山在阳光下泛着光，果然是别是一番风景啊！啊，阿野叔叔，正好带我回去吧。所有人都傻了，这算什么事儿啊？你们是有别的事吗？所有士兵都摇了摇头。那我们回去啊。一群士兵心情复杂的带着小团子回去了。嘿嘿，你们也懒得跑一趟啦。士兵们沉默不语，他们都互相说好了，就故意放小公主走，回去大不了就是被王爷一顿罚。谁知道小公主自己回来了，难不成小公主有某个特殊癖好？报！小公主自己回来了，意不意外？我太难了。皇叔，我回，时机未到，到后再接。不知这小家伙脑子里想的什么，自己回去做人质，也没有见过这么乖巧的人质了。小玩意儿，酸奶吃完了，还有吗？玄月月还有些懵，他可是发酵了这么多的酸奶。多做点儿。玄天真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的鼻尖。我跟你说过，这个是用来调理肠胃的，不可以几下就吃完了。小大人玄月月开始了碎碎念，这个要等几天才能够吃上呢。你要是胃疼、窜稀，可别找我哟。玄月月扬起小脑袋，满脸的骄傲。士兵们都傻了，原本是怕王爷又去吓唬小公主，结果完全是小公主把王爷压得死死的。你别过来，我害怕。王爷，您还是先回去吧，莫要为难小孩子。虽然小公主是装的，但是还是会于心不忍。玄天真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肺部好像不似之前那般难受，看来这小玩意儿很厉害。玄月月无聊的在屋门口堆了好几个雪人，虽然自己说时机未到，但是真正的时机玄月月她也不知道，反正漂亮大哥哥一定是知道的。半月余过去了，玄月月很满意，坏叔叔是个乖乖听话的患者，玄天真却完全迷上了酸奶。已经不再需要吃药的玄天真依旧要求要喝酸奶。就这，你们想吃吗？一群士兵吞了吞口水，点了点头。等一下，先让我尝尝。小小的舌头开始舔酸奶冰渣。正很满意的玄月月突然发现自己的舌头粘在了铁铲子上。小公主，味道如何？玄月月急得满头大汗，太尴尬了。一群士兵直直的盯着蹲在原地的小团子。小公主，你说话呀！呀，小公主舌头粘铁片上了。几个士兵连忙去找热水。玄月月觉得舌头好累，她再也不会舔铁片了。士兵们带来了热水，玄月月终于解救了。丢脸丢到姥姥家了，呜呜呜！小公主别难过，以前阿良也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小公主啊，你听我讲，我以前这样乱尿尿还被冻住了。一阵哄笑让士兵不由得红了脸。好啦，这个味道不错哟，你们尝尝。嘻嘻，是不是出现了商机，不好好赚一笔？还想吃吗？士兵们点了点头。一个铜币1碗，自带碗来。所有士兵都掏出了自己的铜币。经过了一下午，玄月月的腰包又沉重起来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战事短短几个月便平息了。西冥王是比向大将军还要厉害啊！
玄天真回到仙女山时，浑身都是疲惫。这个小玩意儿，西冥王肯定会再次想办法将他救回去。集结！玄月月自然听说了，他估摸着大哥哥也要来接他了，坏叔叔也会猜到这一点，所以他得带上自己的小道具，提前溜。王爷，小公主自己跑了。不好，赶紧去山里搜寻。你们别过来，我只是想下个山，让所有的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竟然听得懂人类幼崽的话。那个，可不可以不要吃我呀？我们不吃幼崽。那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我就把我身上的肉干都送给你们。狼王满脸的警惕。你们别害怕，我说到做到，我还有一只小白，它可以为我作证的。玄月月拿出一撮毛，这是他给小白梳毛的时候收集的。狼王前去轻轻地嗅了嗅，是一只老虎的味道。小白是我的宝贝哦。狼王瞬间就明白了，这个人类幼崽恐怕是南国皇族。南国皇族能够与他们交流，是神明赐予的能力。你的要求是什么？可不可以送我下山呀？下山后我就把这些食物给你们。看来这人类幼崽是被这里的阵法给困住了。第一梯队是3头老狼病狼，控制整个队伍的前进速度。第二梯队是5头强壮最厉害的狼，保护狼群的前翼。接着又是妇幼者的梯队，玄月月便在其中接受前后的保护。孤独的狼王便走到最后面，观察前面的同时，也可以为狼群断后。咩咩，你过来一下，干啥？于是乎，某个小奶团骑上了绵羊。原本结束了边关的谈判的赵律已经开始放松了。绵羊羊背厚厚的毛上还有一个小团子坐得稳稳的。赵叔叔，我回来啦！赵律打了个寒战，这是来刺激他的吗？这个小祖宗怎么又自己回来了呀？嘿嘿，他厉害吧？自己回来了。小公主来了，骑着绵羊来了。漂亮大哥哥呢？士兵们吞了吞惊讶的口水，有被小公主可爱的。在和敌军谈判呢。不知道事情究竟如何了。仙女山沉浸在一片悲伤之中，是不是小公主已经被玄天征怒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玄天征双手有些颤抖，他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是在怕什么，是怕从此以后没有能够压制玄天伟的弱点了，还是怕这小玩意儿就真的死了？玄月月经过一夜的行动，已经又累又困，便在军营当中睡着了。醒来，勿忘先生的迂回曲折。往事多牵扯，铭心如昨，怎的？皇叔，你是怎么回来的？就祁阳回来了呀。明日便启程回京城。随后，还有，你不用担心我保护不好你。玄月月摇了摇头，嘟着小嘴巴，没有，我可没有这个意思。见玄月月眼里的疑惑，军营里的奸细已经被我杀了，你回来的消息也让大家不可宣传。王先生的迂回曲折。
袁天真一直关注着军营那边的消息，他头一回这般期望能够听到那个小玩意儿已经回到了军营的消息。仙女山上的人都放弃了最后一丝的希望。小公主，在天上您一定要玩得开心的，这些花我给您捎上来了。原本平静的几个士兵也跟着哭了起来。曹胜也红了眼，那还是个孩子啊，那也是头一个说他的伤疤漂亮的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孩子，心地是有多么的善良啊！他觉得手中的酸奶突然没有了以往的美味。玄天真有些质疑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仙女山的士兵们平复了心情，开始跟随王爷绕道前往京城。王爷终究还是要对皇上动手了。爹爹，月月，勿忘前生的迂回曲折，可这往事多牵扯，铭心如昨，怎的施舍？是否多情却薄。爹爹，月月回来了！暖冬直接在后面泣不成声了。尹公公看着这温馨的场景，偷偷的抹了一把泪，总算是见到平平安安的小公主了。西明王，走吧，入宫。多情却薄。玄月月可想小白了，要不是小白那撮毛，自己可能都被狼群当成骗子了。哎，小白呢？之前小白袭击了一个宫女，便被皇上关起来了。小白多委屈啊！小白一定是找出来奸细是谁。小不点，你终于来了！玄月月有点心疼小白了，赶紧打开笼子的门。小公主，先别慌，这畜生万一伤了您。你才畜生！小白被放了出来，乖乖的跟着玄月月回了偏殿。一进偏殿，小白一个劲儿的开始对玄月月又是闻又是舔的。小白，你是不是知道哪个宫女是奸细了？小白点了点头，舔着自己的皮毛。你快去帮我抓住她呀！小白一动不动。其实在他被抓之后，那个宫女早就被皇帝抓了，还放进了他的笼子里。然后赵熙云这一次自己跑进了皇宫，爹爹正在和娘亲重逢叙旧呢。赵熙云觉得家里没有他待着的必要了。你别笑。小公主妹妹，阿云，你又被你爹给甩回宫了？不是，这次是我自己回来的。某小奶团意味深长的哦了一声，他又长高了些许，小身板好像也壮了一些。小公主，你近来过得还好吗？玄月月点了点头，过得可快活了。赵熙云听着玄月月描述的高原景色，满眼都是向往。对了，师傅呢？阿云瞪大了眼睛。对哦，不是向大将军去救小公主吗？那个，我只知道向大将军被派去救你了，所以师傅还没回来。好家伙！对了，何大人到现在也没有回来。玄月月皱起了眉头，自家师傅这么厉害，堪比开了挂的人，怎么可能这样失踪呢？小妹妹，小妹妹，你回来啦！玄月月觉得外面吵闹极了，一看是11岁的玄阳逸。没过多久，玄阳儿也过来了，听闻小妹妹回来了，曾经还未好好报答，小妹妹便出了事。现在好了，原本清清冷冷的振华殿变得格外的热闹。你们都进来吧。玄阳逸整张脸都笑得灿烂了。贵妃娘娘，二皇子的伤看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这得多谢小公主。谢谢你，小妹妹，以后我会保护你的。这个小小的团子明明才是最需要保护的人，却在危急时刻不放弃他，救了他一命。玄阳逸不干了。小妹妹，我也可以保护你的。玄月月嫌弃的看了一眼玄阳逸。你笑什么笑？你就像个挂着牌子的田园犬。我什么我啊？某个小奶团无语了，这是要来他这吵架吗？田园犬很可爱啊，狗狗这么可爱，怎么能够牵连上狗狗？嘿嘿，小公主夸它可爱了。
阿云是个憨憨吧，夸狗狗又不是夸他本人。田园犬，你承认了？赵希云才反应过来，这夸田园犬可爱，又不是夸他可爱。秦贵妃自知这里她不该多待，秦贵妃便留下了玄阳儿，自己先离开了。她现在没有过多的贪恋，只希望阳儿能够好好的活着。你来做甚？臣妾只是带阳儿来看看小公主，阳儿的事，臣妾很是感激。多亏了你，把这宴会弄得乱糟糟的。是臣妾的错。玄天为朝着振华殿而去，还未进去，便听到偏殿热热闹闹的声音。玄阳儿，你上学了吗？妹妹，我在上太学，太傅一直教我们这些皇子。月月，爹爹，父皇。阳儿见过父皇，他们好怕皇上叔叔的样子，他们可是皇上叔叔的亲儿子啊！见过皇上叔叔。你们起来吧。这两个孩子也是爹爹的亲儿子来着，这感觉截然不同啊！你们回去吧。玄阳义和玄阳儿对视了一眼，赵希云悄悄退在了偏殿门口。クラミ、前メロ、シナオ。爹爹。月月，近来有没有吓到？吃喝住行可还好啊？过得挺好的。捏了捏小奶团软嘟嘟的脸蛋。爹爹，我师父呢？是发生了什么？他去找何子义了，不过已经2月余没有消息了。玄天为也不想让小奶团担心，却又不想撒谎。何子义叔叔去哪儿了？他作为使臣与胡人交涉，但是后面还是下了战书。何子义按理是在回来的路上。爹爹，那个坏叔叔，你打算怎么处理啊？一想到玄天征，脸色并不好看。月月，国法面前没有亲戚，这个坏叔叔真的就要被杀了。月月，你不想伤害你的人死掉吗？月月没有受伤，他也不想杀害自己的亲弟弟，可是最是无情帝王家。玄天为摸了摸小团子的脑袋，这么多的道理他都明白。月月，爹爹也是有私心的，但是身为帝王，有私心是大忌。爹爹，道理月月都明白。流星划天际，对不起，月月，这是爹爹唯一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坏爹爹，天上的雨会去着，可惜对不起，月月。这不是爹爹的错，月月知道，就是心里还是很难过。明明不应该怪爹爹的，玄天为心里有些懊恼，是他让月月伤心了，自己安安静静的走出了偏殿。坏爹爹，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的眼里只有你，是小影子，走吧。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谢谢你，暖冬姑姑。暖冬满脸笑意的继续睡着，玄月月不由得好笑，轻手轻脚的起身，准备前去一个地方。小奶包便这样带着烧肿的眼，拉着小白前去了皇宫内的禁地。谢谢你，小白，带我去地牢吧。小白很是高冷，便宜你了。小公主，您怎么来这里了？这个小祖宗他们都听说了，你们让我进去。这没有皇上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出入啊！玄月月满脸不高兴，他又不节欲，只是看看人。小公主，请进。一个御兵给了另一个御兵一个眼神，另一个御兵腿吓得软软的，不敢动。小白直直的盯着这两个人，玄月月四处查找地牢里的人，御林军也不敢动。小公主可是皇上的掌上明珠啊！阿良叔叔，阿良以为自己幻听了，小公主应该在天上过得很好吧？阿良，小公主，
阿良，阿良，你别哭了。小公主，你还活着？我们都以为你被老虎吃了。小公主，你还活着，太好了。玄月月的心情有点复杂，现在要死去的是你们啊，你们却还在关心着他。阿良叔叔，你们应该担忧自己的性命。小公主，你莫哭，我们呢都是死有余辜了。克拉米，麦梅罗，我不想你们死。你们对我父王改口说，你们只效忠于他，好不好？你们以后就只效忠于他，这样你们就不会死了。小公主，你莫要哭了。小公主，没事的，我们生是王爷的人，死也是王爷的兵，你莫要难过。玄月月只觉得心里更难受了。小公主，你不要担心俺们，你的炒酸奶很好吃，下辈子俺们做你的护卫，跟着你尝尝甜头。一群关押在监狱的士兵开始各种各样的讨玄月月开心，心里被这些人给暖到了。明明即将面临死亡的是他们。那个坏叔叔呢？王爷在最里面。玄天真满脸淡定，侧卧在草堆上，青丝依旧如瀑。坏叔叔，这小玩意儿还活着，竟然还来看他。坏叔叔，你会死吗？会吧。可是我不想你死。这小玩意儿不恨他吗？是他把他掳走。你莫要哭，难看。可是你都快被处死了。小玩意儿，你回去吧，你不该来这里的。玄月月傻傻的站在原地，他要想办法救他们，并且让他们改邪归正。小公主，小公主，您在哪儿？皇上，小公主不见了！沈梦离眉头一皱，这小家伙真是让人不省心。皇上，奴婢该死，没有发现小公主不见了。玄天维叹了口气，便派人四处去找了。玄月月在御花园看着长得繁茂的树木，他还是头一回见御花园这样的景象。小白，我们坐在这儿歇一会儿吧。小白便开始也小不点当上了被垫。小公主，您在哪儿？小白，我们躲起来啊！玄月月爬上了树，在树枝与树叶的遮挡下，好像什么也看不见。一行人便这样路过了。玄月月安安静静的坐在树枝上，沈梦离正准备独自离去。那小家伙不是最喜欢在御花园玩耍吗？就这样，一个人安安静静的想着怎样才能够救出那些人。沈梦离闻到了一股腊梅香，沈梦离笑了，小家伙的气息真是独到。小家伙，没有想到有人这么快就找到他了。皇叔，这明显是哭过。沈梦离皱了皱眉，这小家伙怎么了？跟我说说。沈梦离靠近玄月月，玄月月有些担心这树枝会不会断。现在说吧。你不想说就罢了，我送你回偏殿，你父皇很担心。我现在暂时还不想回去，我不想那些士兵和那个坏叔叔会死掉。沈梦离忍不住伸出手摸了摸小家伙的头。为何不想让他们处死啊？因为他们本质都是极好的人，根本不会伤害我，还会安慰我、鼓励我、保护我。玄月月生怕沈梦离不信。真的，我没有说不相信你。说不定这个漂亮大哥哥可以帮他。漂亮大哥哥这么厉害。不过小家伙，如果你做出帮助他们救助他们的事情，你也会丢掉性命。到时候玄天维连这个小家伙都护不住。这个小家伙心地太过善良了，道理月月都懂，可是为什么就不能好好的想想办法，
明明那个叔叔是爹爹的亲兄弟。小家伙，有些东西可以用表面维持，所见的并不一定是真的。玄月月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你应该去了解了解你的父皇经历过什么，才会造成他这般。这两位的故事或许永远比表面上的还要深沉。玄月月想到了玄天征给他讲述的过去，爹爹本身就是无情的。沈梦离发现小家伙神色不对劲，揉了揉小家伙那肉嘟嘟的小脸。你想不想听我的经历？你可知为何我那个年纪便去闯荡江湖了？很厉害呗。我的母妃被一个妾所害，那个妾便是当今的老王妃。当年我和我姐姐年纪尚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母妃被杀害，可是我们不敢多说一句，这样的仇恨只能憋在心里。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不够强大，我父王被这个妾迷惑的是非不清，就算反抗只会得到糟糕的回应，只会遭受很多妇女的报应。这简直就是第三者后妈啊！在别人眼里，我还是风风光光的西冥王小世子，我姐姐还是受人尊敬的竹如郡主。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一直生活在黑暗中，在黑暗里摸爬打滚。这也是姑姑不想嫁人的原因吗？后来我决心去闯荡江湖，让自己变得强大，拥有自己的势力。那你恨你爹吗？说恨也不算是恨，我知道他心里还是有我们这对孩子的，从而才不会让妾生下任何的子嗣。他这个爹到底是好是坏？我爹就和你所说的坏叔叔一样，看起来是不是坏极了？可是你我都能看出，其实他们心底里还留有一丝光，一丝本质善良的光。后来我的父王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位置，同样也继承了他在黑暗中的最后一缕光。如若你想救东征王，你首先是将他们兄弟俩以往的乌云拨开，或许其中还有些误会。你不必想太多，说不定顺其自然，你也会得到最好的结果。谢谢你哦，大哥哥。哦，皇叔。皇叔，姑姑不想嫁人，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啊？我不知道，你也不要问他。皇上，小公主带着白虎来过地牢，好像还哭了。让他们别找了。月月恐怕是想找个地方静一静，才会躲起来吧。玄月月和沈梦离聊着聊着，小公主，你醒了。玄月月看着眼前的暖冬，还有些懵，想到刚刚做的梦，玄月月不由得打了个冷战。爹爹真的会这么无情吗？不行，她一定要去问清楚当年的真相究竟是如何的。小公主，皇上让您请回。爹爹是不肯见她了吗？尹公公，我只是想见见爹爹。他现在想要的是当年的真相，这种无力感，他又该怎么办呢？暖冬看着无精打采的小公主，心里也很难受。沉默或许是最好的陪伴。他现在究竟是在做什么？不仅仅没有救到那些叔叔，还让爹爹不想见自己了。暖冬姑姑，你在偏殿等我，我和小白一起出去，你放心啦。小公主，王爷他已经倒下了，被人运出去了。见小公主傻傻的待在原地，坏叔叔已经死了吗？
那个坏叔叔不是很狡猾吗？瞪着大大的眼睛，空洞无神。是他来晚了。那个坏叔叔眼里本就没有对生的欲望，可是他不是要和爹爹作对吗？怎么就死了呢？士兵们见小公主这般模样，心中难受极了。小公主，您快走吧，我们不想连累您。何必为他们这般渺小的人做出这样的事呢？他们还会连累小公主。听说小公主已经被皇上不待见了。小公主，您快走吧，您本该在皇上的宠爱下享福的，不该为我们。是他做错了吗？他只是不想见到这些本质不坏的人死去。为什么一切都不能在掌控之中？月月，向大人，小公主她现在心情不好，就像是丢了魂似的。自家徒儿不是调皮捣蛋，鬼怪精灵第1名吗？怎么会有这般模样？让我去看看她吧。你先把事情经过告诉我。只是皇上和小公主2人交流了说什么之后，小公主就哭了。难不成又和这狗皇帝有关？月月，我回来了。师父，你都不欢迎师傅我回来了吗？你都不想我这个师傅吗？师父能回来真是太好了。这小奶团怎么变成了这样？快还我之前那个小奶团啊！你爹欺负你了？玄月月愣了愣，爹爹他没有欺负他吧？气死了！怎么回来见到这样的徒弟？狗皇帝对月月做了什么？玄天为，你看看你还是人吗？尹公公吓了一跳，向大将军是不要命了？玄天为早就预料到了，嘴角微翘，又是因为月月而破口大骂。你女儿都失了魂一样了，你还笑？虽然料到月月可能会很难过，但是没有想到会这般。看你这反应，原来是还不知道啊！好家伙，这是亲爹吗？玄天为叹了口气，并未理会向玉芝。向玉芝恼了，尹公公吓得肩膀一抖擞。你他妈要怎么回事？行，月月你不关心了是吧？之前说的可以带月月归隐山林，我现在就带她走。这个狗皇帝，他就不信这样了，还不说点什么？那你把月月带走吧。朕想明白了，与其让月月像笼中鸟那般活在宫内，备受成长的磨难，不如让她与你归隐山林，自由快活。你问过月月吗？所以你以为你现在做的疏离就是在保护她？难道不是吗？说吧，你之前为何惹她哭了？约莫过了1个时辰，来龙去脉，玄天为都仔仔细细地叙述了一遍。不过你们兄弟俩的事，月月她了解吗？莫不是玄天真与他讲述过他的角度的过往？那岂不是月月会很怕他？你现在若是真的再让月月误会多一点，你们父女俩可以再成为一次你与东征王。项羽之看得透彻，如若误会继续下去，你们只会反目成仇。即使原本是互相取暖的亲人，他不允许重蹈覆辙。月月恨他的话，他会很心痛。我现在也不想归隐山林，可不会被你逼着去归隐山林的。现在月他应该也会对朕很大的误会吧？东征王，你真的杀了他？玄天征要是被杀了，太后应该会出来闹吧？你觉得呢？你果然是个狗皇帝呀！凭礼貌吗？他也差点被骗了，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这俩都疯了。你想用逃避的方式让月月长大，这不是永远的保护方法。是啊，像爱卿说的极是。见这狗皇帝自己知道该怎么做了，项玉之点了点头，便离开了。玄月月见项玉之已经不见了，心想他该不会又是去找爹爹算账了吧？坏叔叔已经死了，那他还是节哀顺变吧。他一定要想办法救出那群士兵叔叔。爹爹，不是你下令不让我进的吗？不想不想不痛不痒，每个
小影子，外面有人。回皇上的话，外面有人守着，若是有其他人来，肯定是会禀报的。玄天为望了望门外，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玄月月坐在屋檐的台阶上，与赵希云暖冬之秋相依偎着睡着了。玄天为仍然不知该如何与月月交流面对，他便这样想了一夜。小影子，去上早朝了。皇上，奴才这就去为您打水去。哎呀！把玄天为吓了一跳。你们怎么回事？竟然敢让小公主坐在这里睡了一夜！你们几个脑袋都不够拿去赔罪呀！猎杀时刻，小影子，皇上息怒，都是这些没眼力见的。今日早朝不上，你去通知群臣。糟了，皇上是很在意小公主的。皇上饶命！皇上饶命！把这些没眼力见的东西拉下去，小公主在这儿等了多久，就打多久的鞭子。小公主在这儿等了整整一夜啊，那他们还能活着吗？爹爹，不是你下令不让我进的吗？是，那就是爹爹的错，为什么还要罚这些人啊？放他们下去吧。是啊，是他的错。皇上真的就这样不去早朝了？为啥想到了从此君王不早朝？因为自己的女儿。爹爹，当年你和那个坏叔叔的事，可不可以讲给我听听啊？不想不想不痛不痒。爹爹，月月，你先说吧。玄月月深吸了一口气，他没有想到月月只是想要知道往年的事情，难道玄天征并没有告诉他？月月想听，轻轻地摸了摸小奶团。我一直把他当作亲人。故事又缓缓而来，因为内心的愧疚，把所有的母爱都偏向了坏叔叔。爹爹登基之后，太后还威胁过他，要所有的东西都让给弟弟。兄弟俩反目成仇的导火索便是那个宫女，名为阿露。阿露便听命于另一个妃子，潜伏在玄天征的身边，迷惑着他，抢夺自己所应有的东西。皇后自然知道此事，不过玄天征的一切要求他都会答应。他很怕自己的小儿子会记恨他。14、15岁的年纪，玄天为跟随母后前去看望弟弟。阿露正在偷取皇后娘娘的书信，玄天为毫不犹豫地将他给杀了。玄天征正好见到了那般的场面，这一刻兄弟俩的心已经不再是一条线上的了。皇后更加厌恶自己的大儿子，正是因为大儿子的举动，让小儿子心中对自己有了芥蒂不说，小儿子的身体也越来越虚弱了。玄天为满脸嘲讽，自己不也是他的儿子吗？明明长得一模一样。他有时候多想成为玄天征，要是他才是身体虚弱的那个，该多好。不想不想不痛不痒。人死自然不能复活，可是那些士兵，他们对月月是真心的好，让他们做月月的护卫吧。願晚風心裏吹，吹散我的淚，似風箏大願等你一輩子，真情留住你，夢裏歸家那日。月月，爹爹，月月陪你，你不再是個孤獨的君王。月月，你不会觉得他只因这场误会而做了错事，因为错事而死去，就是那般可惜吗？月月会觉得可惜，仅仅活在误会里，坏叔叔才会做出这样的事。他本质是个善良的人，爹爹都知道的，可是爹爹还是选择杀了他。爹爹的心情到底又是怎么样的呢？月月，爹爹不是他，不如他那般善良。月月知道的，爹爹就是爹爹，就算有人和你一模一样，你也是我的爹爹，那是不一样的。本是平平淡淡的一句话，却掀起了玄天为心中的一丝丝涟漪。当初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自己便决心要回以爹爹温暖。爹爹，月月只有最后一个请求，人死自然不能复活，可是那些士兵，他们对月月是真心的好，
让他们做月月的护卫吧。小团子其实和自己想的一样。好，月月是个小机灵鬼。那为何之前爹爹这么严肃的拒绝，害得月月哭得好伤心啊？那是因为月月不替爹爹想法子，爹爹没办法。玄月月一脸我信你个鬼的表情。好了，月月，朕本来是那样打算的，不然怎么给国家一个交代？怎么能自己背上这个责任？月月瞬间悟了，感情老爹这是在玩潜规则啊。爹爹，你好狡猾。爹爹不狡猾，爹爹是聪明，你师傅才配得上狡猾这一词。总觉得爹爹最近哪里有变化，原来是被师傅传染了，怪不得有种师傅的狡猾劲儿。月月，爹爹不希望你被成长而打磨，所以月月要学会灵活变通。老父亲开始上课了，成长是一个磨刀板，而自己是个滑溜溜的泥鳅，根本磨不了自己。好的，爹爹，以后月月会做一只滑溜溜的泥鳅的。月月，爹爹的亲情里只有你，你随时要相信爹爹只会有你唯一一个女儿。看着自家爹爹正走出偏殿，算了，只要爹爹对他好，他也会对爹爹好，谁对他真的好，他就对谁真的好。小公主，早膳已经准备好了，父女俩的谈话也算是把这一场不愉快给解决了。向玉芝来的时候，已经看到了活蹦乱跳的小团子，看来皇上这不上早朝是干了件大事啊。师傅，你来啦！向玉芝点了点头，便开始问玄月月念医书。小公主妹妹，小公主是大皇子。赵希云都懵了，这个人竟然还来偏殿找小公主妹妹。大皇子，你可不要给小公主妹妹添乱啊！要你管，小妹妹是你能叫的吗？一点尊卑都不知道。小妹妹，你最近怎么样啊？你别怕，就算父皇不宠你，大哥哥我都站在你这边的哟。小妹妹，你别怕，大哥哥一样不受宠，但是也过得很好的。你放心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受人欺负的。这人脑子没毛病吧？你瞅我干啥？我瞅你咋地？气势上咱不能输，你等着。哎，赵小公子怎么还没回来啊？暖冬姑姑，我们去找找阿云。小妹妹，哥哥陪你一起。以前都没有这样过，今天怎么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了？阿云这是把自己锁在房间出不来了吗？忍住，不能嘲笑憨憨，会让他觉得没有尊严的。你竟然把自己锁进去，出不来了。玄月月见差不多了，便准备叫人去营救了。不用了，小妹妹，让哥哥来就可以了。他身体可壮实了，撞个门可轻松了。就你的不屑，小妹妹，你看好了！大皇子一个猛冲，侧着身子向赵希云的门撞去。小妹妹别急，我可以的。玄月月明显感觉到这个大皇子身上的肉都颤抖了一下，痛，门竟然真的撞开了。呵呵，你看，门被我撞开了。玄月月笑了笑，觉得这人好傻。呵呵，姓赵的，不用谢谢小爷我。真的是小爷我撞开的。赵希云回过神来，这人有毛病。怎么，你不信啊？你不信的话，小爷我再给你演示一遍。这是什么行为啊？你们两个憨憨出来吧。爹爹，我在做断肠散。唯一纯白的就算失去所有，我也不再害怕。你们两个憨憨出来吧，待会儿让宫里的师傅修一修就是啦。赵希云气闷的从窗户那儿爬出来，两个人成功获救。怎么感觉自己在小妹妹面前像个蠢货？好了，阿云，咱们去用晚膳。玄月月拉着赵希云走了，只留下憨憨2号玄阳逆。小妹妹没有叫他，算了，回去吧。今天也真是丢脸，
丢到姥姥家了。月月，爹爹，月月，今日做了什么药啊？我在做断肠散，原来是在倒腾毒药，向玉芝教的。不错，可以用来防身。月月，明日爹爹带你去一个地方。玄月月点了点头，这是又要带他出宫吗？月月今日早点歇息，明日爹爹下了早朝就来接你。玄天为摸了摸自家女儿的小脑袋，柔顺的头发很是舒服。明天还要继续跟着师傅练武呢。见小团子眼里满是犹豫，心想项羽之魅力这般大。你放心，明儿你师傅也会一起，到时候也可以习武的。你儿出宫是去做什么呀？兑现月月约定的地方。玄月月眼里有些朦胧，困意来袭，有些没有听明白爹爹的话。翌日，玄天为如约的前去接月月，项羽之有些怒了，又要给这狗皇帝办事了。看在月月的份上，他忍了。玄月月听到了开城门的声音，这是出城了。我曾在雾中迷惘，你的又双双，你还活着？此生不如18百年如一日，想你来。月月喜欢这里吗？月月喜欢这样的环境，可以治愈灵魂。看来月月是个喜清静的丫头。到了，我们进去吧。推开了门，里面正坐着一紫一男子，斜躺在床上，看着手里的书。哟，来了，来了。这一笑好像根本没有以往多年的误会，这真的很奇妙啊！你还活着？呼吸开始急促起来，双手有些颤抖。真的是坏叔叔。月月，不可以哭，爹爹会心疼。这哥哥还真的化身成女儿奴了。这玩意儿你还没哭够吗？坏叔叔，你还活着，真的是太好了。玄月月看了看眼前一模一样的两人，你们现在起他不再是玄天征，现在是故图，明显就是假死之后换了个身份继续生活。他还会是玄天为？自己倒是真的如愿可以做个皇帝了，只不过是个替身。玄天为终于可以抽出时间来陪月月出去玩了，想想就有些舒服，有个替身真不错。爹爹，你好聪明哦。不过月月一开始就认出谁是爹爹，谁是坏叔叔了。项羽之喷了一口茶，这简直是在拆皇上的台，不愧是他的徒儿。那是因为月月很聪明，别的人没有月月那般聪明。这小玩意儿确实聪明的紧。回到京城之后，月月要出宫，想要去买药材，得陪。月月想吃糖葫芦了，得陪着一起买，一起吃。月月想要出去避暑，得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今你在那座城市里，抛开我是否一切都如意？当你想起曾经那些甜蜜，有没有？如今你在城市里，一想你就控制了我情绪。恭喜赵大将军是个小姐。夫人，是个女儿，哈哈哈！夫人，你辛苦了。阿云笑了笑，自己也有妹妹了。赵律给女儿取名为赵熙瑞，只不过未来这个女儿有多么的坑爹，那时赵律才会想起自家暖心的儿子，悔不当初啊！是儿子不香吗？咦，皇叔，你怎么在这儿啊？沈梦离见面前的小团子，眉眼弯弯，让人很想要捏一捏。小家伙刚回来。太傅说一天背一背诗词，理解其意义就是了。今天学了些什么？太傅未免教的这么水吧？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眼中还带有对男子倾慕女子的场景的想象，这眼神就好像在思慕一个人一样。华叔，你觉得月月棒不棒啊？月月知道里面的意思哟。少年俊美的脸上有些不自然。月月很厉害。玄月月歪着头，皇叔，你好美啊！沈梦离的面上更加不自然了。
月月知道美人是有3种人，一是所倾慕的女子，二是君子，三是德高望重的人。这小家伙懂得真多。小家伙长大后也是美人。至于是哪种美人，你自己猜了。他玄月月长大之后肯定是美人啊，爹爹好看，娘肯定也不赖。从舅舅表哥的模样来看，他能不是美人吗？小白，你又胖了。谁让我一天到晚只能在这偏殿内睡觉的？你都没有时间遛我。今晚就遛你出去玩。没想到啊，冷漠霸气的大佬原来是个羞涩小少年。他决定每天都要这样逗逗他，嘻嘻，这感觉会上瘾。一个字，爽。小妹妹，我和你一起去太学呀。小公主又不是不能自己去，你干嘛凑热闹啊？小团子无奈道。走吧，这就是小公主啊，好可爱啊！就这个废物大皇子，竟然有这么可爱的妹妹，哈哈，大皇子，该不会你这妹妹和你一样蠢，所以才会和你一起来吧？林清汉，话你可不能乱说，小心我父皇宰了你。林清汉，小妹妹是父皇最疼宠的孩子，你最好把嘴巴放干净。这小公主是皇上最紧张的一个孩子，她刚刚差点就是在冒犯皇上了。阿云，拳头收好，莫要脏了自己的手。脏？小爷他天天洗澡，才不脏。对于本皇子的小妹妹身边的人，你最好收手，毕竟她可是比你还厉害的。小妹妹在宫里面是小祖宗，可不是白称呼的。许晴站了出来。安定侯府的小世子不得这般无礼。小团子眨巴着水灵灵的眼睛看着眼前的姑娘。这位姐姐你好呀。小公主，臣女名许晴，气质中带有美好，就好像这个人的灵魂便自带着这样的教养。许晴姐姐多多指教呀。小公主，今日和我们一起，我爹爹待会儿就来了，你同我坐在一起吧。爹爹，西明王怎么没有来上早朝呀？许太傅，月月来跟你讲出师表的意义了。好的，小公主说的很对，小公主先走吧。玄月月蹦跶着，满脸灿烂的准备去找漂亮大哥哥了。阿云，你说西明王现在在哪儿呢？赵希云有些闷闷不乐，小公主怎么就这般厉害？阿云，你怎么不开心啊？他才不会说呢，说了就更伤自尊。你不要不开心啦，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告诉我呀。小妹妹这么好，他怎么能这般羡慕小妹妹呢？小公主妹妹，可能那些臣子们还没有下朝，你今天这么早就出来了，那就等着赌漂亮大哥哥呀。嘿嘿，众臣纷纷从朝殿内散了。小公主。哎，你们看到西明王在哪儿了吗？一群臣子摇了摇头，好像今日西明王并未上朝。阿云，要不我们去西明王家玩？你怎么去呢？皇上叔叔会同意吗？皇上，小公主好像在外面。全天伟往外一看，某个小团子正在气闷地踢栏杆。月月，莫不是自家女儿在太学受欺负了？爹爹，西明王怎么没有来上早朝呀？侏儒郡主病了。小团子的眸子里充满了担忧，得去看看姑姑，也顺便可以去漂亮大哥哥家了。爹爹，让月月去看看姑姑吧。不行，爹爹现在没时间陪月月出去。月月，你怎么这般早就离开了太学？太傅允许的，月月已经背完了。月月今日学了什么？于是乎，对着爹爹背了《出师表》。玄天伟有些惊讶，这是今日学的。月月学得不错，但是以后不可以在宫内到处乱跑。
爹爹，我自己去看看姑姑嘛。月月想姑姑了，我带上阿良叔叔他们就是了。软磨硬泡之下，还是答应了。玄月月如愿以偿的来到了西明王府。姑姑，月月来看你啦！月月来啦，有没有想姑姑啊？可想了，美人姐姐能不想吗？还有美人大哥哥。沈梦离正从外面端着药碗进来，有些意外，小家伙竟然来了。姑姑，你怎么生病啦？染了风寒吧。小家伙，你先让开一下，他要喝药了。怎么又要喝这苦苦的药了？沈梦如捏着鼻子，一口气干了。玄月月和沈梦如唠嗑了许久，两个吃货开始约有机会要去尝尝西明王开的雾宅阁的饭菜。好了，今天到这儿吧，待会儿皇上要担心小家伙了。姑姑，月月以后再来找你玩。願晚風心裏吹，吹散我的淚，似風箏打你。願等你一輩子，真情留住你，夢裏歸家那一時。你看吧，我没有骗你吧？皇叔，你送我好不好呀？沈梦离抚额。阿云，你坐马车先回去吧，我和皇叔还有话要说呢。这怎么可以呢？他可是贴身护卫。你放心啦，有这么厉害的皇叔在。沈梦离点了点头，示意赵希云先走。皇叔，你带我去雾宅阁尝尝味道怎么样啊？听姑姑的描述，他都听饿了。感情这小家伙就是嘴馋。那你将赵希云支开做甚？吃独食，因为待会儿想看你的反应啊。我让掌柜打包带回来吧，你等着便是。不行，好不容易支开了其他人，那你带我出去玩一会儿呗。这小家伙究竟想做什么？那你带我逛逛京城吧，就骑着如影。沈梦离有些无奈。破儿茶之，灼若芙蕖出绿波，和你一模一样哎。这是形容女子的。可是我就觉得你仿佛皙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觉得耳尖很热，想让如影跑快一点，让寒风吹散耳尖的热感。这些用来形容你不错，说不定你长大后就是这般。漂亮大哥哥是月月见过最好看的男子，甚至比女子的还要美呢。怎么，我这么好看，这是吸引了小家伙的眼？月月就是喜欢看好看的人。皇叔，我们回去吧。多牵扯，铭心如昨，怎得施舍？多情却不。徒儿，为师有急事找你。皇叔，白头吟里的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是月月的理想呢。你呢？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这是多少女子的心愿。这小家伙可真是天真，这世上可没有这么多这样的男子。师傅，怎么啦？月月，你可不可以帮为师一个忙？你先说清楚啊，不然我怎么帮啊？约莫3月中旬，冯首府家会办一场宴席，月月也可以去。月月，你能不能去一趟啊？师傅，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看看那个小姐姐有没有受欺负？徒弟太聪明了也不好。这个孩子命苦，一直受庶女下人的欺负，眼里满是愤懑，连下人都欺负他。月月，可不可以以你的身份护他一时？玄月月笑了。师傅，你是真傻还是假的傻？还是说你比我笨？老狐狸师傅的智商都不在线了。表面上确实是护得了，某些人的嫉妒心可就不一定能保证能让他好过呀。师傅，你蹲下来。小肉手的食指弯曲，敲了敲向玉芝的脑袋。这都不知道，你太笨了，直接把他掳走，你养着呗。小土匪玄月月有那脾气了。月月，不然呢？这就是濒危动物保护方案，就当是大熊猫运回来自己养着呗。不行，她的身份是首府的女儿，若是我干预，岂不是坏了灵儿的名声？此处应来一个背景音乐，眼睛瞪得像铜铃，耳朵竖得像天线。
师傅，这怎么和我母妃的名声有关系啊？又不是我掳走她的。玄月月装傻，灵儿不是你母妃，灵儿是曾经的北楚第一才女周灵儿。你都不跟我讲来龙去脉，我万一帮错了咋办？冯玉宁便是周灵儿的女儿，她生前算是我的故人。那你就是想帮故人的女儿喽？故人啊，只可惜故人已辞，生离死别是两个人最遥远的距离了吧？爹爹在师傅回来前说的那句话，心爱的女人死在了别人的怀里，现在连串起来，就是师傅暗恋女子嫁给了别人，暗恋的女子生了个女儿，便是首府府的嫡女，所以师傅想帮这个小姐姐，因为这个小姐姐是他暗恋的女子的女儿。对了，徒儿，到时候你得为老夫人准备寿礼。身为公主，按理说她地位低，但是作为客人还是得有礼数，不然传出去你爹也会难堪。你是在坑我吗？礼物的事，师傅你准备，不然我就不去。小公主，宴席的衣服已经送来了。玄月月点了点头，准备去看看。桂平在御花园的另一角观察着。娘娘，好公子求见。这个人进宫作甚？是活腻了吗？娘娘，许久未见了。你来作甚？郝某只是有些想念娘娘了。好绝，你可不要忘了，本宫是皇上的女人，不该肖想的就收好心。娘娘何必呢？郝某并未做什么呀。听闻娘娘在宫中一直是守着这宫门而忘却呢，不得宠的日子怎会有与我一起的好？来了，老弟。阿贵，我好想你。你放开！阿贵，你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我们的事吗？这般大声。桂平不叫了，手努力的想掰开环抱住自己的手臂。阿贵，我有办法让你得宠。且去里面说。宫女便为两人关上了门，守门把风。说吧。自然是母凭子贵。哼，你当我傻吗？这么多的女人都想着母凭子贵。若是皇上不轻易……桂平听完之后，双手颤抖着。这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曾经这么多想爬上龙床的女人，遭遇可是极其恐怖。阿贵莫怕，郝某有办法帮你的。这玩意儿他听说曾经的妃子也用过。阿贵，在这深宫，你真的赖得住这般的冷寂吗？桂平受到了惊吓。阿贵，到时候就算没有成功，让皇上以为你已经和他那般了就可以了。皇上会以为这孩子是他的。这样或许也对，至少自己有了保命符。门外的宫女只知殿里一片寂静之后，桂平胆子可真大，竟然敢给皇上戴绿帽子。桂平的计划开始一点一点的行动，每晚好觉都会来到他的寝殿，顺便送上了药。祝你平安，祝你平。冯大小姐，听闻你母亲可是北楚的大才女，你有没有读过宋若子的《女论语》啊？大家莫要难为玉洁的姐姐，姐姐她没了娘，是个可怜的。这个二小姐简直是满满的白莲味啊，好想揍。哟呵，冯二小姐这是专挑人心刺儿，装温柔啊。苏姐姐，玉洁没有这个意思，若是姐姐这般不待见玉洁，玉洁走就是了。苏一化，你什么意思啊？人家玉洁也是冯家嫡女，至少比这个大才女的女儿强不少吧？哼，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呢。果然啊，是庶女与庶女一堆啊，还想欺负一下别人家的嫡女，凭什么？这个冯玉宁已经没了娘，成了个废物，这些嫡女还是护着她，偏偏看不惯她，她也想要融入嫡女的圈子里。各位姐姐说笑了，身为庶女，但是各位小姐都是才华横溢的呀。话外之意便是说冯玉宁不也还是个废物。玄月月看了一场宅斗的好戏，直呼真的是火药味好浓郁。小公主，您怎么来啦？她可喜欢这个小公主了，乖巧聪明，长得还很讨喜。各位大姐姐，你们莫要多礼，我过来与你们一起等待宴席开始的。小公主到来，玉洁竟然没有来接待您，是玉洁的过错。大姐姐也真是不知道接待客人。玄月月看着眼前的女子，
11、12岁。但是这个人未必也太虚伪了，白莲花基本上也可能是个绿茶。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的香好难闻。冯玉宁一直沉默不语，低着眸子。冯玉洁眼里的妒火越燃越旺。那年我双手插兜，不知道什么叫做对手。哎，刚刚是哪位小姐姐说玉宁姐姐没有看过什么书啊？回小公主，正是这个女子说的呢。老六，我真……那这位小姐姐必定是才华横溢、博学多识、学富五车喽。一口气用了3个成语来说这个人很有才华，直接给人家戴上高帽子。小公主过奖了。那太好了，本公主有问题想要问问你。既然冯家二小姐说你们这些庶女都是才华横溢的，那本公主想请教一下你们。庶女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些不知所措。都是一些打脸充胖子的人。小公主您放心，玉洁的朋友玉洁是知道的，他们不比嫡女差。冯玉洁依旧拍着马屁。冯玉洁心中只想，一个3岁的女孩，就算学了些东西，问的问题也是简单。本公主就是想问问，你们有没有看过李逵志的《傲慢与偏见》？嘻嘻，她乱编的。被拉出来为首的庶女想也没想，点了点头，不能被小公主看不起。这小公主当真是活泼呢，果然自家徒儿太调皮了，虽然这也帮玉宁出了一口恶气。不好意思啊，各位，这个只是我乱编的人和书名，没有想到你们都看过啊。真的是打肿脸充胖子，结果丢脸丢到家了。冯玉宁安安静静的看着眼前的小团子，小公主这是在为她出一口恶气吗？可是她为何要帮她呢？玉宁小姐姐长得好看，应该是冯府里最好看的人了。小公主，待会我们几人一起可好？您应该是头一回参加这种家宴吧？小公主，还是我这个主人家与您一起吧。长得一般般，眼里全是那股白莲花劲儿。主人家？难道玉宁小姐姐不是主人家？祝你平安，祝你平安。我看着你，我就不愉悦，身上的香难闻死了，人也长得很丑。玉宁小姐姐，你带我们去逛逛吧，这里乌烟瘴气的。苏一化觉得这小公主越看越顺眼，长得这般可爱。小公主，我叫苏一化。小姐姐，你刚刚好生生猛啊！我天生就这样，可没有许琪那般温柔，豪爽一点，自己都能够比男人强。这个人看起来就很豪爽，是他喜欢的类型。玉宁小姐姐，可不可以带我去你住的地方啊？小公主，我住的地方不太好。没事，我今天就是来帮你的。暗处的项玉芝嘴角抽抽，这徒弟可真是不知小公主为何要帮我。这个小姐姐是个聪明的，能忍让，再悄悄成长，暗自变强。小公主机灵的紧，肯定不会让你犯难的。许晴和苏一化姐姐，你们能不能先回去一下啊？月月有话要对玉宁小姐姐说。许晴和苏一化自然是聪明的，点了点头，便原路返回了。走吧，带我去你住的地方。小公主是这边，来到了一个破烂的小院子。小姐姐，你孤独吗？孤独倒不至于，我现在想要的是报仇。师傅，你也出来吧。玄月月下定决心要帮他，而且要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还有师傅一直在默默的守护着他。还有人在暗处吗？项玉芝不肯出来，他也没有想到小团子出这一出。真是的，现在好好见一面也不是大问题。师傅就是个胆小鬼。你师傅就是闻名天下的战神项玉芝吧？没错没错。师傅，你看看，人家都知道是你了，躲着有什么意义啊？你看看你还不出来，人家都哭了。往事多牵扯，铭心如昨，怎的是伤？是否？小姐姐，你莫要哭，我这就把他找出来。你看看你还不出来，人家都哭了。奶凶奶凶的。玉宁，你莫要哭。我娘临死前叫的名字便是你的名。这一句话让项玉芝的手僵在了半空。
为什么他凯旋归来时却已经嫁作他人？师傅，这就是你已经快满40了也不娶人的原因吗？这个人竟然为了娘亲终生不娶。是我，对不起灵儿。余宁，我对不起你。若是我娶了她，你也不会这般。现在说又有什么用呢？为什么明明两情相悦的人终究成了这般？余宁，向叔叔会保护你的。我知道的，你一直在暗处帮着我。现在这样也不是办法呀，要不我说我喜欢玉宁姐姐，接姐姐来宫里住。逃避是没有用的。小团子有些失落，他想要帮忙。好吧，师傅的故事应该能从冯玉宁小姐姐这里解锁。哎呀，差不多该回去了。玉宁小姐姐，你要小心哦，你那个妹妹真不是个好东西。冯玉宁笑着，你知道她为何要这样做吗？全月月摇了摇头，因为冯姬她想要让我嫁给安定侯府拉帮结派。姐姐，你莫怕，月月会保护你的。多情却不平少都斟酌，运筹于我，不枉前生的迂回曲折。见过小公主，大家都有礼了。这是老夫人的寿宴，自然关注点在老夫人这里。姐姐真是的，怎么可以这么晚了再把小公主带来？这样会让小公主难堪的。这白莲花无时无刻都不消停吗？玉宁，没个规矩。冯二小姐倒是想多了，是本公主贪玩，忘了时辰。这样啊，小公主快快入座吧。老夫人，这是我的礼物。玄月月满脸笑意，笑意中满是讽刺。多谢小公主好意，老身万分感激。小妹妹，你也来了？这人怎么也在？你来做什么？我是被我母妃逼着来的，说要和大臣们打好关系。要是这人真的当了皇帝，会不会亡国？这智商也是堪忧啊！奶奶，玉洁今日的寿礼是在今日的表演当中哦，奶奶一定要喜欢玉洁的礼物哦。好啊，好，玉洁的礼物奶奶都喜欢。玉洁祝奶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老夫人笑得合不拢嘴，不知大姐姐有没有为奶奶准备什么呀？月渣渣要先学会忍，然后再手撕她。冯玉宁气定神闲，好像根本就没有听到这话一般。玉宁，妹妹与你说话呢。对不起，母亲，是玉宁的错，不要打玉宁。看来冯首府的季夫人也不是个善茬啊。姐姐，你在说什么呢？我知道钱夫人总是打你，但是你别怕，现在的母亲不会打你的。我错了，是我不对，你不要打我，你们母女俩都不要打我。好啊，你们就是这样欺负玉宁姐姐的。老夫人吓了一跳，这怎么把小公主这个小祖宗给惹怒了呀？姐姐，你这是喝了酒了吗？怎么胡言乱语的？哎呀，姐姐，都怪妹妹，想拿果汁给你解酒，谁知道你快把大小姐带下去换衣服。玄月月突然灵光一现，要不来点刺激的？谢谢你。师傅，你速度这么快呀！玄月月笑得越是灿烂，向玉之越是觉得后背发凉。喏，你待会儿服毒自尽，因为你已经被玷污了。接过药，点了点头。不过这样太便宜那个白莲花了，不行，待会儿让他来做这个受害者。向玉之听懵了，自家徒儿可真是个狠人。三个人正躲在竹林里。你不要过来啊！等一下，小团子开始给冯玉洁化妆，最后再拿一张布。走吧，你们快点呀，我待会儿就叫人了。你们放开我！你们看清楚人啊！你这个不孝女在做什么？来人啊，把这些人乱棍打死！爹爹，是大姐姐她找人玷污我的，洁儿冤枉。玉宁，这是怎么回事？我的好爹爹，你就是这般的信任他，从来也只会怀疑我。怎么，我不是你的骨肉吗？你们都是我的亲生女儿，可是你看看你，这像话吗？冯家都不是好东西，除了小姐姐。
吵死了！你们让开！既然你们冯家对小姐姐毫无情义，就连哭个丧都这么虚假，那就让本公主来做主吧。我曾在无中迷。既然爹爹这般厌恶玉宁，那玉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是你们冯府把我活活的逼死的。做戏要做足，最后补刀的一句让所有人心中明了，果然啊，这继母果然就是继母，原来你们冯府就这般的冷漠无情，残忍至极啊！冯家大小姐倒下了，你们还不叫大夫吗？全月月走上前，果然没气儿了，假死药起作用了。冯玉姐，你离你姐姐最近，为何不阻止？难不成你是觉得她死了才好吗？你看看你，应该收敛好自己的表情，笑得这般难看。姐姐，姐姐，你怎么可以死掉呢？玉姐冤枉你了。小团子就静静地看着眼前人的表演。哭泣的女子正一手摸着冯玉宁的脸，一手悄悄地掐着满是伤疤的手臂，确认冯玉宁是真的死了，真的烦死了，还能够再虚假一点吗？冯老夫人的寿宴变成了丧事，可真是晦气啊！既然你们冯家对小姐姐毫无情义，就连哭个丧都这么虚假，那就让本公主来做主吧。没有人敢抗议，这可是皇上的心头肉。安慰叔叔，你出来一下，你帮我把小姐姐抬上马车吧，月月来为她办理身后事。冯家多半就只会做做样子，本公主看着这些虚假的人就烦。小公主这未免也太嚣张了。你没有意见去找我的父皇，本公主先走了。谢谢你，安慰叔叔，我今晚不回宫了，你帮我跟我爹爹传达一下，我去我师父家。安慰点点头。如果爹爹骂你责罚你，你就说我会生气的。师父，你家在哪儿啊？快到了，大人，您回来了。莫南，先进去吧。师父，我怎么闻到一股药的香味啊？明明这里面全是梨花树呀。那是维持梨花的药物，这里一年四季梨花都是绽放的，永不凋谢。小姐姐应该快醒了。小姐姐的手指刚刚动了一下。师父，你的院子太好看了，明日一早我要去看。这是为故人种的，因为他生前最爱梨花。师父真的是一个痴情种，为了一个永远得不到的女子，种下了一整座府邸的梨花。要是这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他们定然是幸福的。哎，小姐姐，你醒啦？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你渴吗？玉宁，冯玉宁已经死了，现在我姓向，向依林，思念故人，雨后出芽的树林。爹爹，请受女儿向依林一拜。两人便这样互相成为了父女。灵儿，从今往后便是我们相依为命了。我母亲的死和冯记脱不了干系，灵儿的死是否与冯记有关？我娘是被毒死的，他们以为我不知道，其实我就在暗处，亲眼看着我娘被喂下毒药。当时她用眼神示意我不要上前来。冯玉宁最后的心愿便是报仇。我同你一起，是我不好。我见过你给娘的书信。少女忽然想到，当初你为何要与我娘决绝？你现在又这般后悔。师父，你过分！当年我的书信里并非是决绝之言。这是书信，这不是我的字迹，不过与我的很相像。啊，是冯记啊！我记得何子义叔叔说过，他习惯连笔，这里的连笔明显就是不经意的。师父可是正规正矩的字。冯记，好啊，真是好啊！三人都明了。爹，可以告诉我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吗？当年他与灵儿从小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师父，斯人已逝，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改变未来，就像让小姐姐脱离苦海一样的事情。冯记，我不会放过他的。夜已深，有的人一夜未眠，有的人进入了美梦，一夜便这样过去了。哇，小姐姐，这个药水好生神奇啊，居然能够让梨树一年四季都开着花呢。你说什么？一股腊梅香袭入向依林的鼻端。我会帮你实现的。那我等着。听闻灵儿成了北楚第一才女。我点了点头。灵儿真厉害，恐怕想娶你的男子可以踏破你们侯府的门槛了。灵儿，好巧，又遇见你了。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灵儿，待这些树长高了，我便用这药让它一年四季都开花。我看呆了。
他有些奇怪，捏了捏我的脸，活生生的让我陷了进去。怎么惊喜到呆了？待他长大了，你是不是都已经娶人了？向哥哥眼里有些疑惑，不知道自己是问什么。向哥哥，谢谢你。谢我做什么？这可是我们2个人的象征。第一次见你是梨花，我们的约定也是梨花，而你胜似梨花那般好看。待我府内的梨花1年4季绽放之时，我娶你可好？好。不想不想不痛不痒。我们的大才女灵儿又开始触景生情了。灵儿，若你及笄之时，我府内的梨花能够1年4季绽放，我娶你可好？向哥哥，你刚刚说了什么呀？待我府内的梨花1年4季绽放之时，我娶你可好？好。边关告急，边关告急。勿忘前生的迂回曲折。5年过去了，灵儿，我回来了。向哥哥，我已经嫁人了，可是这不是我情愿的。向哥哥，对不起，是灵儿负了你，你的决心写的是对的，从今往后我们再无瓜葛。听闻皇上新封了一位灵妃，臣不知道，还以为是北楚第一才女周灵儿呢。向哥哥，我好想你，明明是期待能够与你相通心意，能够在你凯旋归来时嫁给你。如若没有那日的事，自己应该能够如愿以偿的嫁给向哥哥了吧？向大将军真会开玩笑，我强颜欢笑道：“3位皇子殿下，小公主昨夜并未回宫。”小妹妹没出什么事吧？皇上准许了的，你们莫要担忧，快去太学吧，莫要迟到了才是。师傅，晌午过后把我送到西明王府啊！我有事，我有事要找皇叔，你送我到那里就可以啦。小姐姐，以后你跟师傅一起进宫来玩啊！你把这个女人扔出去，把这个女人斩了。皇上，臣妾还不快把她拖下去斩了！皇上饶命啊！皇上，万一臣妾有喜了呢？您这样是在斩杀您的骨血呀！这要是真的贵嫔怀孕了，小公主会不会伤心啊？皇上，万万不可呀！万一贵嫔真的怀有龙种怎么办？你是在叫朕做事？皇上，奴才不敢，奴才只是怕皇上的龙子被无意斩杀了。行，朕倒是要看看这1个月后贵嫔会不会怀上。1个月后，朕便斩杀贵嫔。月月，你来找姑姑玩了吗？姑姑，皇叔呢？他去军营了，多半要很晚才回来。月月，没事，姑姑带你去京城玩。郡主，小公主不太适合去，还是老奴带小公主回宫了吧。这个姑姑好像浪迹独访不说，还跑去男子青楼，过得快活至极。算了，姑姑，月月回去了。爹爹，月月回来了。月月，昨日过得可好？爹爹，昨天月月做了好事哦。月月总觉得师傅的错过的往事真的是意难平啊。月月。爹爹，怎么啦？月月，爹爹中计了。爹爹中计了？爹爹这么冷酷又机智，又中计了？爹爹别担心，还有漂亮大哥哥呢，一定会化险为夷的。爹爹中了贵嫔的计，月月一定要相信爹爹。美人计？但是为啥爹爹这么委屈？她不是爹爹的小老婆吗？爹爹什么都没做，一夜都待在御书房，而他却在我的寝殿睡了一夜。爹爹承诺过的不会有别的孩子，所以爹爹没有不守承诺，你要相信爹爹。月月信爹爹啦。月月放心，1月后她定然是不可能有身孕的，我并没有与她发生过什么，到时候爹爹就把她斩了。皇上，冯首府求见。他现在最想揍的人就是他了。让他进来吧。臣见过皇上。未等全天为开口，小团子用着自己的小肉手捂住了爹爹的嘴，让他多跪一会儿，还是不解气。皇上果然生气了，胆子这么小，还敢做恶人，真狗。
见过小公主。冯爱卿大可不必为了自己品行之事来这走一趟。皇上，臣只是家事未处理好，请皇上再给臣一次机会。滚！冯骥吓得连滚带爬的出了御书房，揍人的机会来了。爹爹，月月出去行侠仗义去了。爹爹，月月想去南国。好，但是爹爹有些不放心。那爹爹让西明王和我一起去啊，他这么厉害。玄天伟很受伤，月月就这般信任西明王吗？他还想自己陪着月月去，顺便偷个懒，让替身来处理国事呢。爹爹也可以陪你去，让你叔叔做替身。爹呀，你可是皇帝啊！爹爹，你还是好好的待在皇宫吧，要是你出了事才是大问题。大家未必有些杞人忧天了，是在说我大北楚？没有，您先把自己家事处理好再说吧。好了，退朝。回娘娘，恭贺娘娘，娘娘有喜了。太好了，皇上，贵嫔有喜了。去把诊脉的太医叫来。你说实话，贵嫔真的怀孕了？回皇上，贵嫔确实是喜脉，臣不敢欺瞒皇上。小影子，去把项玉芝叫来。这狗皇帝让他去给一个妃子把脉，有病。师父，你先去吧。她真的怀孕了，就算有了这个孩子，你也不能忽视月月。这个孩子不是我的。啥？不是吧，不是吧？堂堂皇帝竟然被戴绿帽子了？那你打算怎么办？如实说吧。再不去就为时已晚了。活该！嘿嘿，冯首府，本公主的手法准不准呀？小公主不可这般顽皮。哦，你是说我在顽皮呀？你是不是把小姐姐逼死了，也是顽皮啊？对，是臣太顽皮了，所以小公主能不能让皇上莫要怪罪臣？我把你弄死了，不也是顽皮而已吗？不，小公主不是这样的。可是你之前都这样说了呀，难不成你在骗我呀？冯骥看见的便是处于灰暗之中的小脸蛋。冯首府，你怎么啦？月月不就是顽皮吗？没有，小公主，臣先回家，您差不多该用晚膳了，您快回去吧，不然皇上会担心。可是我看到你，我就被恶心饱了呢，怎么办呢？小公主，您饶了臣吧，臣年纪这般大了，能不能放过臣？臣上有老下有小啊！你这么顾家呀？那小姐姐你怎么没有饶过她呀？冯骥用手肘挡住，你再敢挡！小团子觉得不过瘾，开始试着砸出2颗、3颗鹅卵石。小公主饶命啊！慌什么慌？对哦，怎么可以让他脸上看着这么正常的就回去啊？砰！另一只眼睛也中了，回去用膳了。小公主，这是您写的字？是啊，爹爹，人家小公主才3岁，还未好好练习写字呢。小公主，从今往后好好练字，一日练10个字，10个字写好了才能回去。爹爹，算了，一日之内也不可能成就这么多。小公主的字算是工整了，今日就到这里吧。还有，娘等你回去呢。哎，皇叔。小家伙，昨日你找我？玄月月点了点头。找我何事？没有什么事啦，月月只是想要和皇叔分享故事呢，不过已经和爹爹分享了。现在可以和我分享。可是月月得赶时间回去了，下午还要和师傅学武学医呢。月月，我们来了。师傅，小姐姐，你们来啦！师傅，我把首府打了，怎么办？没事，月月做的是对的。原来是小公主做的呀，我差点以为是爹做的。接下来，师傅和小姐姐联手起来，会怎么报复那个讨厌的冯骥呢？阿云，你回来啦！恭贺娘娘。这也不是皇上的孩子。娘娘，当心隔墙有耳，现在他就是龙子。娘娘，好绝别无他求，这个孩子是皇上的。待您成功上位后，能否为郝某谋取一职？好，郝某的请求，还望1月后娘娘能够记住。滚！
骗子，你不要说话了。爹爹不是说他没有碰过桂平吗？月月，大骗子，你不要说话了。月月，你听爹爹解释，那个桂平他给我戴了绿帽子。那个孩子不是你爹的。师傅怎么会知道那不是我爹的？你医术这么精湛。月月，爹爹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女儿。那个孩子的月份很大，明显是在发生那日之事前怀的。月月，爹爹以后做的事情无论怎样，你要相信爹爹，爹爹会给你个交代的。走吧，小影子，月月现在怎么样？回皇上，小公主在偏殿很安静。小影子，你跟月月说一下，我会给她一个交代的。翌日，皇上下旨将桂平升为嘉贵妃，宫中的风向一边倒了。所有人都知道，新晋升的嘉贵妃是皇上的新宠，小公主算什么呀？等她生了女儿，皇上一定会更加的宠爱她。哟，这不是林姐姐吗？靠不干净的手段上位的人，你敢这样说？雷人，给他张嘴！哼，恃宠而骄，你还是先保好胎，莫要一半没了被皇上斩了。皇上现在让桂平升为了贵妃不说，现在贵妃很是嚣张呢，在宫内还和林妃差点打了起来呢。我也听说了，皇上好像很重视这个龙子呢。小妹妹，我们走吧，说不定父皇是故意的，因为正常的父皇连你出生前都没有关心过。哎呀，这就是以后我的孩子上学的地方啊。哟，这就是小公主啊。贵妃娘娘，月月过不了几日就去南国了，你放心好了。是哦，没几日小公主就要启程了，碍眼的小蹄子最好就躲在南国不要回来了。暖冬姑姑，你记得要帮月月收拾好去南国的行李呀。徒儿，我来了。徒儿，你在写什么？南国啊，可好玩了，他只去过一次，还可以带着灵儿去一趟。徒儿，我们和你一起去南国吧。对哦，随时带着教学机器。还有我也要去保护小公主。阿云怪可怜的，回家也只能够被妹妹欺负。我也要去，我想我家妹妹了。我想明日就出发了。小团子没心没肺的笑着。师傅，先去习武吧。暖冬姑姑，麻烦你帮我收拾行李啦。南国与北楚国截然不同，南国没有宵禁，街上时刻都是灯火通明，很是热闹。南国都是一夫一妻制，不会有青楼，却有茶楼。许多人都喜欢饭后去茶楼喝茶、下棋对弈、打麻将，或者听说书先生讲述故事，亦或者一起喝茶闲聊。晌午过后以及深夜时刻，是茶楼生意最红火的时候。这不就是现代版的茶坊吗？不过这个时候都有麻将了，南国看起来就像是自己的前世的生活环境。见小团子的眼里满是期待，忘了目前的苦恼，向玉芝也算是松了口气。回家喽！暖冬姑姑，这河流是叫什么呀？奴婢记得这是琉璃江，还是因为这江的水源是来自琉璃山的。琉璃山便是南国与北楚国的边境。哎，照这么说，我们可以走水路前往琉璃山，直接到南国呀。翻过了琉璃山，到了南国边境，就可以走水路了，顺流而上。皇叔，你好聪明。皇叔，我想给你唱首歌。小家伙，这歌正是蒹葭吧？皇叔，你莫不是有心悦的女子了？小团子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自家的东西被别的女子给偷走的酸酸的感觉。好啦，我知道了。小家伙，你才3岁，懂什么啊？你别看我才3岁，我懂的。既然小家伙这么懂，我就问问你，怎样才是心悦于别人呢？玄月月被问懵了，关上了帘子。玄月月趴在暖冬的怀里睡着了，小团子一觉睡到了晌午。先在这里歇息吧，
你们过来坐呀，挺舒服的。可能今晚要露宿了，不过这个天气很有可能下雨。休息了便继续赶路吧，走到哪儿是哪儿。也没有那么严重，只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赶路了。今晚我们只能露宿了。不过这天气……你们有酒吗？小家伙，你还小，不能喝酒的。哎呀，不是，我不是用来喝，是用来去腥的。你们有烧酒吗？我有。师傅，你食草，去找的孜然芹和辣椒呗。辣椒是啥？那算了，你去找孜然芹吧。你们就在这里生火待着吧，我和西明王去找找野兔窝。没一会儿，沈梦离与向玉芝提着10来只野兔，够他们6人吃了。小白正咬着2只野鸡和几个红彤彤的果子回来，但是这也太丢野兽的脸了，怎么可以比人类带回来的猎物少呢？你等着，我再去弄些猎物。你回来，这也太多了吧，感觉会吃不完。 6个人10只兔子，2只野鸡。阿云，你给我看看。拿出手中的另一个果子，给了小公主。你说巧不巧？这个就是我说的辣椒，配上烤肉，可好吃了。外面开始下起了绵绵细雨。头一回吃这样的口味的几人有些受不了。玄月月吃了一口，觉得完美，就是没有干辣椒面。等以后自己造，有了种子，一切都是可能的。离开火锅店更进一步喽。徒儿，没想到你在这方面是个行家。沈梦离深思着，这东西若是放在酒楼的菜品，生意应该会更好。向依林觉得这是头一回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在吃这方面我可是无师自通的。一群人笑了笑，便准备歇息了。外面下着绵绵细雨，小白就在门口守着。我们深情的阿姨，小姐姐，你们去过安平城吗？皇叔，安平城好玩吗？待会儿在安平城里不要叫我皇叔，我们最好不要被人认出身份。叔叔，沈梦离只想抚额，还是叫哥哥好听。小公主，依林只比西明王小3岁，你却叫我小姐姐，这个差距有些大呀。还有哦，依林姐姐不可以叫月月小公主，直接叫月月。掌柜的，最好的6间房。出来就是跟着徒儿吃香的喝辣的，反正最后这些钱都是狗皇地付。哎，好的，我和暖冬姑姑1间房就行了。掌柜的一直盯着眼前粉雕玉琢的小娃娃，这个娃娃竟然是这群人里的主心骨，看来身份不简单啊。小团子被盯得发毛，掌柜的眼神有些飘忽不定的。点好菜之后，6人坐在木方桌边等着。玄月月皱着小眉头，是自己太敏感了吗？还是说自己的身份暴露了？入住这里的人都是雅士吧？都这般安静，环境真好。看来这个客栈有些古怪。玄月月看了看地上正在爬的蜘蛛，你帮我个忙，你先跳进来。小蜘蛛乖乖地爬进了饭菜。呀，这饭菜怎么入口啊？这么多的虫！这位小姐，着实不好意思，我这就去给你们换上干净的。掌柜的，算了，我们出去吃了。你这儿的东西着实让我没胃口了。果然最懂他的还是漂亮大哥哥。小公主，之前明明没有虫子的呀。你傻呀，里面混入了迷药。这个客栈有问题。到时候大家就正常的睡觉，那些人有行动了，咱们就看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呀。依林，今晚和爹一起待着吧。那我暖冬姑姑和林丽大郎一起，阿云交给师傅啦。爹爹那日也没有来送他，爹爹说的会给他一个交代，他是不是应该全都信任爹爹的？小家伙，黎丽大佬。黎丽大佬是什么称呼？就是黎丽是个很厉害的人物。这样叫不好，在很多人面前说我是厉害的人物，不好，很嚣张。阿离哥哥，沈梦离的耳尖又有些红，哎，耳尖又红了。阿离哥哥，小团子笑了笑，觉得美人哥哥好生可爱。有人上来了，是这一间房？对，老大说这里面是最好的货色。玄月月听到悉悉嗦嗦的开锁声，嘴角微翘，看来自己是真的被盯上了。暖冬姑姑，你先藏着，你藏好了，待会儿西明王方便救我。鬼呀！鬼啊！你放过我们啊！我们做这些勾当都是为了生活。我也要活着。你们2个还没办好事。掌柜的，救命啊！好痒，好痒。你好啊，掌柜的，你有啥事呀？在我房间门口吵。
啊，无事，对不起客官，是我认错了房。阿离哥哥，小家伙，待会儿打算怎么处理？先把他们绑着呗。玄月月困了，直接睡了。祝你平安。呀，饶命啊！我说，月月真厉害。是这样的，我们掌柜的在做买卖生意，来这里住的相貌较好的女子都会遭殃。买卖长得好看的女子，人口贩子还专挑好看的女子。说吧，哪家青楼？青楼与青楼做生意，拐卖女子。安平城内所有的青楼都有这个生意。师傅，交给地方官处理吧，得罪了什么大的世家，那你们这辈子都会生不如死了吧？你究竟是谁？你现在才聪明起来啊！小团子满脸坏笑，美人应该是用来疼惜的。在安平城停留了半日，一行人继续了旅途。阿离哥哥，是不是会经过你的封地呀？西明城。你那里好玩吗？不好玩。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琉璃江的重要港口城市南靖城。看来今日要歇脚在南靖城了。这座城市好繁华啊，快比得上京城了。这里有极大的港口，也相当于是很多物资的枢纽。这里也是明月阁所在的城市秋叶客栈。小家伙眼力真好，这就是这座城市最有名的客栈。可以住这家吗？音乐走。对不起啊，刚刚没有忍住想笑。你真的是他的未婚妻？柳云点了点头，有点同情阿离哥哥。就算要娶人，也得娶配得上他的呀，比如玄月月他这样的。你要招待我，就是来和我光说话的。反正他就不喜欢这种货色。命人拿出了点心与茶，玄月月吃着点心，还不错。小公主怎么样？挺好吃的，但是他不说。还行，没有宫里的好吃。是吗？一看你就是没有见过世面，阿离哥哥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还是和阿离哥哥一起玩好玩。若不是这个孩子身份尊贵，他恨不得给这孩子一顿毒打。小公主莫要小瞧了臣女，臣女45经还是读过的哦。可是你没有读女子的3从4德还有女戒呀。臣女读过的。那你怎么不知道收敛，在外面乱说自己是谁的未婚妻，可是嫁不出去的。没事，反正你是这里的养女，嫁不出去也可以一直被养着。这小孩竟然说他被西明王府养一辈子，这样老王妃会废了他的。小家伙，阿离哥哥，月月要抱抱。哼，玄月月是故意的，刺激这个阿姨。见过西明王哥哥。你来做什么？云儿是老王妃为离哥哥钦定的未婚妻，自然是有必要来看看小公主的。后娘定的未婚妻，是不是想害你呀？你自己回那女人那里，别来这里。我的婚事，她还做不了主。阿离哥哥是出去用晚膳吗？王者峡谷一条街，打听谁是爹。小白，我丢出东西的时候，你就扑上去咬死他。西明王雨满了，我去处理一下。没事的，不用跟上来。出事了，记得大叫。就你这小子泄露的，你拿去做威胁罪不错。暖冬，你去玉芝那里，我去找找赵小公子。沈梦离找了一圈，也没有见到小男孩的身影。里面的把女人和财物交出来。哟，就一个小女娃。阿云，你怎么这般不小心被抓了？是他蠢，是他连累了小公主。赶紧把钱财交出来，自己乖乖过来，不然我们伤到你这细皮嫩肉的小女娃。难不成这小女娃是京城的人家，莫不是皇族？那他们岂不是赚到了？这也得看你们的实力。你们都把东西交出来，否则这个在我们手中的孩子……爹娘，是孩儿不孝无能啊！沈梦离正准备悄无声息地夺走赵希云，怎么还不动？快点！小白，我丢出东西的时候，你就扑上去咬死他。喏，这片金叶子。小白一个猛扑，对准了壮汉，老大就这样死了。赶上阿云，你们怕是活够了。小公主，我没事的，快去处理伤口。饶命，饶命啊！小祖宗饶命！先绑起来再说。我曾在雾中迷惘，海上流，你的忧伤长。我可以捏你的脸吗？那就让我们
哟，来了。明月阁阁主呢？清华绝代的美女呢？小家伙，这人便是明月阁阁主黄甫臣。啥？是个男的？你好啊，明月阁阁主，我叫玄月月。这个人就是仙朝的皇族。黄甫臣打量着还没有自己大腿高的小女娃，内心有点害怕，不自觉地抓了阿离的衣角。你好，玄月月，我叫黄甫臣。我可以捏你的脸吗？不可以哟。小团子的魔爪已经伸向了他的脸。好软，皮肤好好啊。阿成哥哥，那个客栈你就是老板吗？是啊，不过是我曾祖母的产业继承下来的而已。就是那个明月仙子吗？阿成哥哥，我有悄悄话要跟你说，我们单独谈谈吧。你们的医术真的是你曾祖母教的？是我曾祖母的师傅，名舒寒。舒寒？哎，就是之前医闹事故当中被杀害的医生。这医生好像还是全国著名的专家。如果我说我认识他，你信吗？我信了。你怎么这么好玩啊？你不也是？两个人宛如智商为零的智障。我跟你讲，我生而知之，就会你们的医术。哇，你这个比我的小巧哎，你的工具做的比我的好，我想要。送你了。谢谢哥哥。阿成哥哥，以后我就说是从你这儿学的啦。小家伙，我们还要赶路呢。阿成哥哥，等以后月月来找你玩啊。你的酒店啊，不对，客栈开得很好哦。我曾在雾中迷惘，海上流浪，你的忧伤。外公好，月月来看您了。这就是月月呀，月月，快过来，让外公瞧瞧。月月的眼睛真的像玉儿啊。外婆好。咱们的月月真是讨喜，外婆一看就喜爱的紧。月月也想见外公外婆，想知道娘亲和月月的家人过得好不好。月月，这蓝玉是我们蓝家的标志，无论月月在哪里，过得如何，蓝家永远是你的家。家到底是什么呢？外婆外公舅舅，你们在月月心里永远是亲人。孩子，让外婆抱抱你。外婆，我们都不要难过啦，娘亲一定不想看到我们难过的。碧荣郡主觉得不甘，为什么奶奶就是不喜她呢？外公，月月有个问题想问，你可不要说月月笨。月月说吧，外公倒是好奇，月月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我倒是觉得，你外公还没有月月你聪明呢。外公，你的眼睛是蓝色的，很好看。为什么我娘也是蓝色的眸子，生下我却是我爹爹的琥珀色的眸子啊？月月，其实你也有蓝色的眸子。蓝家蓝色的眸子几乎是要在5岁才能显现，刚出生的孩子也是正常人的棕色眼睛。你没骗我？这是真的，外公可没有骗你。可是万一月月5岁了，并没有蓝色的眸子呢？阿离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你可是答应了我，用完膳就出去玩的。小家伙，你说话不错话，怎么补偿我？那以身相许怎么样？哼，我才不会被你逗弄的。耳根不自觉的红了。好啊。反正阿离哥哥还觉得自己是个小屁孩，我是小屁孩，我的手可以为所欲为。捏了捏细腻的脸，好舒服，好喜欢，好凉快。小家伙，阿离哥哥的脸好舒服啊。作为小家伙说话不算话的补偿，小家伙给我讲故事吧。阿离哥哥应该读过屈原的《山鬼》吧？山鬼是山上的神明，不可以离开那一座山。它很美，在山的深处，云烟可挡，松雾可迷。他却收养了一个被遗弃在深山的孩子，抚养长大。那个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却与他相爱了。可是某一日，那个男子不见了，山鬼便在山里日复一日的等待。小家伙讲得极好。阿离哥哥，你听得有些沉浸在悲伤里了。小家伙，你长大了会不会像那男子一般，突然消失不见？我为什么会突然消失啊？我又没有遇见山鬼，也不会有山鬼在那里苦苦的等待我。如若那个山鬼就是他呢？想到这里，沈梦离愣住了。自己对小家伙究竟是什么样的心境呢？阿离哥哥怎么了？
我说你怎么回事？小玩意儿到底到没到南国？应该到了，书信也要1月余才能收到，急什么急？你不是女儿奴吗？怎么回事？贾贵妃的事儿，莫不是你真的打算让那女人得逞？来的正好，帮我把这折子批了。玄天伟起身，一把拿下玄天征的面具。皇上，你忙，我出去一趟。戴着面具的玄天伟对自己说道：进宫就没好事，小玩意儿应该是被自家哥哥的一系列作为伤了心吧，连书信都不传进京城一个。玄天伟戴着面具走出了御书房，看了一眼门口的嘉贵妃，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人是谁？竟然敢不行礼！皇上，臣妾为你沏了一杯参茶，您要注意龙体呀。就是这人把小玩意儿气跑了不说，连一封书信都没有。滚！皇上，臣妾做错了什么？叫你滚！嘉贵妃便这样退了出去。那婆娘竟然还没有给我弄到一知一味，非得逼着我用真相逼她。到时候只需要看狗急跳墙，两者互相撕咬了。你记得别让她被贾贵妃害死了。玄天征不知道自家哥哥去干嘛了，就想打人。小影子，你说说他去干什么了？自然是去为小公主办事了。不是他把小玩意儿给气走的吗？换衣服，可以走了。无语，就很无语。他玄天征进宫走一遭是为了什么？做个免费的工具人？哼！外公，怎么没有见到过表哥的娘亲呢？玉儿的母亲在4年前便因病去世了。月月知道了，月月不会多问的。月月乖，你表哥看起来很坚强，实则内心很柔软。师傅，走了。人家太子还没来呢，你等我用完膳再说。表哥，月月准备好了。林四，把它吃了吧。走吧，月月。表哥，你在处理事情，要不然月月等你处理好了再来。不用了，被吃了就行了。林一呢？林一是谁呀？送表妹的白虎呢？出去和小雪一起啦，没事，我允许的。那月月不可以离开表哥的视线范围。见过太子殿下。我来看白敬城。敬城正在休息，重病在身，恐怕本宫只是来通知你，不是来征求你同意。表哥威武。你带路。太子殿下，你先好好休息，莫要多说话。想喝水吗，小家伙？阿离哥哥，你怎么来了？听故事。你都多大了，还要听睡前故事吗？阿离哥哥知道的故事明明比我还要多，却要听我讲故事。因为你讲的好听。今天睡不着，要阿离哥哥讲故事。我想听阿晨哥哥的故事。以后不准叫他阿晨哥哥，你叫他黄甫臣，我便给你讲。好，反正以后他怎么叫，阿离哥哥也管不着。黄甫臣是第4代明月阁阁主，家中世代都是医术世家，曾祖母是海芋岛的小师妹。爹，我的身体我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药，我都会死。你病得很严重，可知究竟是什么病？看过的大夫都说是个怪病，我身体天生就这般热，所以比常人怕冷。极有可能是白血病，这和上一世的哥哥的病症一模一样。你这病确实治不了，在这个年代，没有精准的机器，没有化疗，也没有骨髓移植的技术，没有必要撒谎了。太子殿下，敬城有一事相求。你说。救救白敬臣。他在白府不应该过得好好的吗？他都知道的，每一次他喝的药里面都有景琛的血。爹爹听信了那道长的妖言，说找一个和他相似的孩子，用他的血来做药引，长大后用他的心当做药引，他便能够吸收那个孩子的命，就能活下去。我知道了，敬城，你想让我怎么救他？让他活下去，活成他自己，而不是替代品。表哥，月月也要帮忙。白景琛在哪儿？出了院子，往东边走，一直到尽头。这样他便能够放心的离开这个世界了。太子殿下，不知敬城醒了吗？醒了，便往东边去了。城儿，喝药了。爹，这药喝不喝都是一样的。怎可这般说话？你一定会好的。待几日
把那小兔崽子的心脏挖出来做药引，你就会彻底的好了。爹，我的身体我知道，无论什么样的药，我都会死。爹，生死有命，你该接受这个事实。他才不会死，我会救他的，我会用我的命救他的命。你别傻了，这世上没有转移生命的技术，你清醒一点。带你去见见京城吧，那个家主还在那儿呢。你等着，我现在就把那小子的心脏取下来。不，好痛！成儿，京城，你们赶紧把窗户打开，暖炉撤掉。不，暖炉撤掉，成儿会冷的。你不通风，过会儿他会闷得难以呼吸的，生死有命，你这样做只会害他。哥哥，你怎么样？我没事。成儿，爹，你莫要伤了景琛，这样是无用的。白家主，月月想同你说几句。白敬城的病是一种我见过的绝症，如若有奇迹，换匹配的骨髓是可以治愈的。匹配的骨髓几乎是1万人当中才能够找到一个，并且要有空前的手法，完全干净的环境，但是几率依旧是渺小之极。我想告诉你的，便是白景琛是无辜的不说，他也是个可怜人，从小便囚禁于白府，献出自己的鲜血与生命，成为一个人的替代品，一个药引，他并没有得到过真正的父爱。表哥，我们走吧。再待会儿吧，京城，下辈子有我护着你。好，我等着。景琛，你跟着太子殿下走吧，你应该远离这里的枷锁，不再是那个养子替代品。记得连带着我的那一份活下去，活出你本该有的光彩。走吧，哥哥，我走了，下辈子等我来做你的亲弟弟。你放心，真的有下辈子。真的？月月怎么知道？那是因为月月聪明。快点给自己取名。白沐晨。什么呀？原来是已经取好了。好的，沐晨哥哥，从今往后你要连着白敬城哥哥的那一份好好的活出自己哦。他会的，他会把他埋藏在心底，一起活下去。不过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要不你跟我混，跟着一个公主混，还不如跟着太子混呢。哼，看不起他，以后他也要建造自己的势力，自己的财源，等着瞧。哼！白沐晨见过小公主，从今往后，白沐晨便是小公主的手下了。怎么又跟着他混了？跟着你混，轻松一点。轻松？马上让你知道什么是轻松。喂，要是我倒台了，你也不轻松啊？你会吗？呸！怎么能自己咒自己呢？等你翅膀硬了，你想飞多远飞多远。小家伙，阿离哥哥，小家伙，以后不可以这样了。他就知道阿离哥哥会接住他。好，月月不这样了，因为我相信阿离哥哥会接住月月。白沐晨见过西明王，这人不是叫白景琛吗？阿离哥哥，回去我与你说说是什么情况呀？舅舅，月月知道如何判断这个孩子到底是胎死腹中，还是出生之后被掐死的。你们别想动我的孩子！这小公主真的能够查出来。舅舅，你们莫要小瞧月月，月月可是明月阁的人哦。真的是明月阁？月月，你将怎么做？小团子满脸认真，回想着最初学习解剖时书上的内容。若是没有出世就死去的婴儿，肺放在水里只会沉下去。同理，若是出世后死去的婴儿已经有过呼吸，肺泡内有气体，婴儿会放在水中浮起来。舅舅，你让仵作配合我。七王妃，你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将婴儿的尸首全交给我，你可愿意？这个小公主会做什么？您放心，我会用最好的方式做好后事。朕已经同意了。月月，婴儿并没有流血，血液已经凝固许久了。若是刚死的婴儿，这血液应该还会不断的涌出来。一盆清水就放在了那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小团子淡定的将肺放进水里，他早就知道答案了。肺慢慢的沉入了水底。看来纪王妃真是好手段，这个原理靠谱吗？去买一份成年猪的猪肺回来。二舅舅，月月待会儿给你看对比，你就知晓靠不靠谱了。总不可能拿活人的肺来吧？现在这两者大小相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小团子将不同的2块猪肺放入了清水之中，皆漂浮了起来。舅舅，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来人，去把纪王妃捉拿归案。
外公外婆，舅舅表哥，大家都在啊。月月打算何时回北楚国啊？外婆，月月舍不得你们，月月可不可以和你们度过一次除夕再走啊？可以可以，太好了，以后就可以带表妹出去玩了。北楚的皇帝同意了吗？没事啊，我已经给爹爹写信了，他不愿意也得同意，因为他还没有给他一个交代呢。那就等着回信吧。在楚国的小公主，安好啊。你是？我是西域最大的部落的王子乌克命主，也就是胡人。你不要紧张，我只是想与你道个别。哦，那祝你一路平安。祝你平安。若是能与小公主一路，便最好了。千万别。你且放心，我们西域的人很是讲诚信与道义的。小团子撅了撅嘴，觉得一点都不好笑。谢谢北楚小公主的祝福，乌克与你道别了，希望有机会能同你一起在草原上骑马游玩。他才不会去胡人的地盘，他又不傻。小家伙，你爹来信了，你自己看吧。爹爹很想他，爹爹还发现了那个孩子是一个叫做郝觉的人，爹爹还会把嘉贵妃留下来，到时候任他处置。小团子笑了笑，看来自己得多备一点毒药啊，不然怎么对得起爹爹留下的人呢？皇上，是南国的书信，是小公主。小公主要下一年再回来，她就在南国等着爹爹的交代，暂时不想面对嘉贵妃那个得意的丑女人。他想立刻马上到达南国，陪着月月一起过节。那这样，嘉贵妃那个女人自己还得好好留着，不能便宜她了。小引子，朕改主意了，朕打算让嘉贵妃生下死婴，留下那贵妃的位置。尹公公抹了把汗。至于郝觉，自然是要让他同嘉贵妃撕破脸，嘉贵妃肯定会对他下手。嘉贵妃的孩子现在就可以胎死腹中了，再让太医当众说这人是假怀孕，有了欺君之罪，待月月弄死他之后，也不会有大问题。皇上这样也不会坏了皇家的名声，属实可行。玄天为越笑越可怕。皇上，嘉贵妃求见。皇上，臣妾嘉陵有一位十分有才华的人，名郝觉，可否给他一点官职？说。臣妾只是见皇上这般疲劳，想为你找一个分忧的好臣子啊。好臣子歪门邪道，偷人倒是有能耐。爱妃，今日可有好好喝安胎药？收到玄天为的暗示，尹公公暗自领去。瞧臣妾太关心皇上了，竟然忘了吃药。你且在这儿待会儿吧，小引子已经去准备了。不一会儿，尹公公就端上来了一碗药汤。爱妃，趁热喝了。多谢皇上的关爱，臣妾定会好好护着这个孩子的。那好，爱妃好好生下孩子，便是最好的答复。小引子，记得每天送药，不可有一点差错。都是这个女人，气死了。对了，今晚去那女人的店，让她一点儿也不好过。到时候记得别让后宫的女人把她弄死了。她的命只能丢给月月解气，这样报复人的皇上太恐怖了。小公主的收拾人的时候，那股邪劲儿多半是从皇上那儿遗传来的，不能说十分相似，只能说简直一模一样。皇上，顾图大人的书信。打开书信，人傻了。这个人跑去南国找月月了，说是想去接小团子，还责怪他让小团子伤心了。玄天为握紧了拳头，一身就这样跑了，还要去和自家女儿过除夕，留他一个人在宫内，想想就很生气。现在最可怜的是他自己。尹公公打着哈哈安慰着皇上，至少小公主对你没有这么多的误解了呀，这不是挺好的吗？小公主回来还要受一会儿嘉贵妃的气，不回来对小公主挺好的。玄天为听出来的却是，你看看你个废物，小公主回来还会受嘉贵妃的气。尹公公开始闭嘴。姑姑，月月好想你。我们的月月过得怎么样啊？顺便捏了捏小团子，小玩意儿竟然没有发现他。哎，坏叔叔，你怎么来了？怎么，我就不能来？
那爹爹岂不是没有替班了？好惨！我们且进宫说吧。梦如啊，且当作是自己家，不用客气。这一年咱们蓝家可算是热闹了。蓝玄义安安静静的打量着这个竹如郡主，这位便是南国太子吧？长得真好看啊！竹如郡主和西明王长得那般相似，却当真是清华绝代的美人呐！一切都是欢愉的氛围，只有戴着面具的玄天征静静地待在一旁。老弟，带我出去玩！美人姑姑，月月也要和你一起玩。刚才这小子明显不乐意带自己出去玩来着，月月一说话他就同意了。这小子这么宠月月，那他这个姐姐的地位是不是直线下降了？玄天征住在了沈梦如的院子内，竹如郡主都这般年纪了，应该有那么些个男宠吧？玄天征也有些奇怪，为何自己与沈梦如这个女人在一个院子里？随后看到房间的布局就知道了，自己是被当成了下人，或者这个女人养的男宠。玄天征的拳头握得紧紧的，快要被气死了。姑姑，去打麻将，生财之路又在眼前。小公主，玉牌送来了，这是你的果茶，不知各位想要喝什么茶？辛苦白兄跑一趟了，我只需要飘雪花茶。哗啦啦一声胡牌的声音。这位叔叔可以教我们怎么玩吗？自然。开始一局，向玉芝、小团子、沈梦如、沈梦离四人试着开始了。杠！就这，清一色。小公主真是厉害，小公主赢了。其余三人还有些懵，小玩意儿怎就赢了呢？嘿，收钱了！向玉芝耍赖。不行，这只是试一试，下一局再算。玄天征伸开了手掌，放松自己的手指。下一场他就弄明白规则了，就不会被小玩意儿捡便宜了。白墨尘早就看透了，这小祖宗本来就是个狡诈的，当初自己就是被他那小屁孩的外表给骗了。接下来几人开始熟练起来，玄月月感受到有些吃力。阿离哥哥太聪明了，完全就像是一个老牌友，只有姑姑连连输钱。哼，麻将不过如此。是啊，不过如此，就是让你变成了穷光蛋。原来坏叔叔也有这么损的一面。白叔叔，多谢招待。小公主玩得开心便好，往后常来玉仙楼玩。白叔叔，月月便回去啦，您要早些休息哦。我曾在雾中迷惘，海上流浪，一地有双窗，试过坦荡荡。喂，你这个人也太可恶了吧！为什么总是拆我的台啊？坏叔叔，阿里哥哥，师傅，我饿了。走，老板，什么这么香啊？蒜香小龙虾呀！客官，里面请，这正是咱们夜宵的特色菜。来壶酒，再上你们的特色菜。他们以为你是我的男宠。滚！玄天征真的怒了，这个女人是个女人吗？哇塞，身材不错哦，原本以为你就是个病秧子，没想到还有腹肌啊！滚！小龙虾配酒确实很妙，姑姑真是个懂得享受的。这玩意儿长得这么像蝎子，这虫子怎么入口啊？这个味道也太美味了吧！快吃呀！小团子弄着第二个小龙虾，其他人也跟着尝试。虾头后部的虾膏虾黄可好吃了，几人彻底被这美味给征服了。深夜的小酒馆内，也有人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多少酒楼茶肆里诉说着这么些人的悲欢离合。沈梦如觉得自己要对了酒，一个人喝了整整一壶的酒，这人的酒量还算好，脸上带着些许的红晕，却是清醒的。用完宵夜之后，热热闹闹的回到了皇宫。坏叔叔，你过来一下，我就看看你的脸。小团子悄悄拿起那面具，外公舅舅还在场，不敢让他取下面具，只能这样偷偷看，想着爹爹。男宠，你看看你，好惨呐！有妖，怪不得这么大了还没有嫁人。哼，你好意思说我？你这个老男人不也没有娶妻吗？一个未嫁，一个未娶，可以凑一对了。依琳姐姐，有没有觉得这两人还挺般配的？小姐姐，
小团子有些奇怪啊，月月，你说，你看，小家伙，阿狸哥哥，姑姑和坏叔叔好般配啊！谁般配？喂，你吓到月月了，小玩意儿根本不怕他好吗？明显是这个人凶巴巴的，像个母老虎。小玩意儿，过来。他才不过去嘞！行了，你俩莫要像个小孩子一般幼稚了。小家伙这样躲在身后，衣角被拉得紧紧的。后来，所有人都习惯了这两人的拌嘴，好像哪一日这两人不拌嘴都是不正常的。每一次，邪魅冷漠的坏叔叔在姑姑面前就会原形毕露，变得很是幼稚。这还不是爱情吗？阿狸哥哥，你看，萤火虫。小家伙，生辰快乐！月月，生辰快乐哟！我们的月月4岁了。阿狸哥哥，阿晨哥哥，你们串通好了的。外公外婆，你们先坐在这儿，路途辛苦你们啦。外婆，你莫要着凉啦，我给你的暖炉子添些炭火。阿狸哥哥，你是怎么做到冬季出现萤火虫的？那还不简单，运输呗。那阿狸哥哥深秋就离开了，为的就是能够准时运输过来。谢谢阿狸哥哥。小家伙，开心就好。月月，咱们拜把子不？啥？拜把子？好兄弟？从今往后啊，我就是你哥，你就是我妹那种哦。为啥？我有3个哥了，你当我哥有好处吗？好处我没有，你有。你别不信我，以后你就是明月阁的少阁主啊！明月阁整个势力都是你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除非有陷阱。哼，真当他是3岁小孩好骗呢？哦，他4岁了。哎呀，先不急，听我细细道来。你先喝了这杯酸梅汁。他确实有些渴了。嘿，你都喝了我的水，不就是同意了和我一结金兰吗？草率了。阿成哥哥，你就直接说好一点，这样炸我可是会生气的。也没什么，就是和你很是合得来。我们估摸着上辈子是亲兄妹，说不定我叫玄月辰，感情还很深那种。玄月辰正是他哥哥的名字。哥哥，我们上辈子真的是亲生兄妹。阿姨，很疼吧？小团子检查着伤口，月月不用在意，想怎么弄怎么弄，花姨还死不了。小姑娘，我也来帮忙。漂亮姐姐，你们有没有可以让人感觉不到疼痛的药物？羊齿除3钱，茉莉花根1钱，当归1两，蒲昌3分。这些药和烈酒放一起送过来，只能试一试，减轻花姨的痛苦。出乎意料的是，那药确实有用，能够让花姨入睡。小团子轻轻地顺着倒刺的纹路，尽量的减少2次伤害。约莫1个时辰，小团子总算是把伤口处理得干干净净的。这药量当时没有想这么多，会不会出问题啊？妹妹，怎么了？哥，我好像麻药弄多了一点点。香雪不是在你身边吗？当时她应该心里有数的。妹妹竟然会配制麻药，这哪里是生而知之了，直接生而超越了好吗？不过幸好花大雅在第2日清晨便醒来了。对了，阿狸哥哥他们也浑身是血，不知道怎么样了。阿狸哥哥啊，阿狸哥哥，你没事吧？啊，就是手臂上的伤有些许疼。阿狸哥哥，我给你看看。小团子正准备去扒拉沈梦离的衣服，已经处理好了。哦，见阿狸哥哥疼，月月吹一吹，痛痛飞，鼓着腮帮子为沈梦离轻轻的吹着，那模样可爱极了。不痛了。阿狸哥哥，可不可以讲一讲昨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哥哥，我感觉腹肌好累，腰好累，救我！你这桥搭错了地儿啊，搭在一个岸边了。好了，谢谢阿狸哥哥，还是阿狸哥哥最好啦。咱们是不是得罪了小祖宗？这小玩意儿变脸太恐怖了。月月把阿狸哥哥的衣服弄脏了，阿狸哥哥，月月要给你洗衣服。
阿离笑了笑，摇了摇头，倒也不必。小白满脸恶狠狠地看着小白，明明小白是能够最先救他的。小不点主人，你身上好脏，离我远点！你站住！他才没有这么傻呢。身后的3个男子也不由得好笑。玄天伟很是着急，月月还不回来，要是嘉贵妃又有什么动作，可就难控制了。他只想要把嘉贵妃丢给月月解气，让他们父女俩分离了这么久，心里越来越气。在玄天伟的紧急催促之下，玄月月不得不快马加鞭的赶回京城。我曾在无处迷惘，一定有双窗，试过贪婪。月月，父皇，勿忘前生的迂回曲折。往事多牵扯，铭心如昨，怎的施舍？月月长高了，这不是故图吗？怎么变成北楚皇帝了？月月，这是月月收的侍卫，他是南国人，不过武功还算不错哟。就是在信里跟你说的那个。一行人进了宫，进行了一场洗尘宴。天霞公主前往南国作为使团之首，促进南北两国关系发展，理应有大功。该上皇上英明，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知秋姐姐有没有想月月？小公主，知秋每天都有想小公主，每天都要好好打扫偏殿。小公主，我有一事想问。你想问坏叔叔和我爹吗？白墨尘点了点头，两人便进了偏殿。坏叔叔就是我爹的双胞胎兄弟，就是被处死的那个东征王。小公主，皇上来看您了。月月，这是你的生辰礼物，我一直给你留着。为小团子戴上了很是奢华的冠，此冠乃是公主的象征，做出了花束的模样，很是好看。谢谢爹爹，就是有点重。月月长大以后要在最重要最繁华的典礼上带着这冠。他想等着女儿长大，戴上这绝美的冠。爹爹给的这样的礼物，是不是给的太早了？月月，那女人爹爹可是留给你，随你处置的了。嘿，他可是精心备了上百种药呢。月月放心去，爹爹已经为你铺好了所有的路了。月月相信爹爹。好，爹爹也相信月月。父女俩和好如初，一起想着如何应付嘉贵妃。谁呀？嚷嚷的像条狗！我这就告诉娘娘去。娘娘？哪个娘娘呀？是你妈妈吗？小公主呢？刘公公，小公主还未起。哟，这么晚了还未起？嘉贵妃可是令她前去问安。南东姑姑，谁呀？吵死了！小公主是嘉贵妃家的公公呢。小妹妹，你想再睡会儿吗？二皇子，您捣什么乱呢？到时候娘娘怪罪下来，可不要说我没有提醒您。谁呀？嚷嚷的像条狗！好你个小公主，我这就告诉娘娘去。娘娘？哪个娘娘呀？是你妈妈吗？你也干不掉我，只能干瞪眼。你竟敢辱骂娘娘！小公主，您接下来怎么做？去跟着二哥上太学呗。玄阳儿满脸得意的牵着自家妹妹进入了太学殿，感受一下所有人定定的目光。小妹妹可是自己的亲妹妹，谁也不能欺负了她。小公主，许久未见。小团子笑着点了点头。待会儿许太傅见到自己一成不变的鬼画符，会不会气晕？嘉贵妃到。见过嘉贵妃。哟，小公主，母妃来接你了。走吧，从今往后，小公主可不能再来上太学了，成何体统啊！这是。嘉贵妃这是何意？许太傅说笑了。话中之意，以许太傅的学识，自然是明了的。哼，小公主不能走，要走也得要皇上同意。大胆！现在贵妃娘娘的话，皇上都是顺着的。既然说小公主得走，就必须走。小妹妹来太学，可是父皇亲自下定的圣旨。您若是真的要这么做，到时候抗旨之罪可不是你承受得了的。哥哥们，你们让我去吧，不然接下来怎么玩？贵妃娘娘，您别怕，月月这就为您保孩子哦。
这个孩子是恶魔，是恶魔！救命啊！小团子不慌不忙地掀开嘉贵妃的裙子，当众把那肚子里的枕头抱了出来。这嘉贵妃竟然是假怀孕！一瞬间，所有人的愤懑与怨恨都发泄而出，他们不再怕这个所谓的嘉贵妃了。看来接下来这个嘉贵妃也不好受了。一群妃子满脸愤恨地走上去，对嘉贵妃进行了一番拳打脚踢，有的甚至直接拿着簪子往嘉贵妃的身上戳去。月月在这里，谢谢各位娘娘了。小公主，皇上他帮父皇除了一欺君罪犯。小公主，奴婢有话说。何事？那宫女正是被嘉贵妃发怒而烫伤的宫女，她已经没有什么怕的了。后来嘉贵妃也忍无可忍，与好觉撕破脸皮，直接暗中把那好觉给杀了。她在书信上看到了爹爹说的这个，看来是真的呀。小公主，事实便是这样，奴婢不求其他的，只求有个安稳的生活。待你把所有口供弄好了，你便带着银子出宫还乡吧。一群人便这样散了。每个人都要经过这个阶段，看见一座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我想告诉他，可能翻过山后面，你会发觉没什么特别，回头看会觉得这边更好，但是他不会相信。月月，你怎么在这儿？爹爹，后面可能有些麻烦摊子要你收拾啦。父皇，嘉贵妃她下毒，我反送给她喝了，好像死了。月月真棒，不愧是朕的女儿。还有小爹爹。玄天伟也没有想到自己被戴绿帽子的事还是被捅了出去。玄月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只是没有想这么多。爹爹被绿的事瞬间让皇家的颜面丢失了。罢了，月月开心就好，只要解除了群臣对月月的意见就好了。嘉贵妃行为恶劣，毁了皇家声名，且有欺君之罪，应当诛九族。皇上饶命啊！我等皆是无辜的啊！来人，将嘉贵妃母族上上下下300余口皆捉拿归案。这才是皇上正常的样子。以往皇上看起来好似并没有这般强势，只不过是因为小家伙罢了，惊动全京城的传言，因为官兵们带走嘉贵妃的母族而更加确信了。嘉贵妃可真敢呐！大概用了半个月，这件事总算是平息了。玄月月在宫中又过上了惬意的米虫生活。不过小团子可是不会安心于依赖爹爹生存下去，他生活里的所有现在都是因为爹爹的宠爱而得来，他要悄悄成长，悄悄种辣椒，然后辣得惊艳所有人。阿离哥哥，月月都想你了。我今日只是路过，听到你好像还未入睡。阿离哥哥，莫不是你在撒谎？阿离哥哥，你是专门来看月月的吗？阿离点了点头，很是乖巧。阿离哥哥讲故事。月月，姑姑，你怎么来了？那个，你爹还好吗？爹爹一直都很好啊。姑姑不可能是直接问爹爹的情况的。小团子恍然大悟，蔡叔叔也很好。谁在乎他了？嘴巴说着不喜欢，脸色和动作完全出卖了姑姑。这对欢喜冤家，哎，这还不是爱情吗？那月月，顾于山他人在哪？看吧看吧，姑姑就是不诚实。哎，姑姑不是不关心他吗？怎么又问起来了？哎呀，月月，你告诉我嘛！玄月月也不吊胃口，准备带着姑姑去坏叔叔的落脚地。一男子骑马入城，大声喝着马儿。姑姑，那个人眼生得很，不过长得还挺俊的。那人怎么会入京呢？什么俊不俊啊？月月身边这么多好看的人，竟然还打量别人俊不俊？姑姑，你不对劲。自己确实不对劲，只要一碰到有关那人的，自己都不对劲。姑姑，坏叔叔就在里面啦，你们还是过二人世界吧，我就走了，嘿嘿。皇上，臣感激不尽。你们江家内部的事朕不管，不过西明城的老王妃真的想着法子针对小公主，臣不敢确认。只不过柳氏绝对是会针对竹如郡主，只不过会从小公主这方面下手。这后妈还想要针对姑姑，这是什么心啊？这么黑！
徒儿，心乱了？师傅，你听到了吗？向玉芝点了点头，只不过这人这般加急的入京城，为的只是逐如郡主罢了。月月，嘿嘿，爹爹，月月刚刚差点摔下来了。小团子的脸上有些尴尬，红红的。没事吧？被师傅接住了。小团子盯着那和爹爹年纪相仿的男子，那不就是在出京城时遇见的那人吗？之前还说很俊来着。臣江明禄见过小公主。你与姑姑认识？有缘无分罢了。莫不是这人就是姑姑心里不能够放下的人？那坏叔叔怎么办？坏叔叔和姑姑看起来也很是般配。月月，自家女儿在想什么？这表情那般严肃，是发生了什么吗？哼，自然是得帮坏叔叔。你入京这般着急，肯定是和父皇有重大的事情汇报吧？你们先聊啊。女儿真懂事。已经说完了。月月在想什么事情？父皇，月月还要练武呢。江叔叔，你什么时候走啊？大概明日便启程回西明。他不愿待在这太久，也不愿再见到那女子，自己已经娶妻生子，不该叨扰她。小团子点了点头。师父，您这么威风凛凛，霸气冲天，风度翩翩，气宇轩昂，飘逸凝人，风流倜傥，博学博问。练武得专心。师父欺负我。爹，怎么可以欺负月月呢？还是依琳姐姐好，师父父好凶。好了，月月，我们继续练武。师父，您这么威风凛凛，霸气冲天，风度翩翩，气……停，直接说。您知不知道那个江明禄的事情啊？知道。快讲。先把今天的任务完成再说。小团子瘪了瘪嘴，继续练着武，直到傍晚。小团子面色通红，鼻尖还有一层薄汗。师父，快讲。江明禄乃西明城江家，除了西明王之地头蛇，江家便是西明城最大的世家了。这江明禄啊，就做了皇帝的眼睛，时时刻刻盯着老西明王府，因而老西明王府的老王妃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的眼里。这一次入京来，自然是禀报老王妃的举动。至于为何这般着急的入京，大多数的原因还是因为沈梦如。玄月月听得正起劲，就被暖冬叫去用晚膳，说皇上在等着他呢，正听到重要的关节呢。爹爹怎么就这么准时？师父，明天继续。臣见过竹如郡主。不知江大人来此作甚？臣只是入京办公罢了。好久不见，曾经的青梅，玄天铮也并未多言。面前这男人，恐怕就是这女人倾慕之人吧。郡主先回去吧，我走了。喂，别走！不知郡主近来可好？自然是好的，是吧，阿图？你家那位还好吗？你的妻子还好吗？她很好，挺好的。到时候你家孩子周岁宴，记得请我。江明禄点了点头，便准备离去。他能做的只是在背后默默地护着他，他不能给他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自己只能放手。这位公子，望您能好好待郡主。玄天铮懵了一声，所以这算是对沈梦如放手的男人吗？喂，顾于山，你还不走？不是你叫我别走吗？沈梦如也不管这么多了，直接转头回到了西明王府。玄天铮看着那离去的背影，罢了。这个臭女人的事与他有何关系啊？喂，作甚？走啊，出去喝一杯。这女人还没有喝够吗？喝，必须喝完。我给你讲，顾于山，我给你讲。面红耳赤，胡言乱语，他就知道这女人是出来喝闷酒的。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竹如郡主看起来这么洒脱，这么潇洒。我们现在已经形同陌路了。玄天铮抬起手，想要轻轻地拍沈梦如的背。喂，你怎么没有娶人啊？玄天铮挑了挑眉，自己并非是个痴情种，当年只是觉得女子麻烦，就连母后想要为他安排亲事，那女子自己看着觉得恶心，直接将那女人给杀了。哟，还是个冷情的妖孽啊！我说，不如你为娶，我为嫁，咱俩凑一块儿，
江明路只不过是我的过客罢了。不是说一个人很快活吗？是啊，快活，和你一起更快活，和那姓江的一起可是束缚死我了。玄天真有些恍惚，这女人脑子里在想什么呀？行了，时间不早了，该回去了。哎，我还没有喝够呢，我要喝，你不可以不给我喝，我都是个老姑娘了。你不是老姑娘。你不是老姑娘，你怕是比小玩意儿都还幼稚。沈梦如趴在桌上睡着了，一身酒气。无奈之下，玄天真把人抱回了西明王府。顾公子，多谢。沈梦如那手死死地抓着玄天真的衣袖，玄天真很是无语，掏出一把匕首，咔呲，只见沈梦如手里依旧抓着那破布。好了，送她回去吧。郡主，一位姓顾的公子说要来见你。啥？他来做啥呀？看笑话？不见不见。是吗？怎么昨个还对我死缠烂打，今日便不见了？难不成……沈梦如捂着耳朵，求求您别说了，丢脸。顾公子，你误会了，醉酒误事，见这女人恢复正常了，也算是放心了。随即，玄天真转身离去，静静地看着那离去的身影，莫名的心里有些失落，空落落的感觉真的难受。郡主，若是在意，人生苦短，怎能依旧错过呢？是我们阿明懂事，郡主我呀，就是迷糊的紧，这些东西还是要郡主自己亲身去体验。约莫进入了夏日，正是辣椒结果的时候，催着夏日的辣椒开花，然后又可以收获一番，这样距离开火锅店越来越近。将就现在收获的辣椒，做一道菜给爹爹尝一尝，到时候爹爹要是喜欢，就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爹爹就可以拿更多的冷宫给自己种辣椒啦。小九九在心里算着，来到了那深深的巷子，好像看到了姑姑和坏叔叔在一起牵手手，不得了不得了。小公主，那不是顾图和郡主吗？嘘，这可是今天大新闻呢。两个单了这么久的人，终于要走在一起啦。月月，你忘了带完东西，完了，快被发现了。月月，今天的菜品怎么有些许不一样？爹爹，你快尝尝月月创新的。玄天为自然不会让自家小团子失望，坐下来静静地尝了一口冷吃兔。爹爹，你放心，这是正常的，习惯了会发现很好吃的。玄天为笑了笑，继续夹一块肉尝试。对了，爹爹，坏叔叔他和姑姑在一起了，还手牵手呢。小玩意儿，你怎么在这儿？你俩继续，我只是路过。不好意思哦，把你的亲叔叔给拐走了。哦，你们在约会啊？相约相会，这约会这个词好生精妙。这份喜悦当然要和爹爹分享，你家弟弟都谈恋爱了，看来喜事将近啊。玄月月笑着分享着这好消息。弟弟他和竹如皆放下了心结吧，只不过太后那里俊美的男子皱了皱眉头，面上满是担忧。爹爹，不是，这是好事，只不过这两人往后的路道阻且长啊。爹爹，你别担心，那些世俗是挡不住两个真心相爱的人相聚的。玄天为笑了笑，不说话。这世间的世俗破坏了多少的眷侣。玄月月上一世并没有经历所谓的爱情，30来岁的剩女也没有体验过些许已婚人士的辛酸。有些东西始终不是这么的完美，就算有的女人看起来在享福，背后的付出，丈夫的冷漠，外人根本不知晓。一顿晚膳便这样结束了。玄月月回到了自己的屋内，等着阿离哥哥的到来。宴会，爹爹又要在宫内开宴会，不过这直接在室内吃就不会了呀，怎么回事？此次的秋冬宴会极为重要，乃先皇定下的规矩，你们御厨房再好好想想法子。爹爹，月月过来。爹爹，你们在说什么宴会啊？回小公主，是6年一度的秋冬宴席，全北楚的官员都会进入皇宫参宴，因而露天的宴席很正常。那爹爹，你们有办法维持饭菜的温度吗？只见爹爹和下面那人直直摇头。玄月月眸子一亮，
爹爹，月月有办法哟。那月月要怎么帮爹爹？小团子蹭了起来，在玄天维的耳边说着。那俊美的男子笑意更深了。好，都听月月的。那爹爹，月月先把设计图给画好，做桌子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啦，还要让御厨房听我的话哟。只见自家爹爹连连点头，无条件的信任自己，全身心的跑去准备了秋冬宴会的火锅盛宴。妙啊，这样可以保持菜品的鲜嫩。牛肉就是要吃嫩嫩的，黄喉也是。你也来尝尝。小公主当真厉害，这个人以后可以挖来给自己用吧。知音难求啊，所以他选择弄一个鸳鸯锅，直接让人再做一系列的鸳鸯锅。这些东西用了以后还可以在开店的时候用，还省了一笔。真不愧是他，神机妙算呐！整个皇宫因为秋冬宴会而忙碌，好像所有人都快遗忘了小公主的生辰。待会儿来的人都让他们等着，莫要扰了月月歇息。暖冬与尹公公都点了点头，便在那守着。听说南国都为了月月的生辰不上早朝，他这个亲爹怎么能输呢？轻手轻脚的进了偏殿，见小团子在床上睡得安稳，玄天维不忍心叫醒女儿，走出了偏殿。玄天维静静的坐在偏殿的厅堂内，等着女儿醒来。第一个生日祝福必须由他来。没一会儿，向玉芝与向义林都来了。有妖！阿云也在偏殿静静的等着。最后，玄天征与沈梦如也来了，一大群人便在偏殿静静的等着。小白和玄月月同一时刻醒来。早上好啊，各位！今儿个早上怎么这么多人啊？小公主生辰快乐！对哦，今天是自己的生日，她都忘了。月月，你的眼睛……所有人都愣住了。小公主的眼睛变色了。独一无二。对，月月是独一无二的。外公外婆说过的话，她还记得。哒哒哒的跑进自己的房间照镜子。哎，异瞳的眼睛，左眼是琥珀色，右眼是水蓝色，看起来就像动漫里的特殊人物，还挺好看来着。月月，爹爹，你会不会觉得月月是个怪物？月月是独一无二的，是朕和灵妃的孩子。月月莫要担心，姑姑觉得这眼睛好看极了。爹爹，为何我母亲号为灵妃？月月想知道，爹爹回头再告诉你。爹爹，月月来了。玄天维笑道，满脸温柔。爸爸，俊美的男子弯下腰。爹爹，快讲讲今天答应月月的事。月月就这般期待吗？不知道月月会不会怪自己。你母亲是南国最尊贵的公主，也是她自愿来北楚和亲的。那个女子长得极美，蓝色的眸子映入的是世间万物，出淤泥而不染。哦，母亲这般美啊！玄天维也才意识到自己把蓝诗玉描述的过于美好，月月眼里总会浮现着一丝向往与期待。罢了，月月没有怨恨他就好。时辰不早了，月月快回去歇息吧。给了尹公公一个眼神。爹爹也要早点歇息哦。月月不希望爹爹累得生病，他想要爹爹长命百岁，能够好好的陪伴他。月月真懂事。尹公公也笑脸盈盈的带着小团子回去了。果不其然，阿离已经在床边等着小家伙了。阿离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母亲的故事啊？不知。阿离哥哥，你又在撒谎。哼，阿离哥哥他可了解了，这一看就是个骗子。小家伙，你应该自己去了解自己的母亲，从亲人身上了解。阿离哥哥，月月今晚没有睡着。明日小家伙应该还有很多事要做，早点睡吧。阿离哥哥，沈梦离挑了挑眉。阿离哥哥晚安。小团子直接说道，把自己裹在了被窝里。暖冬姑姑，月月出去送伞啦。阿离皇叔，月月给你送伞啦。小家伙，以后不用送伞了。玄月月愣了愣，果然阿离哥哥也是这样想的吧。天气冷，你的手都冻坏了。随后，沈梦离用那大大的手，用温暖包裹着那小小的拳头，为他暖手。小团子猛地抬头，我来撑伞，走吧，我送你回去，不然皇上会担心的。原来是怕爹爹责怪，所以才这样的呀，还以为……怎么了？某团子摇了摇头，面上却是气鼓鼓的。小家伙，我只是怕你冷到了，所以不想让你给我送伞罢了。那好吧。
但是你也不许淋着雪，我也怕你冷到了。好，我答应你。哼，勉强原谅你啦。沈梦离笑了笑，很是吸引人，大手牵着小手回到了偏殿。玄天为直接去了御书房，并没有遇见沈梦离与自家小团子。若是遇见了，恐怕玄天为会紧皱起那眉头。阿离哥哥再见，这把伞你就好好收下了。这伞我很喜欢，是梅花。皇上，西明城臣会处理好，臣不会让那人伤到郡主与公主。皇上，今儿个不少大臣见过了小公主的眼睛。启明道长呢？沈梦离笑了笑，点了点头，这就让那老人家过来。小玩意儿那边你放心，我不会让母后伤的。今儿个怎的兄弟二人齐心把哀家给接进宫了？母后，儿臣只不过有大事相告。讲。母后，儿臣要娶妻了，这个女子是儿臣的心之所属，还望母后成全。娶什么人呢？玄天为全程没有说话。对于这位所谓的母亲，他从未感受过所谓的母爱。竹如郡主是一名很特别的女子，何不带来给哀家瞧一瞧？您若是想见，儿臣明日便带她来。都退下吧，哀家累了。兄弟二人静静地出了宫。母后，我看不透这，你要保护好月月，我保护好梦如。小张子，听闻这皇帝有了最宠爱的女儿，没有成为皇帝的累赘，倒也不错。看来太后也很期待这个小孙女儿，只不过面上总是不善的冷漠。你再给哀家讲讲，这竹如郡主又是何人？阿璋能看上何样的女子？回太后，这个奴才也不太清楚啊。罢了，明日见到了再说吧。皇上最是宠爱的小公主，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阴阳眼。这阴阳眼呢，可是会看到不干净的东西不说，这也说明这小公主是中了邪，被恶鬼缠身呐。谁若是在意那小公主的眼睛，凤应楼会直接处理你的命，无论何时何地。来人呐！来人呐！宣主雅间出事了！赶紧的，把人挪到通风的地方去。小张子，去查，这人癫痫了，赶紧拿冰袋来，让他平躺，脑袋转侧。一氧化碳中毒，这排气出了问题。怎么会出问题呢？哎呀，月岩楼出人命了，吃火锅会要人命的呀！玄月月瞥了一眼那妇女，看来何时何地都是，只要你一红火，就有人跟着眼睛红。你去拿双氧水，你去检查别的雅间的排气。一氧化碳中毒过于严重者，按理应该要用高压氧舱进行急救。玄月月也有些无奈。小公主，这人断气儿了。小团子直接跪在地上，开始为这人做着评估，随后进行了心肺复苏。至于人工呼吸，这人活过来了。这位夫人，您来说说，吃火锅会死人？他们不就是吃这店的火锅，差点死了吗？各位，本宫便是这月岩楼的幕后老板，这场事故，本宫自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但是有心之人以讹传讹，别怪本宫不客气了。妖怪啊，这是妖怪！大胆，竟然敢对小公主不敬！草民见过小公主，小公主千岁。诸位请起，本宫的店面，多谢诸位的抬爱。如今出了事故，本宫自然会给诸位一个交代。本宫说了，诸位可能不懂，但是诸位在冬日烧着煤炭时，要是没有充分燃烧，房间并未通气，诸位是否会觉得胸闷出冷汗？一直待在未通气的房间这般久，自然是会晕倒的。至于通气，本店可是做足了功夫，除非有心之人暗箱操作，本宫还真不知店内有哪个不想活了的人在这动手脚。皇上，太后出宫了。去哪儿了？皇上，小公主的月眼楼出事了。走。小团子已经把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小公主在哪儿？月月。爹爹，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月月做得很好。爹爹，这个排气口被堵死了。竟然有人敢欺负到月月头上，把他弄醒吧。
太后，冯骥，好啊，在背后搞手段，还真是你的风格。太后，皇上他们就在隔壁。玄天为的凤眸里满是深邃。月月的酒楼，难不成真的是母后在背后使坏？拳头已经握紧。爹爹，阿离王叔，走吧。至于冯骥，小孙女儿这么聪明，默默地给这孩子抛出一点线路，总归会抓到他的。不知太后娘娘这是去何处？站住！傻儿子，你说站住，他就真的站住了？大胆！太后娘娘岂是你们能不敬的？哀家今儿个只是来尝尝鲜，皇帝这又是何意呀？是吗？朕也不明白。朕是你的孩子，月月是你的亲孙女，你倒是为何要这般针对我们妇女？陛下，您这般肯定是娘娘在做手段。凡事要讲证据，这也只是自己的猜测。送太后回宫，确保太后的安全。哼，哀家还真是吃了顿火呀。爹爹，可能真的不是太后奶奶。对不起，月月，爹爹冲动了。爹爹乖，你要帮月月找到背后的凶手哟。小家伙，我去派风影楼的人去查，不出意外，3日便知道结果了。微臣去查。冯骥还在那雅间内，没有想到这楼背后的主人竟然是小公主。现在好了，全城追杀啊！阿良叔叔，麻烦你们帮我收拾一下店内哦。随后又进了那间出问题的雅间，空气变好了，这里怎么能有老鼠？你们赶紧离开这个楼，不然我就把你们都弄死！站住！冯骥满头大汗，整个山羊湖吓得差点翘起来了。转身一看，那门明明关得紧紧的，小祖宗应该不是在叫他吧？我叫你站住！耗子发出了挣扎的叫声，玄月月正捻着兰花指，拉着老鼠的尾巴。耗子尾汁，外面的冯骥腿软的跪了下来。这是在说他好自为之吗？冯骥点了点头，看着那紧闭的门，一溜烟的连滚带爬的跑了。你这人类什么意思？我问你，堵这个洞的人你见到过没有啊？小老鼠左顾右盼，你再不说话，我就做烤老鼠。我看到过，要不是他们，我都可以进来吃一顿了。你带我去找那人，我就给你们一个归属，包吃包喝的那种哦。耗子心动了，这条件可真是诱人啊！但是啊，要是你们敢来我的地盘捣乱，我就让你们团灭！小老鼠悄悄探出脑袋，为这个可怕的人类幼崽指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玄月月来到了一个宅子，好大一股血腥味！糟了，是不是来晚了？小耗子，怎么办啊？线索断了，咱们进去的话，说不定还会有性命之忧，还新鲜着呢。小家伙，阿离哥哥，这里面正在发生命案。阿离满脸认真的点了点头，准备走进去。阿离哥哥，先别慌。玄月月拉住了那大手，脑子里已经有了主意。咱们先躲好，待会儿跟上去，看看是与谁复命。小家伙还真是聪明，这比抓住杀手审问更好。阿离转头，刚刚那树上确实有人。玄天为这边经过一番筛查，玄天为直接找到了目标。微臣，你带几个人去监督冯骥的一举一动，以及去查松石楼、宁慈殿。好啊，不愧是哀家的小孙女儿，去，记得护着小公主的安全。都查清楚了是冯骥。玄天为点了点头，笑了笑，不愧是朕的女儿。至于如何处理，还是留给月月吧，她在后面护着就行了。小耗子，喏，这就是你的归属地啦。这装修还挺有品味的，可惜了，可惜了，一群耗子即将入住。等一下，这个地儿太可惜了，我给你找个更适合你们的地方。阿离哥哥，冯骥他自己的地皮在哪儿啊？就是不是依琳姐姐母亲的嫁妆的地儿？自然是有的，不过在另一个街道。阿离带着小团子来到了另一家酒楼，这品味明显是很没品，悄咪咪放出了小耗子，记得带家属。
爹爹，月月怎么了？月月想说说太后的事。玄天为倒也不意外，想必月月已经知道一些什么了吧？太后奶奶她……月月想说的都说吧，爹爹都信你。太后奶奶她对我很好，她都知道的。这个太后奶奶并没有像传言当中那般的刁钻可怕。那日太后与爹爹对峙，很明显不在意与爹爹的误会与矛盾。玄天为陷入了沉思，曾经他也不明白。为何母后只偏心弟弟？为何自己不曾得到母亲的赞赏、疼爱？母后，维儿被打了，被二皇兄打了，二皇兄还抢走了维儿的狗狗。废物！身为太子，竟然连一条狗都护不了吗？往后那些人还能够夺走你的一切。他与二皇兄打了一架，二皇兄的母妃便去父皇那里告状。而自己的母亲只会呵斥自己废物，若是弟弟被欺负了，母后会直接让那些人碎尸万段。凭什么？凭什么母后只偏心弟弟？凭什么母后不护着他？还不快滚！丢人！玄月月看着爹爹眼里的深沉。爹爹，月月，时间不早了，朕要歇息了。玄月月皱了皱眉，岁月不会饶人，爹爹在慢慢的变老，他也在时间的背后偷偷长大。玄天为叹了口气。为何母亲待他这般不公？或许心里已经有了些明了的原因，他不愿多想。他知道了又如何？若是太后真的对月月好，那也不错。多谢是我与谁。阿离哥哥，月月在长大，阿离哥哥也18岁了，都到了娶妻的好时刻了。是啊，他还未娶妻，只是心之所向。是在等小家伙长大吧？那又如何？小家伙长大了，并无这般心意，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徒儿，你昨个是怎么个让人起死回生的？快教教我。小公主，阿云也想学。打住！师傅，你先教我针灸。至于这个，哥哥他也会。依琳姐姐，你快点把冯静一家弄死吧！月月的月眼楼就是因为他差点出人命了。向依琳笑了笑，她也准备的差不多了。娘亲的嫁妆，她要一一夺回来。冯家欠他们娘俩的，可都是要还回来的。太后在宁慈殿，等着自家孙女儿报复冯骥的消息，可是什么也未等到。这怎么行啊？这小女娃怎么可以这般善良？她必须去教会这小孙女儿，做人不能太善良。小天霞现在在哪儿？回娘娘，小公主去了月眼楼，应该是处理店面的事情。走，今日哀家必须教小天霞，做人绝对不可以做善人。娘娘，您不是……你不是说不能和小公主正面交锋吗？小天霞终究是太小了，心地还这般善良。凤眸里满是担忧。玄月月准备在明晚与叶琳姐姐进行一场恶作剧，保证冯骥终身难忘。波斯的公主即将前往北楚和亲，玄月月听到这消息，心里有些闷闷不乐。波斯的公主，目的应该就是阿离哥哥吧？爹爹这年纪也不适合迎娶了。爹爹，波斯公主真的会来北楚吗？哦。怎么了？不欢迎这波斯公主？就是有点不高兴，有人惦记着阿离哥哥。爹爹，波斯的审美好像是要长着胡须，身体肥壮，才算得上是美女吧？想什么呢？月月对波斯还不了解呢。轻轻地摸了摸小姑娘的脑袋，满脸笑意。这么多人说这个公主是来和亲的，这波斯的目的除了商业往来，她还真的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小公主有所不知，这波斯与北楚只有商业来往。咦，何叔叔，你来啦！臣见过皇上，小公主和爱卿对此是有何种看法？臣认为波斯前来只是为加强两国的商业来往。众所周知，北楚的丝绸，波斯的黄金宝石，正是两国交易的由来。小姑娘安安静静的听着，想到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可是自己在当前所学的内容，既有古来屈原的著作，更有唐代的诗合集，就连白居易、李白等诗人依旧是闻名诗人。按理说这样一个朝代应该会记录在史书之上啊，为何自己一点都未听过呢？何子义有些好奇，小公主是在思索什么？继续讲。回皇上，波斯的目的除此外并没有别的利益，国者皆讲利益。
那叔叔的意思是，波斯公主前来和亲是多此一举了？不一定。行吧，说来说去，就是有个坏女人要抢走阿离哥哥，说了个寂寞。波斯公主到来，应该正值新春之际了。娘，瑞儿，你身上怎么这般脏啊？娘，瑞瑞一个人玩，发现泥土可以兑人哦。又见到哥哥也来了，正准备过去抱住哥哥的腿。瑞瑞，你身上好脏啊！阿云用手抵着瑞瑞的额头。夫人，你怎么来了？嬷嬷呢？瑞儿的奶娘呢？嗨，爹爹这不是为了体验娘亲的辛苦吗？所以一个都没有带。你让瑞儿穿得这般单薄的？哎呀，这不是挺好的吗？凉快。赵律开始满头大汗。怎么了？将军在这儿待了一下午吗？是的呢，爹爹带兵训练，瑞瑞乖乖的在旁边玩。爹爹可威风了，全神贯注的点兵呢。求求女儿别说了。训练完以后呢？瑞儿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嗨，爹爹这么辛苦，自然是去睡觉啦，睡了好半天呢。瑞瑞觉得无聊，就自己出去玩了。全部都是自家女儿接话。夫人的美目里满是愤怒，可能就差手里有一根棒子追着自家丈夫打了。瑞瑞，别说了，别说了，你爹快要被你给坑死了，没看见吗？咦，为什么呀？瑞瑞可是饿着肚了，口渴了，都不忍心叫醒爹爹呢。爹爹，看我多体谅你啊！他已经不敢看自家夫人的表情了。阿切，若是瑞儿生病了，我要你好看！夫人说完，便带着儿女走了，留下赵律在风中凌乱。嘤，今晚上不了夫人的床了。瑞瑞，你醒醒，你听人尿尿了吗？尿了，尿的不多来着。赵希瑞成功的染了风寒，开始发烧、流鼻涕。全月月听说了，便出了宫，去了阿云家。这还真是亲爹带娃，活着就行了系列。蒋姨，这副药方给瑞瑞喝了之后，出一身汗就可以啦。记得让瑞瑞多喝水哦。多谢小公主，有劳了。夫人，我总算回来了。夫人，你吃饭了吗？滚出去！全月月憋笑，没看出来，这赵将军原来是个妻奴啊。看了一眼躺在床上脸蛋红扑扑的女儿，看来女儿是染了风寒，是自己不会照顾孩子，以至于瑞儿生病了。蒋韶华满脸担忧。蒋姨，莫要担心，有月月在呢。夫人笑了笑，小公主真是可靠。云儿能够跟着小公主，她倒也算是放心了。对了，瑞瑞今日喝水了吗？蒋少华愣了愣，瑞儿今日还说怕打扰到赵律休息，渴了也不敢说。可能并没有。捏了捏赵希瑞的皮肤，还算是有弹性，上面已经开始出汗了，眼球也并未凹陷。暖冬姑姑，你去准备带盐水。应该不会是脱水，但还是得及时补水。待赵希瑞喝完盐水，觉得整个人好多了，但依旧在发烧。没一会儿，小小的赵希瑞浑身是汗，但不再发烧了。小公主，留下用晚膳吧，今日辛苦您了。有劳蒋姨招待啦。瑞瑞，你要记得吃药哦。我们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讲，手心的温热也在慢慢变凉。太后奶奶对我很好，我们打赌，要是月月是拿着礼物出来的，爹爹就要答应月月的任何一个要求。不用打赌，朕也会答应月月的任何要求。小姑娘满脸轻松的蹦跶着，进了宁慈殿。小公主，张公公，月月想要见太后奶奶，麻烦您去通报一下。阿玉呀，哀家这身衣服怎么样？回娘娘，一切妥当。孙嬷嬷呀，哀家的发型可有乱？回娘娘，发型未乱。小公主来了。月月见过太后奶奶，太后奶奶安康如意。她还是头一回这样正面看自家孙女儿，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起来吧。月月寻思，今日是月月7岁的生辰，但是从未前来为奶奶敬茶，是月月的过错。无碍，拿来吧。还行吧。太后，您再这样，
可能会失去可可爱爱又孝敬的小公主啊！别让小公主伤心了。嘿嘿，太后奶奶，月月这就告退啦。且慢，你这敬茶不就是为了讨赏吗？小张子，赏小公主。紫里挥水晶，有水晶皇后之称，哀家赏赐给你，算是抬举你了。月月谢过太后奶奶。月月，爹爹，月月不管，爹爹就是赌输了。月月喜欢这个礼物就好。爹爹不可以耍赖，这个要记账的。小公主，今儿个皇上说要开宴席，为了迎接波斯使团呢。哦，今天天气不好哎，波斯使团还真会挑时间。不的，见过北楚皇，诸位请起。不知波斯前往北楚是有何意？文森娜只是代表波斯为加强两国的商业来往。玄月月翻了个白眼，废话呀，虽然好看，但是要抢阿离哥哥，他就不喜欢这样的美人了。尚可。西明王，文森娜与您有过一面之缘，不知是否认识吾？那女人出击了，出击了！小姑娘快要坐不住了。不认识。爹爹，月月想要和阿离王叔坐在一起。小公主的桌面脏了，你们怎么做事的？去，挨着新明王摆一桌去，这里天下不能坐了。沈梦离笑了笑，咦，明明没有脏啊！阿离哥哥，月月来啦！沈梦离点了点头。阿离哥哥，她就是那次直勾勾盯着你的女人。维森娜也是见过天霞公主的，南国盛宴之上，月月见过你的维森娜公主。既然是见过的，那波斯公主倒是与北楚有一定的缘分。今日朕欢迎尔等前来北楚做客。波斯的诚意自然是有礼相送，还